还重生成海里的一颗蛋，还是连鲨鱼都不吃的那种。谁知被人类打捞起来后，整个星际联邦瞬间被轰动。向来冷漠的帝国行政官不仅亲自给蛋做护理，更是每天都要抱着它哄睡觉。只因这是一颗极为珍贵的野生人鱼蛋，能够孵化出全星际唯一的纯血幼崽。联邦甚至为此专门颁布了人鱼保护法。而此时，一间豪华的卧室里，床上的蛋蛋正在不停地摇晃，蛋里的鱼珠用力踢打着周围。救命！这是哪？快放我出去！眼看蛋蛋晃到了床边，精神力极高的博伊斯感应到卧室的动静，立马放下手边的工作前来查看。一开门，正好看到小蛋蛋从床边掉了下去，咔的一声，瞬间四分五裂。博伊斯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当场停机，他愣了足足5秒，然后就看到蛋壳碎片中伸出一截白胖的手臂，紧接着是一条金色的小尾巴，把周围的碎蛋壳全部扫开。博伊斯的呼吸还有点不顺畅，他紧盯着从蛋里爬出来的人鱼幼崽，乌黑的头发落在小小的肩膀上，一双黑眸水润懵懂，而摔在地上的鱼珠也有点懵，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睡了一觉就长出尾巴了？然后他也看到了门口站着的男人，这个小哥哥真好看，而且他的头发是自己最喜欢的银色呢。下一秒，好看的小哥哥突然动了，冲过来温柔地抱起小人鱼，鱼珠慌了，张口想问这是什么情况，却只发出了啊啊的声音。感受到怀里小东西不安的情绪，博伊斯不禁放软了神色，轻柔而低沉地开口：不要怕，这是你的家。鱼珠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不过他的小肚子替他做了回答，咕噜咕噜。博伊斯瞬间反应过来，乖，我这就去给你冲奶粉。说完，他就把鱼珠放到床上，然后小跑着出去了，留下鱼珠疑惑地摸摸自己的小肚子，又顺着摸上那条金色的小尾巴，鳞片软软滑滑的，可是怎么感觉好刚？他心里一咯噔，完了，自己变成鱼了，这离开水不会死吧？他越想越是浑身不自在，正难受着，门就打开了。博伊斯拿着个奶瓶走过来，轻柔地抱起鱼珠，但是现在鱼珠一点食欲也没有，只是拼命地比手画脚。啊，我要水！博伊斯看小人鱼不肯吃东西，也是急得不行。突然他一拍脑袋，从空间钮中拿出医师给自己写的注意事项，上面写着第一条就是刚破壳的小人鱼先不急着喂奶，应先放入水中，小人鱼才会有安全感。博伊斯脸色瞬间难看起来，恼火自己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他立刻抱着小人鱼往浴室走去，在鱼珠惊讶的注视下，那个可以让他游好几圈的大浴缸，不到10秒的时间就注满了水，然后他就被放进了水里，心情愉悦的游了好几圈。看来变成鱼还是有好处的，至少不用学游泳了。这下他终于接过了博伊斯手中的奶瓶，咕嘟咕嘟的喝了起来。老父亲博伊斯满脸欣慰，谁知一个不留神，小人鱼就喝光了整整500毫升的奶粉，这可是一个刚出生人鱼宝宝永远不可能喝完的量。至于为什么冲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某个老父亲手忙脚乱加多了奶粉，只好再加水，最后就搞出来这么一大瓶。可鱼珠却觉得自己才吃了个半饱，他开心的向博伊斯笑笑，然后张大嘴巴，啊，再来一瓶。博伊斯奇迹般的看懂了他的意思，不确定的询问道：你还要吃？他看着小家伙圆乎乎的小脸，果断把医师写的注意事项都抛在了脑后，转身又冲了500毫升的奶粉回来。如果莱西医师知道博伊斯给小人鱼买的是这么大的奶瓶，说不定会用这东西敲他的脑袋，这可是给巨人族婴儿专用的。不过鱼珠倒是很开心，抱着第2瓶奶咕噜咕噜喝得贼欢，这个奶真好喝，而且感觉特别有营养的样子。他当然不知道这是联邦营养价值最高的奶粉了，这么一瓶至少价值1万新币。博伊斯倒是知道，不过他也不在意，心里还盘算着那一桶奶粉连3天也坚持不了，明天还得再去买一些，还要买点衣服什么的。他一边想一边挨个给朋友发的信息，全部只有短短的一句：我的小人鱼出壳了。至于那些回复的消息或者视频通话，通通不理。他现在只想看着自己的小人鱼。第2瓶奶也很快喝完了，鱼珠心满意足的拍拍肚子，刚把奶瓶放下，就忍不住打了个哈欠，困意来得如此突然。虽然自己现在变成了鱼，但也没在水里睡过觉呀，还是要回到床上的。他伸出小手拍拍帅哥哥的胳膊，指指卧室的方向，然后再双手合十放在脸的一侧，闭着眼歪头躺手上，简直可爱到爆炸。博伊斯觉得自家小人鱼实在是聪明极了，他立刻明白了玉珠的意思，立刻抱起他擦了擦身上的水珠，就往床边走去。然后博伊斯就皱起了眉头，他还没给小人鱼准备枕头和被子，算了，先这样将就一晚吧。轻轻地把小人鱼的小脑袋放到自己的枕头上，盖上自己的灰色毛毯。做完这些后，小人鱼已经沉沉地睡过去了。他轻轻地站起身，找来一个箱子，蹲在床边，细心地把所有蛋壳都收进箱子里，保存起来。刚收拾完，滴滴声响起，博伊斯小心看一眼床上的小人，看他没被吵醒才松一口气，转身大步离开房间，点开光脑，好友科德的影像显示出来。博伊斯，快让我看看小人鱼在哪呢？他已经睡了，明天你们再过来。说完，博伊斯就挂断了通讯，然后点开光脑商场，浏览着各式各样的小人鱼服装，面上毫无表情，手上动作不停，不知不觉就下单了几百件，接着又买了些生活用品。等回过神来，一看时间已经11点多了，他照常冲个澡来到卧室，然而刚一进门就愣住了，看着床上熟睡的小影子，博伊斯思索了1秒钟，就果断决定去次卧将就一下。给小人鱼买的床要明天才到，万一他睡在旁边把小家伙压伤了怎么办？也许是太过兴奋，博伊斯在次卧的床上翻来覆去了一夜，天还没亮就爬了起来，不放心的去卧室看了一眼，谁知道小人鱼竟睁着眼睛在床上躺着呢。鱼珠还想睡的，只是又有点饿了，他看看周围，那个帅哥竟然没在，屋里拉着窗帘黑漆漆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好半天鱼珠才反应过来，屋里这么黑，自己看东西竟毫无影响，只见周围都是些没见过的电器，看着就很高科技。鱼珠看着看着就出了神，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方？为什么那个帅哥明明是正常人类的长相，看到自己却一点都不惊讶？越想肚子越饿，鱼珠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小肚皮，就听到门口轻笑一声：“原来你又饿了，你真能吃。”博伊斯宠溺地走进来，把鱼珠抱进了水里，自己去冲奶粉，跟昨晚一样的2瓶奶下肚。小人鱼又笑成了一朵花，博伊斯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天已经大亮，浴室门上方突然弹出来一个小窗口，里面显示的赫然是科德他们。博伊斯略一挑眉，没想到他们进来的这么早。他摸了摸鱼珠的小脑袋就去开门了。鱼珠还在好奇地打量那个小窗口，很快就听到一个咋咋呼呼的男声：“快让我看看小人鱼在哪呢？长得可不可爱？”鱼珠顿时吓了一跳，不会吧不会吧，自己还在浴缸里没穿衣服呢。就见一男一女跟在博伊斯身后走进来，那个金发美女把黑发男人推到一旁，然后温柔地在浴缸前蹲下：“小幼崽，你好呀。”他并没有张口，声音却传了过来，这是我们人鱼特有的声波，他们听不见。鱼珠震惊极了：“啊，你也是人鱼吗？”爱丽丝笑着点点头：“我叫爱丽丝，我的体内有70%的人鱼基因，那个黑头发的是我的老公，他是人类。”闻言，鱼珠惊奇地睁大眼睛，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有那个人是谁啊？我从初刻就看到他了，他是我爸爸吗？”看鱼珠指向博伊斯，爱丽丝没忍住大笑起来，都差点动了胎气。这里是维卡塞星，一个很繁华的星球。他摸了摸鱼珠乌黑的软发：“你真是一个小笨蛋，咱们人鱼对血脉都很敏感的，你对那个男人有特殊的感应吗？”鱼珠摇摇头：“没有，所以是他收养了我吗？”爱丽丝眼中划过一丝震惊：“这就是高级血脉吗？这才刚出生不到1天，思维是不是过于清晰了？”他看着博伊斯，神情变得越来越羡慕。纯血的人鱼啊，整个联邦都不见得有一条。消息传出去，不知道会招来多少觊觎。等到鱼珠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几个成年人都被惊呆了。传说远古深海人鱼从出生就接收了先辈们的传承，而小人鱼又是从无尽海域中发现的。这么想着，他们看玉珠的眼神都带了一丝崇拜。只有博伊斯心里略微有些不爽，还以为自己可以亲自给小家伙取名字呢。这时医生莱西已经准备好了仪器，过来抱鱼珠去检查。软软的小身子托在手心，莱西心里也是一片柔软，真是一个乖巧的宝宝。不要怕哦，一点都不疼。一边轻声安抚着，一边把小人鱼放在透明舱里，而一旁的显示器上密密麻麻的出现了很多条信息，鱼珠一个字也看不懂。莱西却是十分欣喜，小家伙身体非常健康，精神力比成年人鱼还高出好几个级点，是最高等级生命。众人一听是都止不住的羡慕，唯有博伊斯脸色淡淡，就算他的小人鱼没有出众的能力，他也照样会一直守护他。检查的功夫，昨天博伊斯订购的商品已经送到了，很快房间里就多了一张精致的婴儿床，金色的丝绒包边，床腿也是金色的，里面还挂着几个金色玩具小铃铛，看起来耀眼极了。科德嘴角抽抽，不想吐槽好友这种土豪的养娃方式，博伊斯却很满意，这么豪华尊贵的装饰才称得上他家小人鱼。一番折腾下来，鱼珠的小肚子又叫了，博伊斯熟练的冲好了奶拿过来，看到鱼珠手中巨大的奶瓶，爱丽丝都懵了，天啊，你怎么可以给小人鱼吃这么多，会撑坏他的。科德也是一言难尽，看博伊斯的眼神充满了谴责。博伊斯第一次不雅的想翻白眼，这是把他家小可爱当成那些普通幼崽了，太侮辱他家小人鱼了。不过想到还有事要麻烦这两人，他努力扯出一个小，不好意思，我家小人鱼每顿都最少要喝2瓶的。2瓶，夫妻俩一时被小人鱼的饭量给惊住了。不过想一想，高级血脉说不定就是因为吃得多。爱丽丝立刻接受了这个设定，以至于博伊斯拜托二人从明天起，在他上班的时间过来照料小人鱼时，两人简直欣喜若狂，同时暗搓搓决定好好观察鱼珠的一举一动，回家就给爱丽丝肚子里的孩子做胎教。下午两人告辞后，博伊斯就打算带鱼珠出门，他给鱼珠挑了一件黄色的小裙子，又拿出了一瓶东西往鱼珠的鱼尾上涂抹。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鱼珠金色的尾巴变成了土黄色，他不可思议地伸出小手摸摸，又使劲地搓了搓，竟然不掉色。鱼珠苦着小脸抬起头，这颜色好丑啊。博伊斯只是笑着摸摸他的头，就抱起他出门了。这是要去干什么呀？鱼珠呆呆地趴在男人的怀中，看着他一出门就走进了一个充满金属感的小房子，按了一个按钮后，一阵晕乎，人就到了另一个地方。眼前是一栋高大的建筑物，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穿着黑色工作制服走来走去，面上的表情都很严肃，只是在看到博伊斯时会弯腰问候。鱼珠猜测，收养他的这个哥哥似乎有不低的地位呢。博伊斯目不斜视，直奔2楼某个贵宾室，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已经在等候了。男人的啤酒肚把西装撑得满满的，几根毛发整齐地贴在脑门上，怎么看怎么滑稽。但你要是敢嘲笑他，恭喜你，在这个星际就跟个黑户差不多了。然而此时胖男人却满脸堆笑地迎上来，博伊斯大人您好，您是要给这位人鱼小姐办理身份卡吗？博伊斯金贵地点点头，不错，她叫鱼珠克斯顿，我现在是她的监护人。胖男人忍不住一声惊呼，您要赋予她克斯顿姓氏？博伊斯冷冷地看他一眼，有什么问题吗？男人脖子一缩，没有，我这就去办。他摸摸头上的冷汗，惹不起，这些贵族年轻人真是一个也惹不起哦。他亲自谄媚地把博伊斯请到沙发上坐下，原本负责接待的经理只能在一旁端茶倒水。男人一边录入信息，一边在心里吐槽，也不知道这位上哪弄出来的人鱼，看尾巴的颜色，基因等级肯定不高，还是他们贵族玩的花。然后他抬头朝博伊斯恭敬地说道，大人，请让我给您的人鱼抽血存档。博伊斯皱皱眉头，不用抽血，一根头发就行。庞志闻言愣了愣，想要登记为高等级的人鱼是必须抽血的。他试探着开口，那博伊斯大人您看，这位小姐填哪个等级合适呢？博伊斯懒懒地往椅背上一靠，实事求是就行，是3级人鱼。然后他小心翼翼从鱼珠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怕他觉得疼，还一边安抚一边揉着他的小脑袋。胖男人惊得一个哆嗦，
太惊悚了有没有？这还是那个轻易不开口，一开口就死人的阎王吗？你说他宠这小人鱼吧，他都不肯安排个说出去好听的身份，说他不宠吧，这家死人的嗓音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位年轻大人就喜欢这种血脉不纯的？半个小时后，一张黑色的身份卡被取出来，维卡塞星的身份卡由低到高分为5种，白卡就是普通公民拥有的身份卡，绿卡是社会精英，紫卡就是贵族身份卡，红卡则是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大贵族才能拥有的，而黑色身份卡是最尊贵的，每一张都必须经过至少5个大贵族族长同意，办理手续非常繁琐。不过在博伊斯这里都不是事，拿到黑卡，顺便给鱼珠配了个空间钮，拥有最顶级的防水防火性能，还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安装追踪系统。鱼珠无聊的打了个小呵欠，并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价已经不菲，然后就被博伊斯抱着离开了。胖男人也长出了口气，匆匆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立刻有一群人呼啦啦围住了负责端茶倒水的经理。老大，博伊斯大人那条人鱼是哪个级别的？这是哪家的千金啊？经理自然什么也不敢多嘴，人家是大人物，要什么人鱼没有。说完也去忙工作了。大家一看没有八卦可听，只好都散了。其中一个女性职员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匆匆忙忙跑进换衣间，拨打了一通视频。姐，大消息，博伊斯大人有人鱼了。不可能，博伊斯大人他不喜欢人鱼。光脑那边一个清冷的女声传来，女职员声音带着焦急，我都看见了，博伊斯大人今天带着一条小人鱼来办理身份卡，庞大人亲自接待的。那边停顿了许久，似是还有些不敢置信，最后只是简单的回了一句知道就挂断了。博伊斯并不知道自己带小人鱼去办理身份卡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就算知道也不在意。现在他正带着小人鱼在逛商店，看到鱼珠爱喝的奶粉，博伊斯眼都不眨，先来个10罐。付账的时候，鱼珠看着那一排的0，差点数花了眼。不过看一眼博伊斯的神色，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波动，他心下松了一口气，看来买这些花的也不是很多嘛。第二天鱼珠还没起床，爱丽丝他们就来了。博伊斯交代了一番后，依依不舍地往卧室方向看一眼，才出门去上班，心不在焉的来到联邦最大的议会厅。刚一进门，就受到所有人明里暗里的注视，几个胆大的下属直接上前询问：博伊斯大人，听说您领养了一位未成年人鱼，这又不是什么不能见人的事。博伊斯给予肯定的答复。闻言，众人都纷纷表示祝福，然而心思却变得微妙起来。等博伊斯一走，众人立刻议论开了。你说哪家的千金这么命好，被那位看中了？想什么呢？我听说啊，根本不是贵族家的千金，而是一个没有登记过身份的人鱼。那岂不是？难道那个地方买来的？其中一人嘘了一声，这种事不要乱说，这可是犯法的。博伊斯大人不可能去那种地方。不过那可是人鱼啊，谁不想有一条人鱼做伴侣呢？不少男同事都陷入了无边的向往。就在这时，有个眼尖的竟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博伊斯的助理黛西，瞬间吓得脸色煞白。这位女助理平时不苟言笑，但凡听到关于他家大人的一点负面消息，绝对会让那人受到惨痛的教训。她不会上去打小报告吧？然而女助理今天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众人赶紧散了，留下黛西独自站在楼梯间，表面上越平静，心里就越是翻江倒海。怎么会？她以为博伊斯大人欣赏的一直是精英女人，根本不会喜欢那些除了生育力强一无是处的人鱼。明明在一群精英贵族子弟中，他挑选自己作为助理，这是对自己的肯定，自己一直为之骄傲着。他的手紧紧攥起来，然后敲响了面前的门。博伊斯清冷的声音响起：进。黛西推门进去。博伊斯大人早上好，我听下面的人说，博伊斯大人接了一只人鱼回家。博伊斯点头，想到自家小人鱼，嘴角不可抑制的微微勾起，这一点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黛西的眼睛，压下心中的妒忌。恭喜博伊斯大人了，我可以去您家看看小人鱼吗？我是大人身边的人，有必要提前接触一下您的家人。说着还露出了一个温柔妩媚的笑。可惜博伊斯早就低头继续看文件了，只是随便嗯了一声，表示同意了。午饭时间，鱼珠终于坐到了餐桌边，只不过爱丽丝两人面前摆放的是丰盛的午餐，有鱼有肉有蔬菜，她的面前只有一只孤零零的奶瓶，她已经喝完1瓶了，这1瓶她不想喝了，她想吃鱼，吸溜了一下口水。鱼珠可怜兮兮的用心灵感应与爱丽丝交流，爱丽丝，你让我尝尝烤鱼吧。爱丽丝很是为难，她还从没听说过刚出生的幼崽就能吃鱼的。为了吃的，鱼珠绞尽脑汁，开始给爱丽丝洗脑。爱丽丝，你想啊，我是人鱼，原本一出生就在水里，水里又没有奶瓶，那么我们这些刚出生的小人鱼只能吃鱼。爱丽丝不明白，爱丽丝大受震撼，不愧是高等血脉的纯血人鱼，她竟无言以对。然后鱼珠就吃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鱼肉，小勺子刚放入嘴里，鱼珠瞬间感觉活得有奔头了，她在心里给自己比了个耶，下顿饭要再接再厉，争取骗到更多的好吃的。那边爱丽丝和科德心惊胆战地观察了半天，发现鱼珠没有异常，才放下心来。一顿饭吃完，俩人的胃简直都要抽筋了。最后鱼珠不仅吃完了鱼肉，那瓶奶也没剩下。吃饱喝足的小人鱼打了个哈欠，脑袋一点一点的。爱丽丝把鱼珠抱到小床上，看着它黄不拉几的尾巴，嫌弃的撇撇嘴巴，小猪猪多好看的尾巴，被博伊斯弄成这样，丑死了。科德忍不住失笑，博伊斯这也是在保护小猪猪呢，用不了太久的，这种药剂只会维持3天就自动掉了。爱丽丝也明白，联邦的某些人对人鱼并不友好，总是打着为了星际未来的旗号，做着伤害人鱼身体的试验，简直不讲于道。一下午的时间匆匆而过，不多时博伊斯就下班回来了，不过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博伊斯一进门，鱼珠就醒了过来，一睁眼就看到换好衣服走进卧室的博伊斯，他顿时开心起来。
起来，伸手抱住博伊斯的脖子，使劲蹭蹭。博伊斯哥哥，欢迎回家呀！来到客厅，鱼珠就看到了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人，一头长发一丝不苟的盘起，看身高足有175，是个冰山美人了。鱼珠悄悄地问爱丽丝：“这个美女姐姐是谁啊？”这就是黛西，是博伊斯的助理。今天她是特地过来看你的。鱼珠有些奇怪，她有什么好看的？这时科德站起来：“博伊斯，我跟爱丽丝就先回去了，明天再过来。反正博伊斯都回来了，他急着让老婆回家休息。”博伊斯也没跟他们多寒暄，鱼珠挥挥小手跟两人道别。然而等他们离开后，鱼珠感觉空气中有一点尴尬，因为博伊斯都不招呼客人的。那个叫黛西的女助理还在原地站着。女孩子的直觉告诉鱼珠，这个叫黛西的绝对喜欢博伊斯，因为短短几分钟的聊天时间，她就用余光偷偷看了博伊斯好几眼。不过博伊斯哥哥好像并不喜欢她。鱼珠无奈地摇摇小脑袋，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了，她只要当一个乖宝宝就好了。还是黛西打破了沉默：“博伊斯大人，我可以抱抱鱼珠小姐吗？”博伊斯摸摸小人鱼的肚子，已经瘪了，又见她在无意识地吧唧嘴，显然是有些干渴了，于是对黛西说了一句：“你跟我来。”黛西跟着博伊斯来到浴室，浴缸里已经放满了水。博伊斯轻轻地把小人鱼放进水里，起身对黛西说：“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去冲奶粉。”好的。博伊斯一走，黛西就蹲在浴缸前，跟小人鱼好奇的眼神对望着。“你能听懂我说话吗？”见小人鱼依旧懵懂的眼神，看来还没有学会说话，他笑得越发和善了，伸出了双手：“我可以抱抱你吗？”鱼珠看懂了他的意思，但是他觉得很别扭，不知为什么，他不太想被这个美女姐姐抱。算了，自己是个懂事的宝宝，不可以让人难堪。他缓缓摆动尾巴，游向黛西的双手，被黛西不算轻柔的抱了起来。有点不舒服。黛西摸着鱼珠柔软的长发，有些轻蔑地看一眼小人鱼不算漂亮的尾巴，这只是一条3级人鱼而已，凭什么可以享受博伊斯大人的关爱？嘴里却还是柔和地说着：“你真是一个幸运的小家伙，碰上了博伊斯大人。”提到博伊斯时，他的手悄无声息地摸上了小人鱼的尾巴鳞片，似是温柔地抚摸着。鱼珠有点疑惑，这个姐姐明明知道自己听不懂，为什么还要说个不停呢？而且声音明明很温柔，为什么自己感觉后脊有些发凉呢？听着头顶絮絮叨叨的说话声，鱼珠不安地扭来扭去，突然尾巴上传来一阵疼痛，鱼珠下意识地一甩尾巴挣脱开来，扑通一下掉入了浴缸里，溅起了特别大的水花，洒了黛西一身的水渍，脸上衣服上满满的都是。黛西一声惊叫，连忙蹲在浴缸前着急地问鱼珠：“鱼珠小姐，你有没有事啊？怎么突然就跳下去了呢？”刚巧这时博伊斯拿着奶瓶推门进来，看到黛西狼狈的一幕，皱眉问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黛西满脸羞愧地站起身对博伊斯道歉：“对不起，博伊斯大人，我很喜欢鱼珠小姐，我才擅自抱起她。她一开始很乖，还让我抱，可是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挣脱开跳进了水里。”鱼珠听到博伊斯的声音，才委委屈屈地浮上来，她刚才结结实实地摔在浴缸底上，疼得都快要哭了。“啊，我的尾巴好痛，你看看是不是鳞片要掉了？”博伊斯一看小人鱼的样子，就心疼得不得了，哪里还有心思管其他人？他略带歉意地看了一眼黛西：“不好意思，你先回去吧。”黛西还想说什么，但他知道博伊斯的性格，只好做出大度的样子，点点头，然后含情脉脉地告辞了。可惜媚眼做给了瞎子看，一人一鱼根本没有注意他。鱼珠正努力地把痛痛的尾巴翘起来给博伊斯看，博伊斯仔细检查了半天，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以为小家伙在闹脾气。他好笑地摸摸鱼珠的小脑袋，是不是因为尾巴颜色太难看，再是小性子呀？乖，先喝奶吧。鱼珠委委屈屈地接过奶瓶，语言不通真是太难受了，他一定要快点学会。夜晚还没到睡觉时间，鱼珠在博伊斯的大床上滚来滚去，时不时地摸摸尾巴，还是好痛哦。他也检查过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可就是很痛，像是有一根针扎在自己身体里，这么一想就更痛了。博伊斯坐在床边，看着玩得好好的小人鱼突然哀鸣起来，痛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博伊斯眉头一皱，立马给鱼珠披上件衣服，抱着她就去找爱丽丝了。爱丽丝夫妇俩都睡下了，硬是被博伊斯从床上砸了起来。然而一听鱼珠虚弱地说尾巴很痛，爱丽丝顿时大吃一惊，人鱼尾巴多金贵啊，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开始痛的？鱼珠把在浴室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爱丽丝听完后脸色凝重，这个黛西很可疑，可是不应该啊，这毕竟在博伊斯的家里，在他的眼皮底下干坏事，这得多蠢啊。博伊斯沉默了一下：“我会回去看监控的。”说话间，一声莱西也匆匆赶来，没有说一句废话，直接取出仪器给鱼珠检查。数据的灯光一直是绿色，这说明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可是看小人鱼难受的神情，也不似作假。莱西仔细地排查了一遍，又向爱丽丝询问了鱼珠的感受，好半晌才开口说道：“鱼珠是我们从未见过的高级人鱼，会不会是因为它血脉的关系，跟其他人鱼不一样？”众人都陷入了沉默。鱼珠见状被吓了一跳：“不会吧，不会吧？难道自己已经没救了？”这时玻璃罩被打开，博伊斯把他抱了出来：“别怕，莱西医生会用异能试着治疗你，你放轻松。”就见莱西伸手搭在他的尾巴上，鱼珠感到一阵别扭，正要甩掉，突然一阵暖流像止痛药一样划过，尾巴没有那么痛了。好神奇的能力，就像在大冬天喝了一碗热汤。鱼珠觉得十分舒服，不自觉地打了个哈欠，在这股温暖的力量中闭上了眼睛。莱西足足安抚了半小时才停手，而小人鱼已经进入甜美的梦中。博伊斯将他往怀里塞了塞，让莱西今晚跟他回去，就和爱丽丝夫妻告别离开了。回家后，博伊斯一晚没睡，就怕小人鱼半夜醒过来再难受，结果小人鱼安稳地睡了一夜，这反而让博伊斯有些不安。事实证明，博伊斯的直觉是对的，到吃早餐的时间了，鱼珠还没有睡醒，任凭博伊斯怎么喊也没反应。他连忙叫莱西过来，检查完之后，莱西脸色有些难看，小人鱼竟陷入了深度昏迷。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完全束手无策，因为鱼珠太小，不能用药物刺激他醒过来。莱西尝试用异能唤醒他身体的机能，却根本做不到。小人鱼像是开启了自我保护，除非他身体彻底没有问题，才会醒过来。博伊斯阴沉着脸问：“那要多久？”
他现在的状态有没有危险？莱西白着脸摇头，他现在就在危险中，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最好不要动他，不然他会更危险。一时间，气氛越发凝重。这天，博伊斯没有去议会厅，办公室内，黛西静静站在窗前。这时，通讯器响起，接通后，一个年轻男声传来：“亲爱的黛西，我送你的体力针剂，你人鱼朋友用的效果如何？”黛西嘴唇微勾，还不知道呢，你这针剂应该没有危险吧？那个男生回答道：“你的那个朋友不是2级人鱼吗？放心吧，成功率有60%呢。一旦成功，身体机能就跟1级纯血人鱼一样了。我这药剂虽然极端了一些，但对于女性改造人鱼的功效是最大的。亲爱的黛西，你不考虑一下吗？”黛西不似以往的一口回绝，而是很有技巧的把话题拉回了药剂上。如果是3级人鱼用了那药剂有什么后果？男人沉吟了一下，根据我所做的3级人鱼实验中，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例子。黛西无声的笑笑，温柔的劝道：“那真是太吓人了，你以后不要再用人鱼做试验了好吗？被抓住可不是闹着玩的。”对面的男人顿时陷入狂喜，他听出了黛西话语中的松动。这个世界只要是个男人，都想娶人鱼做伴侣，所以女性大多会选择融合了人鱼的基因，甚至一些弱小的男人也会选择转化成人鱼来维持生存。从前黛西对此嗤之以鼻，现在她终于想要转化为人鱼了，她一定会倾尽全力帮他完成，然后不惜一切得到他。此时一片深沉的黑暗里，鱼珠感觉身上到处都是火，她又热又冷，十分难受，耳边仿佛听到了谁的说话声：“我的孩子，你将成为全体人鱼的王，带领族人重新恢复昔日的繁盛。”她突然明白了什么，那是先祖的声音，是深深的刻印在灵魂中的传承。本应该过几年才会有传承的记忆，没想到因为外物的刺激，直接激发了她自身的潜能。当鱼珠一睁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满脸胡渣的邋遢男人，她吓得差点用尾巴抽过去，好在觉得对方有点熟悉，迟疑间就被男人一把抱进怀中。这是博伊斯哥哥。就在几小时前，莱西沉重地宣布，小人鱼的身体机能在不断下降，今晚就可以准备后事了。博伊斯几乎痛不欲生，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他感觉自己已经和小人鱼产生了无比深沉的羁绊。所幸奇迹终于出现了。这时听到声音的爱丽丝推门闯了进来，一把抱过鱼珠，不停地翻看。鱼珠也很高兴地拉着她：“爱丽丝姐姐，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一旁的博伊斯脸色瞬间就黑了，自己没日没夜地守着，结果这小没良心的醒了居然不理自己，他赌气似的坐在一边放冷气。爱丽丝也不管他，笑着点点头，正要说什么，然后他就呆住了，因为鱼珠的黑眸变成了金色。爱丽丝瞬间感觉到了来自血脉的压制，她甚至想把灵魂交给面前这个小人鱼。没过多久，鱼珠的眼睛恢复黑色，她调皮的吐吐舌头：“爱丽丝姐姐，对不起啊，我刚刚只是从你脑海中学习语言，因为这样子最快哦。”爱丽丝只觉得无比震惊，这份异能和压制力，您难道是传说中的人鱼王族？说到最后，她都用上敬语了。一听到鱼珠开口说话，更是既震惊又欣喜。几天后，博伊斯回到议事厅上班，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黛西辞职了。他皱着眉头命令下属继续调查鱼珠受伤的事。与此同时，家中的泳池内，鱼珠正与爱丽丝比赛游水。爱丽丝突然脸色一白：“我的肚子好像有点痛。”可能是动了胎气。鱼珠一听顿时慌神了，不会吧，这里只有他和爱丽丝2个人，不，2个鱼，他自己几天前也还是个蛋呢。就见爱丽丝虚弱的靠在泳池边缘，尾巴的某个地方已经打开，一缕缕鲜血正从她身下飘出来。鱼珠急得要命，赶忙爬上岸去拿爱丽丝的联络器，然而爱丽丝现在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就在鱼珠不知如何是好时，脑海中突然涌起一段古老的记忆，那是来自纯血古人鱼族的传承。爱丽丝姐姐，你不要慌，我们人鱼本来就是在水里生产的，其实比去医院还更轻松呢。鱼珠努力跟爱丽丝建立精神沟通，你按照我说的做，先憋住别喊，再深呼吸。奶声奶气的小嗓音听起来居然格外有说服力。爱丽丝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忍着疼痛开始蓄力。大概过了10几秒钟，随着啊的一声大喊，一颗蓝色的蛋掉入水中，爱丽丝这才虚弱的靠在鱼珠身上，艰难的拿过联络器，联系老公科德。亲爱的，你快过来，我已经生了。对面停顿了2秒，科德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亲爱的，你要生了？我马上回去。爱丽丝翻个白眼，笨蛋，我已经生了。说完就把联络器摔了出去。没几分钟，科德就急匆匆的跑来了，一看到鲜红的池水，顿时吓得不轻，赶忙把爱丽丝抱了上来。这时水里又浮起一个小脑袋，原来是鱼珠抱着一颗蛋游了上来。这一刻，科德简直想给鱼珠磕一个，谁能想到自己就离开了一会儿，小鱼珠就帮着自己老婆把孩子给生出来了。这时医生莱西也匆匆赶来，指挥科德把爱丽丝抱进房间，然后开始给蛋做检查。看着爱丽丝母女都还算平安，鱼珠也小小的松了口气。这回他才注意到自己身上都有些脏脏的，原本干净柔软的秀发也沾着血，怎么办？好想洗澡，可是又不能这样子回家。还是爱丽丝注意到鱼珠的窘迫，她没好气的拍了看着蛋傻乐的科德一巴掌，赶紧带猪猪去浴室，再给他找一条干净的浴巾。等到鱼珠舒服的钻进浴缸后，博伊斯也收到了莱西的信息，得知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顿时坐不住了。自家人鱼仔仔才多大就能帮人生孩子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吓到。简单跟下属交代了一下，博伊斯立刻往科德家里赶去。而浴室里的鱼珠已经玩起来了。爱丽丝的浴缸特别大，浴液也香喷喷的，他还看到一个装着红色小星星的瓶子，鱼珠有点好奇的倒出来一点点，没想到那些小星星瞬间铺满了浴缸，还变成了大朵大朵的玫瑰。哇，这也太漂亮了。于是博伊斯匆匆赶来时，一开门看到的就是自家小人鱼在泡花瓣浴，只不过肥嘟嘟的小身子一点也不优雅，反而像是一锅撒了花瓣的汤圆。博伊斯嘴角抽了抽，鱼珠偷瞄了一下他的脸色，莫名也有点心虚。对了，自己现在大概就像是小孩子偷穿大人衣服，或者偷用大人的口红，好像是有点不乖了。鱼珠吐吐舌头，真想快点长大呀。时间一晃过去了3个月，这天博伊斯去上班了，鱼珠照例来看望还在蛋里的小妹妹，然后和爱丽丝一起吃零食。
时追剧，只是这言情剧的剧情，鱼珠都不想吐槽啊。一个女白领因为不能生孩子就被男朋友甩了，然后她发愤图强赚了很多钱，给自己做了转化人鱼手术，从此勾搭高富帅，不停的生蛋走上人生巅峰。还有一点鱼珠很不明白，她疑惑的拉了拉爱丽丝，人鱼为什么还要分等级啊？大家难道不都是同类吗？爱丽丝依依不舍的把电视暂停，回头跟鱼珠解释道，大多数女性只能转化成4级人鱼，身体非常脆弱，有的女性身体好，可以转化成3级或2级人鱼，如果基因特别优秀，下一代甚至有概率直接生出原生人鱼，这样的孩子不仅大脑更发达，也更有可能激发出异能。说到这，爱丽丝的表情严肃起来，像你这样的小人鱼很有可能被联邦一些人盯上，所以你出门时要记得给尾巴涂上变色膏。鱼珠听后心里怕怕的，还以为自己走上人生巅峰了，没想到还是处处危机。看着他一脸被吓到的小表情，爱丽丝却突然笑了，不过有博伊斯在，他肯定不会让你陷入危险的。而此时的联邦议会厅，博伊斯刚刚准备下班，突然接到了一条意外的通讯，是辞职的前助理黛西。博伊斯大人，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希望你来我家一趟。出于对曾经得力助手的信任，博伊斯还是依约前往。然而当他见到黛西时，直觉自己的到来是个错误，因为黛西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博伊斯大人，我喜欢您很久了，您知道这3个月我去做什么了吗？话音未落，他猛地解开身上的长袍，一条深蓝色的大尾巴甩了出来。博伊震惊的立马转身回避，声音依旧冷得像冰，你去做人鱼改造手术了。黛西看着博伊斯的背影，神情充满了爱恋。博伊斯大人，我知道您收养了一条人鱼，可它不过是条3级人鱼，而我已经通过基因改造成为1级人鱼了，请让我陪伴在您身边好吗？说着他就走上前来，想要从背后拥抱博伊斯，谁知却被一把甩开。博伊斯看着倒在地上身姿曼妙的黛西，眼里却是波澜不惊。本来我还不能确定上次鱼珠受伤是不是你做的，现在我正式警告你，这10几年来你在我身边的苦劳，跟你伤害小人鱼相抵消。如果你再不安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完他连头也没回，转身大步离开，留下黛西一脸阴狠。他竟然猜出来了，还如此不顾旧情。黛西一把将身下的沙发垫扔了出去，白色羽毛漫天飞扬。博伊斯，我们走着瞧，我倒要看看那小人鱼你护不护得住。回去的路上，博伊斯给亲卫发了一条信息，黛西触发黄线，所有人员注意，根据联邦记录，从没有出现过女性转化人鱼能达到1级的水准。博伊斯推测黛西是跟某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有交易。将监控任务布置下去后，他调整了一下表情，敲响了爱丽丝家的门。鱼珠正趴在水箱边看人鱼蛋，博伊斯走过去摸了摸小人鱼的脑袋，猪猪，现在回家吗？鱼珠看到博伊斯回来了很高兴，忙不迭的点头，好呀好呀好啊。可就在博伊斯抱起他往外走的时候，鱼珠鼻子动了动，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博伊斯哥哥，你身上是什么味儿啊？博伊斯皱眉往自己身上闻闻，然后脸刷的黑了，这是黛西蹭上去的味道，没什么，回去洗个澡就没有了。他不自然的把小人鱼往外挪。鱼珠疑惑的哦了一声，完全没有被糊弄过去的意思，反而怀疑的凑近了点，香香的，虽然很淡了，但很明显就是女孩子的香水味。鱼珠眼睛眯起，还做了个推眼睛的动作。哥哥，你是不是去约会了？博伊斯额头瞬间落下几道黑线。没有。林夕有点怀疑，那你身上怎么有香水味儿？白修脸不红心不跳的解释道，别人不小心蹭到的吧。林夕听到解释，松了一口气。哦，这样啊。白修突然想调侃一下小人鱼，怎么，哥哥约会不喜欢？林夕闻言脸轻轻皱起，犹豫的说道，没有，哥哥约会好。白修挑眉，为什么？你要我给你找个嫂子吗？林夕心里有点奇怪，但还是说道，你年纪不小了，该找了。白修回到家，打开自家的门，把小人鱼放毛毯上，自己坐在一旁，认真的说道，我要是有伴侣了，就不能再这么照顾你了，疼爱就分出去一大半了。啊！林夕心里有点不高兴了，自己也知道这是没道理的，自己本来就是个拖油瓶，怎么能这么自私，不让人家找对象呢？心里很难过，说话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带上了可怜巴巴的语气。哥哥，你现在已经有目标了吗？白修眼里闪过一丝极快的笑意，轻咳一声说道，差不多吧。林夕听后心不住的往下沉，有点想哭，委委屈屈的嘟囔道，那我会很乖的，会听话的。本来就想逗逗他的，谁知道最后自己反而心疼了。白修抓起小人鱼的小手，想说句话，结果小人鱼抽出了手不让自己握。白修有点好笑，面上还是难过的说道，西西怎么了？不理我了吗？林夕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不想让他碰自己了，他都要有女朋友了，还要理自己这个妹妹干嘛？看小人鱼不发一言，白修安慰道，哥哥虽然有目标了，但不是现在就要确定关系的，怎么也要先把你养大再说啊。真的吗？林夕有点不好意思，没想到自己还耽误了人家搞对象，但是很高兴是怎么回事。白修认真的点头，真的，等你什么时候长大了，哥哥再把嫂子带给你看。林夕心里没有之前那么不舒坦了，知道白修是真的为自己考虑，主动的投怀送抱，吧唧往他脸上亲了一口。白修很受用的也往林夕的脸上亲几口，但是小人鱼不安分，一直乱动，一不小心就蹭到了嘴上。这下俩人都安静了，林夕红着脸滑进绒毯里，脸朝下的趴在毯子上不吭声了。白修也呆呆的坐在一旁，无意识的舔了下嘴唇，然后起身往卧室去了。林夕光顾着自己害羞了，一点也没察觉到不对劲。长辈亲小孩子脸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不小心蹭到嘴角什么的，但都一笑而过，不往心里去。而现在俩人明显状态不对，林夕却没往深处想。在卧室的白修只能一遍一遍的期待着时间快过去吧，等得太心急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此时爱丽丝家的泳池里特别热闹，一条大美人鱼带着2条小美人鱼在玩游泳比赛，当然赢家还是那条泛着金光的那条。
小林夕，你游得越来越轻松了。最后那条小美人鱼呼哧呼哧的终于赶上来了，一上来就委屈的说，你们都以大欺小。林夕哈哈大笑，我只比你大几个月而已，慢慢你该多锻炼了。人鱼慢慢有点委屈，明明跟其他人鱼比赛的时候自己总是第一的，可就是比不过林夕。爱丽丝看着自家的傻孩子，安慰道，小曼曼，你没看见妈妈也有不过林夕吗？咱下次不跟她比了。曼曼很执拗，奶声奶气的说道，不行，我一定要赢林夕一次才行。林夕无所谓的大笑，好啊，改天让你赢一次好了。曼曼撅起了嘴巴，我才不要让你让呢。哼！爱丽丝看俩人又有点要掐架的意思，连忙拦住，好了宝贝们，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咱们去看看。林夕一跃跳到岸边，金色的尾巴一晃，变成了2条白嫩嫩的双腿，穿上小裙子，跟在爱丽丝屁股后面。人鱼慢慢就有些慢了，吭哧吭哧的上到岸边，再吭哧吭哧的换成腿，像蹒跚学步一样的跟在后面。要是让科德看见，又该心疼了。他家小人鱼承受了人鱼在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痛。试问整个联邦，谁家5岁的人鱼就可以走路了？试问整个联邦谁家的5岁人鱼天天拼命练习游泳的？试问整个联邦谁家的5岁人鱼能说话特别利索的？好吧，白修家的就是。等慢慢到游乐厅的时候，林夕和爱丽丝正在那等着呢。科德自从有了慢慢之后，就想招法的宠闺女，有啥好玩的好吃的，第一时间给自家闺女弄家里来。这不有一天，慢慢指着动画片里的游乐场说，他想去那里玩。科德二话不说，在自家泳池的旁边建了个小型游乐场。尽管当时慢慢还不到2岁，游戏厅里什么都有，2台打游戏的游戏机，小型篮球框，充气城堡，滑滑梯，秋千架等等，连林夕都有份。白修也想在家里弄一个，被林夕拦住了。他说他要跟慢慢一起在他家玩。就这个事，白修当时还郁闷了好久，哪回见林夕都要说他幼稚。言归正传，爱丽丝神神秘秘地拿出2个盒子，分别递到林夕和慢慢的小手中。俩人打开一开，是2条一模一样的彩钻手链。哇，爱丽丝姐姐你发财了，送我这么好看的手链。慢慢已经迫不及待地戴上去了，正臭美的不停翻看呢。爱丽丝捏一颗桌子上的水果，扔进嘴里说道，这是我送给你们开学的礼物，明天你们就要开始上学了，送个小礼物鼓励一下。其实心里是觉得这俩孩子实在太萌了，戴一模一样的手链就像小姐妹一样，多有爱啊。爱丽丝心里幸福的想要冒泡，林夕也坦然收下，开心的说道，嘿嘿，谢谢姐姐了。林夕发现她手链上的钻石要比慢慢的多一颗，转而一想，自己手腕比她粗一点，确实需要大一点的。还好小慢慢还数不清数，不然又要有意见了。爱丽丝姐姐真是太实在了，一条手链竟然全都是用彩钻连着，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啊。在这里生活5年多了，林夕早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如果换成一开始，还会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什么都稀奇。像这种钻石手链根本想都不敢想，拥有一条肯定要好好供起来的。但现在就跟收到普通几块钱的小东西一样，因为这几年白修给他买的宝石钻石太多了，他有一个柜子就是专门放这些的，每年都增加一些，爱丽丝送一些，白修送很多，就连莱西大哥也时不时的送个小礼物，爷爷就不用说了，送的东西都可贵重了。林夕感觉自己现在活得像个小公主，慢慢也是一样的，小女孩的天性，看到漂亮的东西要稀罕好久，可看几天也就不稀罕了，随意的丢在一边。爱丽丝总是跟在她屁股后面收拾。妈妈，为什么林夕跟我的一模一样？慢慢有点不理解。没等爱丽丝说话，林夕就对慢慢说道，这样到学校了，别人才知道我跟你关系最好啊，他们才不敢随意的欺负你，因为我可以替你打回去。慢慢转得慢的小脑袋想了好一会儿才点点头，一会儿又摇摇头，伤心的问爱丽丝，妈妈，为什么林夕可以长那么高，我这么矮？爱丽丝心里有点无奈，几岁的小孩子总是喜欢问来问去，但还是耐心的解释道，因为林夕吃得多，当然长得就快了。慢慢听后说道，我今天也要多吃一点，我要长得比林夕还高，我要替他打架。林夕扑哧一笑，好啊，那你晚饭多吃一点哦。跟慢慢在一块的时候，林夕觉得自己智商一直在倒退，很幼稚，心理年龄都23了，每天还跟5岁小朋友一样，有时候自己都受不了自己，无声的叹口气，时间过得太慢了，虽然自己看上去像7、8岁了一样，可实际上也才5岁半的年纪，明天他要开始上幼儿园了，好难熬啊。餐厅里，白修跟科德在一起用午餐，科德感慨道，5年了，听说亚瑟快要回来了。白修点头，清理的差不多了。科德啧啧出声，没想到这亚瑟还真有2把刷子，竟然还真让他给打回去了，看来这主星以后就热闹了。白修拿纸巾擦擦嘴角，这样联邦才有希望。科德猛点头，是啊，省得老揪着你家不放，这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啊。白修笑笑，心里也是一阵轻松，我打算等西西大一点，我们就搬离主星，去卡农星球定居。科德没想到白修会这么想，惊讶过后就是激动，白修你怎么这么会享受生活呢？爱丽丝早就想去卡农星球定居了，啥也别说了，我们到时候跟你们一块去，你得给我们留套房子，最好就挨你们边上。白修没有异议，他知道林夕喜欢他们一家，这么多年林夕他们也一直照顾着，一套房子算什么，没问题。科德哈哈大笑，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一样。事实上爱丽丝每年送给林夕的珠宝都够买好几套房子了，不过就是知道了也不在意，不在乎这几个钱。吃完饭后，俩人去买了一些东西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就听到了屋内的欢声笑语，虽然一般都是爱丽丝跟林夕被慢慢给逗笑，俩人对视一眼均能看出对方眼里的暖意。科德咋咋呼呼的进门，你们又在欺负我宝贝闺女了。慢慢一听靠山来了，
连忙撇着小嘴巴要爸爸抱。爸爸妈妈他们都欺负我。柯德心里想笑，面上还是心疼的哟。他们怎么欺负你了？慢慢扳着小指头一条一条的说，妈妈不让我吃剁椒鱼头，还不让我吃那个，林夕一直吃，都把我想吃的吃没了。柯德使劲憋着笑，憋得脸有些泛青了痘。他的小曼曼怎么这么可爱？爱丽丝听着闺女的告状不为所动，依旧慢条斯理的啃着螃蟹腿，凉凉的说一句，妈妈都跟你说了，那些都辣，吃了会上火，忘记你上次屁屁痛了。慢慢低下头小声反驳道，林夕就吃那么多啊。林夕风凉话似的说道，谁让我不会上火呢？慢慢感觉自己说不过了，就趴柯德的怀里不吭声了。而白修进屋后就坐在林夕的旁边，听着他说话的声音，自己安静的吃饭。林夕的饭量是之前的1倍量，每顿都要吃很多，但林夕也吃得很快。他确实吃辣辣的东西不容易上火，因为他每天要喝很多的水，最少1桶10升装的水。爱丽丝也是这样，林夕现在已经可以维持1天的双腿样子，如果坚持的话，2天不变成尾巴也是可以的，但外部没水，内部就不能缺水，要喝够水才可以。愉快的晚餐结束了，白修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林夕，这是给你上学用的。林夕接过又像是平板一样的东西，问道，这是什么？这是购物器，在学校的时候想买什么就自己上去找就行。林夕已经操作起来，这就是一个随身带的购物 app， 里面卖什么的都有，当然仅限主心范围的。听白修说，这个绑着他的卡，买什么东西他那边会自动给结算，而自己有需要就尽管买就好了。对着白修甜甜一笑，谢谢白修哥哥。白修只是笑笑，那边慢慢就有意见了，拽着爸爸衣服说道，我也要买东西。柯德也准备了，拿出来给小人鱼慢慢看，宝贝慢慢啊，你认识上面的字吗？慢慢还不认识字，但他会看图片，瞎按了一通之后就不感兴趣了，还没看动画片的那种好玩呢。我不要这个了，我要看动画片。柯德对闺女是有求必应，好啊，爸爸陪你看。还没看多久呢，慢慢就趴沙发上睡着了，玩了一天早就累了，吃饱饭就没精神了，不过一直在强撑着而已。天也不早了，白修他们就回家了。回到家中，林夕在整理着自己明天上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要准备的，一个购物器就足够了，缺什么再买。白修只是坐在旁边看着小人鱼捣鼓，他跟小人鱼之间有了一丝距离感，这不是说不亲近了，而是男女之间的距离感。小人鱼不到3岁就能变成腿了，变成腿之后就没在一个房间睡了。林夕搬到了次卧，按照自己的喜好把房间收拾得像小公主一样，每天都美美哒。白修想象的卧室衣柜，男女衣服各占一半，压根就没实现。人家小人鱼自己会挑衣服，拥有自己的小衣柜，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了。白修觉得小人鱼距离他有点远了。白修哥哥，你怎么了？林夕觉得现在就挺好的，兄妹嘛，年龄差再大也要保持距离，又不是小时候了，自己又不是小孩子，怎么能成天跟一个成年男人睡在一起？万一产生依赖怎么办？那他又不负责怎么办？所以距离产生美。虽然这个哥哥反应有点奇怪，白修默了一下说道，我没事，西西长大了，我很高兴。林夕跪在沙发上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说道，白修哥哥，你当奶爸这么多年了，我决定给你放一个假。白修，你不是说你要等我长大了就要去找对象吗？林夕坐回去摸着下巴说道，我认为时机已经到了。白修的脸色瞬间变得冷淡，就这么静静地盯着他。怎么了？林夕被看得心里有些发怵，他说错话了？你就这么希望我给你找个嫂子回来？声音有点飘渺，听不出情绪。林夕的心一咯噔一咯噔的，白修这是怎么了？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他还没见过他这一面呢。我刚蹦出一个字，白修就阴沉着脸回他自己的房间了，房间门不轻不重的被关上。林夕呆愣在原地，这是生气了，可是为什么呢？他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他倒是想找媳妇还是不想找呢？话也不说清楚，也不说自己说错在哪了，发什么脾气嘛？林夕也气呼呼的回自己屋里睡觉了，躺在鹅黄色松软的大床上，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心里烦躁。他怎么第一次觉得这白修脾气好像不怎么好啊？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平时的相处他也能看出来，好像大家都挺怕他的，明明他也没做什么。今天他算是知道为什么了，有点委屈。他今天竟然这么凶自己，下一秒眼里就有了雾气。可是仔细一想，他是怎么凶的？雾气又散了回去，好像也没有对自己吼什么，但就是听上去心里发怵。他也没有摔门什么的，好像是自己关门的声音有点响。突然表情变得有些讪讪起来，这么想来，好像发脾气的是自己一样，好烦啊！不想那么多了，起身去冲了一下身体，尾巴伸展出来，在浴室玩了好一会儿，才回到床上睡觉。这边倒是进入梦乡了，主卧里的白修还一直阴沉着脸，不知道在气什么。难道说我是把你当媳妇养的？这句话他说不出口。难道说我的目标就是你？这话对一个幼童身体说，他自己都觉得变态，只能自己跟自己生气，顺便唾弃一下。时间过得太慢，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不知何时也睡着了。林夕穿着小白兔连体衣，在学着兔子蹲在地上蹦蹦跳跳，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是不是傻啊，像一个智障童一样，连忙站起身，然后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这身体竟然抽长了，1.6米的身高。林夕拍拍自己的脑袋，这是又做梦了。他的精神力总是不稳定，老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梦境，不过一般过一会就可以出去了。他想要看看他这次又梦了啥，结果一出门就变成了森林。林夕嘴角抽抽，他可不可以认为他是想念大自然了？走在森林的小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这是在主星上没有的味道，还有那颗真正的太阳。这个时候的森林应该是初秋时候的吧，周围的风都是温和凉爽的，深呼吸一下，全身上下说不出的舒畅。沿着小路走走停停，时不时的还冒出几个蘑菇，他怎么感觉自己现在有点像采蘑菇的小姑娘？只是太安静了，连个小动物都看不见。有一件奇怪的事，这是在自己的梦中，按照之前的经验，不是想到就该出现了吗？等等，前面那个穿大灰狼连体衣的是什么鬼？哈喽，大灰狼转身了。白修哥哥。白修感觉自己刚睡着，精神力一阵波动，人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方。皱眉打量着周围的情况，谁这么大胆敢用精神力袭击自己？找死也不找地！刚想采用暴力手段打破这个幻境，结果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转过身看见来人，顿了下，神色不明地问道：西西，你怎么在这儿？灵犀也懵了，不敢置信地上前摸摸白修的身体。不对啊，跟白修拉开距离。你怎么知道我是西西的？我都这么高了。白修神情平淡地说道：你的长相有辨识度，只不过比小时候更好看了而已。灵犀以为自己把白修给梦进来了呢，梦里的白修也这么聪明吗？还是自己把他想的就这么聪明？白修看着突然蹲在地上的小兔子灵犀，开始认真地打量起周围的环境。这是个森林，西西穿的像只兔子，而自己狼，嘴角微微勾起，他喜欢这个身份。他知道人于精神力方面并不弱，没想到他家西西还这么小，竟可以弄出这么长时间不消散的幻境。看他这样子，好像挺意外自己的出现。难道这是他无意识弄出来的？突然想到一个可能，他晚上是不是吓到他了，导致他现在给自己弄了个这样的形象出来？白修微笑，这是哪啊？灵犀低下头说道，我也不知道。突然白修向自己走近了几步，灵犀下意识的后退，心里有点着急，怎么还不消失啊？我要出去啊！白修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感受到这个幻境已经不稳了，他在破坏，但是他还没欣赏够呢，怎么可能让他弄坏？直接用自己的精神力给稳固住了，除非他自己想要出去，否则他得一直待在里面。但灵犀不知道原因，他觉得白修现在像披着狼皮的狼一样，心里怕怕的，尽管这是连体衣，看上去很可爱。他从心里感觉到一丝无措不安，明明这是自己的梦啊。这是他下意识对比自己强的人感到畏惧，毕竟对精神力这方面还不怎么熟悉。僵硬的张口扯了个谎，白修哥哥，你自己先待会哦，我去那边方便一下，我先走了啊。还没迈开腿就被拉住了，就听见白修不要脸地说，我陪你一起去。灵犀大吃一惊，什么？哥你疯了？你要看我上厕所？白修神色如常，淡定地问道，怎么了？仿佛是他自己大惊小怪一样，僵硬地扯出一丝微笑，你要看女孩子上厕所？白修摇摇头，不，你才5岁，这森林里有虫子，咬你屁股怎么办？说着还瞄了一眼他的屁股。灵犀脸色一阵红一阵青，他竟然耍流氓。灵犀有点生气了，但一想这是自己的梦，在自己的梦里还让别人给欺负了，这说不过去。转过身不再看白修，闭上眼睛开始专心打破这个幻境。白修感觉小人鱼在跟自己争夺幻境的控制权，他不想太激烈的跟他对抗，他会受伤的。瞄了瞄他粉嫩的唇瓣，他觉得怎么也得收点力气才可以走。灵犀额头上冒出了细汗，他平时一下就出去了，今天为什么出不去了？还没等声响，突然落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怀抱中，熟悉的是味道，陌生的是感受，一下子就让自己前功尽弃，茫然地睁开眼睛看着抱着自己的白修。他的眼睛像漩涡一样，仿佛掉进去就出不来了，那里有他看不懂的东西，却让自己感受到新的悸动。对视了几秒，一片阴影投下来，微凉的薄唇贴上了自己的。灵犀神情正松地坐在床上，他已经从梦境里出来了，小手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嘴巴，仿佛还残留着不属于自己的味道。他知道有什么东西回不到原来了，这是他自己的梦，难道他的内心深处是希望白修这样对自己的吗？他的心跳突然不受控制，砰砰砰的狂跳。他在梦中失去了初吻，而夺走自己初吻的那个人或许并不知道。灵犀感受到了迷茫，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办了。看了眼时间，才5点整。他想他要泡个澡冷静一下，赤着脚边走边变成尾巴。浴缸里放满了水，灵犀静静地躺在里面，闭上了眼睛。而主卧里，跟灵犀同一时间睁开眼睛的白修，则嘴角挂着满足的笑意，像吃了蜜一样的甜。仅仅只是回想了那个瞬间，白修就浑身浴血沸腾，叹了口气，去浴室泡冷水澡了。同一个屋檐下，不同的浴缸内，躺着心思各异的2个人。太阳灯如约而至的亮起来了，灵犀已经冷静了下来，反正白修也不知道，就当这是自己的一个小秘密好了。回到床上，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瓶子，倒出一点在手上抹匀，均匀的抹在尾巴上。不到半小时，尾巴颜色就变成了丑兮兮的土黄色，撇撇嘴，感觉自己就像一条土蛇。外面食物的香气已经飘到屋内了，不再磨蹭，尾巴直接蹭着地毯就出去了。白修心情很好，破天荒的亲自准备早餐，其实就是动手点几个菜而已。看到灵犀出来，脸上的笑意更盛，早啊西西，快来吃早餐，吃完送你去上学。灵犀有点别扭，回避着他的目光，同时又很疑惑，为什么他今天心情很好的样子？白修哥哥，你今天心情看上去很好啊。白修微不可见的点点头，舌尖顶顶上颚，说道，昨晚睡得香，今天精神好。其实差不多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灵犀抬头看了他一眼，气色确实很好，不似往常那样冷邦邦的，今天还多了一丝红润，看上去有一点点亢奋。咕噜咕噜，算了，做了一晚上梦，累得不轻，先吃饱再说。灵犀直接在家里吃饱了，虽然幼儿园中午有饭，但自己的饭量那么吓人，吓到其他小朋友和老师怎么办？
就留个吃水果的地就行了。只是有一点不是很满意，白修竟然不让自己变成腿去上学。心里叹口气，没办法，幼儿园里的小人鱼大部分都还变不出来双腿，即使变出来也维持不了多久，走路更成问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关注，他也只能拖着这条丑丑的尾巴。准备好了吗？我们该走了。好了好了，林夕已经检查好自己空间牛里的东西，出了门却跟平常不一样，不走传送点了。还没问出口，一架直径长10米左右的银色圆形飞行器出现在自己的上空。咦，今天要坐这个出门吗？白修点头，抱起林夕一个跳跃，跳上了距离地面有7、8米高的飞行器上。哇，这是哥哥你的吗？真酷。林夕在看电视的时候见过不少这个东西，本人还是第一次坐呢，新鲜的不得了，正摸摸那碰碰。白修看他这新鲜劲，好笑道，这是咱家最小的一架，人鱼幼学园附近没有传送点，只能开飞行器过去，等什么时候有空了，我开着飞行战舰带你去外太空玩玩。林夕很期待。好啊好啊，那真是太棒了。对于未知的东西，林夕还是很向往的，虽然人已经到了外星，但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围着自己家和爱丽丝家转。这建筑都看腻了，看电视倒是很新鲜，但那都是在别的星球上拍摄的，在主星上哪里都很冷清。主星上不好玩，虽然有钱很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慢慢他爸爸还给慢慢弄了个游乐场，但来得太容易，总是会很快就失去兴趣，突然就有那种当有钱人的无趣感了。胡思乱想中，飞行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透过窗户看见天上好多辆飞行器啊，自家这个还真是最小的那个。刚被白修抱下飞行器，就看到另一边柯德也抱着慢慢下来了。慢慢看到自己就开始大声的打招呼，西西，我也来了。林夕给慢慢挥挥手，环顾一下四周，从飞行器上下来的成年人都抱着一只小人鱼，并且不放进小推车里，直接抱着就进学校了。林夕有点没脸见人，心里有点对不起白修，人家小人鱼都像慢慢一样，小小的一团，抱着很可爱，而自己的个头比他们都大，看着比他们年长好几岁一样，也被抱着进学校，实在有点小丢人。慢慢悄悄地问柯德，爸爸，西西怎么了？是不舒服吗？一直躺在白修叔叔的怀里不动，还有西西尾巴怎么变得丑丑的？柯德抽抽嘴角，小林夕长得太快，也不知道白修抱得累不累。西西可能因为尾巴变丑了，在伤心呢。你到学校好好安慰安慰他。慢慢像接到命令一样，郑重的点头。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西西。柯德听后甚感欣慰，闺女从小就这么懂事，真招人疼。白修则有些不解，低声问，西西你怎么了？林夕闷在白修怀里说道，我下次不要被你抱了，我长得太大了。白修环顾一圈，就明白了小人鱼在别扭什么，不禁低笑出声。感受到白修在笑话自己，林夕脸色有点难看，小手直接伸进他的衣服里，捏住他腰间的软肉，使劲一拧。听到头顶上传来吸气声才松手，心里好受了不少。白修哭笑不得地看着小人鱼，摇摇头没再说话，这报复心还真重。不要以为林夕手小捏人就不疼了，事实上林夕现在是个小大力士，如果是个没什么异能的平民，被林夕尾巴抽上一次，至少要半身瘫痪。前段时间林夕在家看电视看得太投入，尾巴激动地甩来甩去，啪，抽碎了客厅的桌子，把林夕吓得不轻，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就变得这么暴力。下意识的赶紧让爱丽丝帮自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桌子，摆在客厅放好，坏的那个毁尸灭迹。他跟爱丽丝分析过了，饭果然不是白吃那么多地，看多有劲啊。到现在白修都还不知道，自从被林夕发现家里有摄像头后，就勒令白修不许再偷看家里的情况了，一点隐私都没有。好在白修也不是偷窥狂，就随小人鱼的意了。白修大人，柯德大人，这是你们的小人鱼吧？真是太可爱了。他们已经来到了教室，有2名老师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新的学生。其中一名老师眼尖地发现2位大人物，赶紧上前热情招呼。是这个班吗？柯德问。那名老师忙点头，没错的，新生都在这个班。那我们先进去看看环境。老师没有不应的，在主星上来送小人鱼上学的家庭都是大家族，没有一个能轻易得罪的。一个不到30人的新生班，光老师就有5位，里面的设施年年换新，一间教室就差不多100平方米。每个人鱼都拥有独立课桌，配套真皮座椅，每个座椅上面都铺上了质地优良的坐垫，每套桌椅外围都细细的包上了海绵一样的东西。人鱼都太小了，杜绝任何被磕着碰着的可能。教室的后门连接一个比篮球场还要大的水上乐园，里面的池水清澈见底，底部还装饰着水生植物。林夕看得眼前一亮，连他这种大人都想快点跳进去玩一玩，更别说其他的小人鱼了。有一些小人鱼已经迫不及待地跳进去了，慢慢也有些异动，只是人太多，还有一丢丢的怕生。通过水上乐园就是饭厅了，每个班有自己独立的饭厅，跟教室差不多，餐桌椅也是豪华版，按人数分。贴心的是，每个餐桌上都放了一个小电子菜单，每天更新，有文字有图片，很卡通也很可爱。菜式并不是固定的，上面有几百种适合幼儿吃的食物，喜欢吃哪个就点击哪个图片，在位置上乖乖等着，会有专门陪护人员来送餐，这真的是贵族式的上学了。这基本上是新生可以活动的范围，出了饭厅的后门就是大花园，铺满了青青的草地，分为3部分，中间是人鱼小推车行走的车道，左侧是一个花园，推车也可以进去，有花间小路，右侧是给小人鱼们玩耍的地方，到处都是人鱼滑道，有高有低，有几条小人鱼已经在那玩开了。有滑道的地方，草地毯都铺得很厚，完全不用担心摔伤，可见学校的用心。林夕很满意这个地方，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有没有？当然，学校里面不会出现平民的孩子，因为他们连学费都交不起，在这里待1年，学费至少7位起。有些大方的家长，为了孩子更舒心，捐什么的都有。西西喜欢这里吗？白修低声问。林夕眼睛都不够用了，喜欢，这里的环境真好。柯德哈哈笑道，那当然，这可是主星上最好的人鱼幼学园了。为了小人鱼安全，这里都不允许修建传送点，就怕一些闲人有事没事的来打扰孩子们。慢慢已经等不及了，他还没有玩过这个滑道呢，心急的想要下去。柯德无奈的哄道，慢慢等等啊，爸爸先去跟老师交代一下，咱就过来玩啊。慢慢人虽然被抱走了，但脑袋还停留在那个花园中。观看的差不多了，学校规定家长不能在学校找时间逗留，会让孩子产生依赖，那小人鱼就变得非常粘人，这对人鱼的成长非常不利。时间已经10点半了，白修还是很放心林夕的，毕竟他不是真的小孩子。西西，我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中午多吃点。林夕坐在教室自己的位置上，淡定朝白修摆摆手，记得放学来接我哈。白修这边好搞定，柯德那边就不行了，人家慢慢跟林夕一样，不停的跟爸爸说再见。结果柯德有点掉链子，不过就在学校待半天的时间，好像走了就看不到了一样。还是白修实在看不过眼，给拉出去的。出了学校门口，柯德还眼睛红红的。白修黑着脸呵斥道，你丢不丢人？慢慢都没事，你这个当爸的丢不丢人？柯德使劲逼退眼里的失意，情绪不高的说道，你不懂，西西从小就聪明，做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但我们家妈妈还那么小，性子那么软，我看到那几家也把孩子送来了，那几家的孩子是出了名的刁蛮，欺负我家慢慢的怎么办？越想越不放心，对白修说道，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守慢慢一天，我实在放心不下。白修眼角抽抽，怎么也没想到柯德当爸了之后会是这个德行，随便你，慢慢总要长大的，你现在放不开，以后会更黏你，我简直不敢想象，等你家慢慢将来嫁人的时候，你还活不活了？柯德一听有人跟自己抢闺女，简直心如刀割，打心眼里的抵触嫁人这个词汇，就当着白修的面眼睛变得通红，好像马上就要去宰了那个拐跑自家闺女的臭小子一样。白修看这个憨货，拿手摸摸额头，不再管他，自己开飞行器走了。最后柯德也没留下来，因为爱丽丝一个视频把他一顿臭骂给骂回家了。差不多吃午饭的时间，家长都陆陆续续的走了，林夕跟曼曼已经坐在饭厅安静的等待开饭。林夕正在兴致勃勃的在菜单上点菜，虽说在家吃饱了，但中午来份水果也不错，每份都跟图片上一样只有几块，低头啪啪啪点了10来份水果，自己点完又帮曼曼点了一些。刚回到位置上，饭厅就开始哇哇的响起小人鱼的哭声，还不是一个两个，大多数都在哭。人鱼的声音没有难听的，小人鱼们说话的声音都清脆的像乐章一样动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此时饭厅里，有的小人鱼太黏自己的父母，一时看不到自己的双亲，都开始呜咽起来。饭厅里弥漫着思念、害怕的情绪，感染着其他的小人鱼们。眼见局面已经不可控制，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那歌声带着安抚的作用，至少小人鱼们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盯着正在唱歌的其中一名老师。林夕听到歌声，立马就断定这名老师是一条人鱼，想想也是，以人鱼的娇贵程度，哭闹起来除了人鱼谁还敢招惹呢？歌声持续了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其他4名老师已经安抚住情绪最容易失控的那几条小人鱼，现在饭厅里一片祥和。接着几名穿着像是服务员服饰的陪护推着餐车来给人鱼们送餐。第一个就是林夕这里，那名男陪护看上去很年轻，对林夕光点水果的行为有一丝惊讶，柔声问道，你不再点一些其他的主食了吗？这么多水果吃不完会浪费的。林夕对这个温声细语的男陪护很有好感，不吝啬的给对方一个大大的微笑，谢谢，我可以吃完。男陪护被小人鱼的笑容笑花了眼，这么小就这么好看，长大又是一个祸国殃民，眼神不着痕迹的瞥了一眼他的尾巴，暗道可惜，这么玉洁通透的小美人竟只是一条3级人鱼，不过态度依然和谐。那好，你先用餐吧，有什么事招呼我就行。说完就去给下一桌人鱼送餐了。林夕吃着盘里的水果，看着饭厅中推着餐车走来走去的服务人员，有点奇怪啊，怎么都是男的？班里老师都是女的，陪护就都是男的，他们学校分工就这么极端吗？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服务员身上不该有这种气质的，一个个像世家公子一样，说话温文尔雅，虽然身上没有佩戴任何饰品，但那仿佛与生俱来的贵气像融入到骨子里了一样。想不通，想不通，可能这就是贵族学校专门培养出来的。不过都很养眼就是了，人鱼相貌都不俗，不管是老师还是陪护，那样貌一个也不差，一屋子高颜值的人呢，吃饭都香了。不过愉快的午餐总会出现几个不合群的声音，一个小人鱼正在发脾气，我不要吃这些，我不要用这种盘子装吃的，我要回家，我要爸爸。一名老师在他的身边正细心的安抚，宝宝乖啊，我们不可以挑食的，大家都一样的。那小人鱼不听，胡乱的挥舞胳膊，还打翻了几个盘子，弄得桌子一片狼藉。那老师也很为难，人鱼的性格大多数都是温和的，即使有暴躁的，但那也是讲道理的。这条小人鱼真是被他爸妈惯坏了都。老师没办法，只能耐心的哄着。那小人鱼依然不依不饶，但并不影响其他人鱼用餐，其他小朋友只是看一眼就各吃各的。林夕单手支着脑袋，一手拿叉子往嘴里送水果，那双眼睛机灵的转来转去，专门围观热闹。看一会就没意思了，一点都不好玩，都是小屁孩，说话都幼稚的可以。察觉到几个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林夕脑袋转过去，是给自己送餐的那个男护工，他身旁还同样站着2名男护工，他们那样子好像是在议论自己。无聊。
确实都在讨论给灵犀送餐的那名男护工，时不时的瞄一眼灵犀，还对边上的同事说道：“我觉得最边上的那条小人鱼是这里面长得最好看的。”我偷偷看了他的名字，他叫灵犀，名字真好听。其中一名男护工看过去，第一眼就注意到人鱼的尾巴，皱了下眉说道：“枪，那是3级人鱼啊，你要求是不是有点低了？”另一位也附和着：“是阿枪，以你的身份，怎么也要2级人鱼才可以吧？”枪没有多余的表示，环顾一圈说道：“这个班的新生，大多数都是我们肖想不起的。听说好多大贵族家的公子小姐们都送到了这个班。这个班只有那个叫灵犀的是3级人鱼，这个我还有把握一点。”其中一名男陪护脸上露出一丝后悔的表情，情绪不高的说道：“是啊，早知道我就去另一个班了。这个班光1级人鱼就10来条，哪能是我们能定下的啊？”另一名男陪护心就大了很多，满不在乎的说道：“光，你说这话就丧气了啊？要换成平时，你哪能接触这么多的1级人鱼呢？人鱼本来就少，主心上一些小贵族家的人鱼，一出生就被定走了。虽然咱们比不上大贵族们，但也都是一流家族了。3级的看不上，1级的配不上，就2级的还能接受。这个班也有不少了，相中之后，没准跟对方家族一交流就成了呢。”枪叹了口气，自己也算是精英了，再看看吧。午饭时间已经结束，今天不上课，得先让小人鱼们适应环境。老师领着呼啦一群小人鱼去水上乐园玩了，有玩的小人鱼们兴致就很高了，至少没有在吵闹的。慢慢是个货真价实的小孩子，一下水就扑腾开了，没一会儿就跟其他的小人鱼玩到一起了，完全忘了还有灵犀这条鱼。灵犀也乐得清闲，自己不好独自去花园，只好把自己沉入水底，找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角落睡上一觉。池边上的人鱼老师会选择跳入水中照看孩子，而非人鱼的老师则站在边上给小人鱼们拍摄视频发送到家长群里。许多家长就在守着群里的消息，一看到视频连忙搜寻自家孩子的身影，看到孩子玩得好好的才会松一口气。不过没看到自家孩子的就有点不开心，比如白修。白修翻看了几遍都找不到灵犀的影子，按理说小人鱼个头并不小，应该一眼就注意到才是啊。白修还没来得及问，群里另一名家长就慌了：“老师，我家的2个孩子去哪了？怎么不见了？”那名老师看到消息就在水里找了几遍就是看不见，也有点慌，问水里的人鱼老师：“文老师丢了2个孩子，你去找找在哪？”白修这时也发一条群消息：“找找灵犀在哪？”那名女性老师慌忙的说道：“文老师是3个孩子，你去水里找找吧。”文老师点了下头，就下水去找了，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终于在一个水上设备的下面找到了3个孩子。那个角落非常隐秘，以文老师成年人的体型还钻不过去，只能在外面看着。为了不让家长们担心，用光脑在水下给他们拍了一个特写。那是2条双生雄性小人鱼，他们正一左一右的把灵犀抱在中间睡觉，3小条睡得正香。这视频一发群里，那位家长跟白修陷入了沉默，其他家长控制不住发言了：“哇，这小孩子们太可爱了，竟然偷偷躲起来睡觉呢！”“是啊，是啊，老师多拍点嘛，真可爱。”白修脸又黑了，这2条雄性人鱼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的西西抱那么紧干嘛？不行，等小人鱼放学回来，得给他上课，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白修的心情有多糟，爱丽丝的心情就有多美，喜滋滋的看着那条视频，心想：小西西这是左拥右抱吗？也太美了吧，自己小时候怎么就没这种待遇呢？科德没有发表意见，只是在给白修发信息：“放心吧，那2条小雄性人鱼是卡布奇家的，早已经订了婚的。”白修只回复了一个呵字。科德擦擦冷汗，完全不担心。虽然很不人道，但联邦确实不支持雄性人鱼跟雌性人鱼在一起。虽然这样结合的下一代更优秀，但联邦还是尽量让他们分开。不过也不能太逼迫人鱼们了，虽然不支持，但还是有人鱼跟人鱼结合的，所以白修担心一些也不无道理。科德不会承认，他想看热闹。爱丽丝在一边感慨道：“小灵犀就是招雄性喜欢呢，他们真有眼光。”科德提醒道：“你可不能当着白修的面这样说啊。”爱丽丝翻个白眼：“我又不傻，我只是羡慕小灵犀的艳福而已，哪像我还没上学呢，就多了个未婚夫。”科德一脸开心地说道：“还好我有先见之明，提前定下了你，不然哪能有慢慢。”爱丽丝冷哼一声。科德嬉皮笑脸地说道：“人鱼多抢手啊，人鱼18至20岁就成年了，而我们要到30岁才行。你看看，不管谁家的人鱼伴侣都是比自己小的，咱俩就相差20多岁，可比白修好多了。”科德一脸的得意。爱丽丝不想理他，反正从记事起，科德就一直陪着自己长大。联邦很少会有成年的人鱼自由选择伴侣，哪怕是自由选择，但那个范围也早已是规定好了的，在这个范围内，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选择伴侣。爱丽丝早就看透了，不过还好，科德对自己真的挺好的，她也愿意嫁给他。只是灵犀，算了，他还小，等他再大一些，自己给他透露一点。灵犀睡醒后有点懵，这是什么情况？这2条鱼什么时候跑过来的？不过长得还真可爱呢。灵犀伸手摸摸他们的小脸蛋，然后小人鱼就醒了。可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2条小人鱼不说话，灵犀被看得有些别扭，只好说道：“算了，你们玩吧，我走了。”丝毫不知道，他们在一起睡觉的视频已经在班里人尽皆知了。2条雄性小人鱼看漂亮的小姐姐都走了，对视一眼就相继追上去。灵犀有些无奈，靠在池边问他们：“你们一直跟着我做什么？”其中一条小人鱼自我介绍道：“我叫西明。”另一条说道：“我叫西伟。”灵犀眨巴了一下眼睛，然后呢？西明说：“我们想跟你玩。”西伟点头。灵犀满头黑线，有点愁他不想跟这2个小屁孩玩。
直接说道：“我不想跟你们玩。”西明撇撇嘴巴，快要哭了。林夕一阵头疼，西维乞求的说道：“你跟我们玩吧，我们把好吃的都给你，好不好？”西明也带着哭音说道：“我们听你的话，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林夕一阵错愕，慢慢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呈防御状态。他感觉这俩小子要耍流氓。那俩人鱼一步步靠近林夕，林夕就一直往一边挪，最终放学铃声响起，林夕嗖的一下就窜上岸了，喊了一声在水里玩疯了的曼曼，曼曼回家了。曼曼小脑袋一转，就看到林夕已经上去了，连忙游向岸边，还说道：“西西，你去哪了？我都找不到你。”林夕心说：“你确定你找过吗？”牵起曼曼的小手往教室滑去，乖巧的带着曼曼等在教室门口。老师看得稀奇不已，打趣林夕：“林夕宝宝，你知道要放学了吗？”林夕心中翻个白眼，面上乖巧的点头：“嗯。”老师夸张的赞扬道：“哇，林夕宝宝好聪明哦，真棒！老师很喜欢你。”林夕面无表情，他有点不想上学了，这种日子有点难熬。老师们已经把其他小人鱼都抱到教室了，排在林夕和曼曼的身后，等着家长过来接。西明和西维还在往林夕身边挤，他们就想跟这个小姐姐一起玩，可她跑得太快了，他们追不上，委屈的都要哭了。他们要等爸爸过来的时候，连那个小姐姐也要一起带走。不过他们没机会了，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另一个大高个叔叔把他们的小姐姐抱走了，临走前还被瞪了一眼，两小只在一旁害怕的发抖。等到爸爸一来，再也无所顾忌，放声的哭出来。老师有点尴尬的站在一旁，这俩孩子哭得这么委屈，好像老师给虐待了一样。孩子的家长也有点摸不着头脑，无措的蹲下哄孩子们：“宝宝们乖啊，谁欺负你们了？”西明哭着说：“小姐姐被那个坏叔叔抱走了，你来得太晚了。”西维抽噎的点头。诺有点头疼的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多家长都看过来了，连忙一个不一个给抱上飞行器了。直到家了，两个孩子还哭闹的不行，一直吵着说要找小姐姐。这时他的伴侣走过来，是一个长相很精致的青年，诺求救的眼神看向自家伴侣。青年无奈的说道：“你先出去吧，我跟他们沟通沟通。”青年的声音像玉珠相碰一样，清灵灵的特别好听。这是一条雄性人鱼。诺去忙自己的了，留下3条人鱼在屋里叽里呱啦的，不知道出什么坏主意。白修一路皱着眉头进了家门，还没想好要怎么开口跟林夕说，小人鱼就先抱怨起来了：“白修哥，我不想去幼儿园了，好无聊啊！”白修诧异：“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林夕闷闷的回道：“没人欺负我，我跟那些小朋友玩不到一块去，我感觉我的智商在下降。”白修想想也是，如果换成自己再去上一次学校，那还不如在家待着。那咱不去了？白修试探的问道。林夕躺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说道：“算了，我去学校陪小曼曼上1个月再说吧，学费不能白交，我得都玩个遍才行。”白修眼角抽抽，想说自己不差那点学费，无意间瞄到小人鱼捂得严严实实的领口，问道：“你这几年穿这么高的领口不闷吗？”林夕闻言摸摸自己的脖子，想起爱丽丝看到自己脖子上项链时的表情，好像自己带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样。然后林夕就没敢买过露太多脖子的衣服了，他怕被偷。这条项链是白修母亲的遗物，意义重大。嘿嘿笑道：“不闷啊，我又不用脖子呼吸，而且这种衣服很好看啊。”白修点头，确实挺好看的，主要还是人长得好看，衣服只是陪衬。白修看着林夕还没张开的脸蛋，想到昨晚看到的少女，以及或许是白修的目光太过炙热，林夕有点坐立不安。他也想到昨晚那个尴尬的梦，今天他都在回避着他的目光。白修是很敏锐的一个男人，他不想在他面前全部暴露，想保留自己的一点隐私和秘密。气氛实在有些奇怪，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觉得空气中慢慢升腾起暧昧的气息，硬着头皮说道：“白修哥哥，我先回房间了，我今天还没有练习写字画画呢。”白修看着林夕落荒而逃的背影，嘴角勾起神秘的微笑，知道他也不是全无感觉，他也就放心了。回到房间的林夕并没有练习写字，而是在买东西。没错，心情烦躁的时候，购物可以解决一切忧愁。买了很多水果，还有一些小零食。白修出门的时候总是会戴一个大大的墨镜，遮盖住大半张脸，虽然还是会被认出来，但比什么都不戴要稍微强一点。林夕也给自己买了款同色系的墨镜，他也要低调。黛西家中，波比，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一件事吗？一条只有几岁的3级人鱼用了你的体力针剂却没有出事的那件事。此时波比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条平角裤，大大咧咧地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听到黛西话语的内容，眼里划过一丝兴趣。怎么了？黛西的声音像踩在云上一样飘忽不定。她今天去上幼学园了。波比没多大想法，这里是主星，即使我有心想要研究也无力啊。黛西闻言，眼里划过一丝暗芒，在波比看过来的时候，依旧是那个温柔似水的样子。波比，我在主星上生活的久一些，那3级小人鱼的家族不足为惧，只是个2流家族而已。如果安排得当，偷出一条小人鱼还是没有问题的。波比有些奇怪，黛西，你不是劝我不要在拿人鱼做实验了吗？黛西温柔一笑，嗔怪了他一眼说道：“那是以前，现在咱们都这个关系了，我肯定要支持你的事业啊，就算不为我着想，也得攒够一些钱给咱们的孩子留着呀。”波比看了一眼黛西微微鼓起的肚皮，很是心动。他本来就想法弄出来那条人鱼，好好研究一下，看到底跟其他的3级人鱼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在主星上行事有所顾忌。既然黛西都支持自己，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只要自己研究出来，那自己的名气将会上升一个台阶，
他的孩子就不必跟他一样从小吃苦了。波比是一个想到就要去部署的野心家，也不耽搁刚一下决定就去书房联系人去了。波比走后，黛西温柔的眼神瞬间变得充满了怨毒、悔恨和想要毁灭一切的疯狂。本来黛西是看不上波比的，可没想到自己却上了波比的当。这件事还要追溯到3年前，黛西知道白修的人一直在监视着自己，而自己也没有轻举妄动。她了解那个男人，杜绝一切可能，防患于未然。她等到白修的人不再监视自己，再准备一个周详的计划。可是计划还没准备，她的身体竟出问题了。而刚巧波比就突然来找她，他说女人转化成1级人鱼会有一点点的副作用，就是发情期稍微严重一点。人鱼是有发情期的，但那并不严重，靠一些药物或自身的意志力完全可以挺过去。但黛西不行，这是她的副作用，发情期来了必须要靠男人来解决。当波比趁自己在发情期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强行跟自己发生了关系，他就明白了波比的阴谋。他恨啊，波比毁了他，他再也没可能跟白修在一起了。那段时间他无数次想要跟波比同归于尽，可他不甘心，他才表明了一次心意。他本来还有机会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3天，不吃不喝。波比以为他是想通了，认命了。其实他是想好了，既然命运对自己这么不公平，那他为什么要成全别人？这2年多，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一条3级小人鱼而已，凭什么自己得不到的他要得到？他就应该在手术台上度过余生。没准自己哪天心情好了，或许会赏给他一个男人，前提是不要再来碍自己的眼。而现在机会来了，那条小人鱼去上学校了，他知道波比跟星道有往来，他只要在星道动手的时候在背后推一把也不是不行。林夕还不知道有一个阴谋围着自己展开了，此时正对着自己课桌上的2只兔子发愣。那俩小男孩太热情了，今天一人送自己1只兔子，放桌上就跑回自己的座位上了，还时不时的拿害羞的眼神看着自己。他经常收到情书的，上学那会儿追自己的人还是不少的，但收兔子还是头一回。小曼曼跟自己的课桌挨在一起，他一伸手就能碰到自己。此时他正拽着自己的衣服袖子，可怜巴巴的看着。西西，这是什么啊？你给我一个吧。林夕说这是小兔子，活的，你小心点。把2只兔子都放到他的课桌上，这可气坏了那对兄弟。那兄弟俩毫不客气的从曼曼手里夺过兔子，固执的就要放在林夕的面前。曼曼一看兔子没有了，张嘴就哭，不仅哭还直接上手去挠那兄弟俩。那俩兄弟也不是善茬，抡着胳膊就上，林夕连忙拦架，还好自己力气大，一下就把他们给分开了。3个小孩子不懂事，分开还要凑上去打，林夕被误伤了好几下，老师也过来把几人分开。3个孩子都委屈的不行，哭得哄不住，只好让家长来接了。20分钟后，办公室内，林夕垂着头，提着装着兔子的小笼子，站在白修的腿边。老师并不在，只有当事人家长在办公室内。老师的意思是谁也惹不起，让他们自己解决。静谧了一会儿，白修把林夕手上的笼子扔到诺的身上，冷冷的开口说道：你们卡布奇家是什么意思？诺接住笼子，丝毫不畏惧白修的态度，和气的说道：我家孩子想跟你家的交个朋友而已，送个礼物不是很正常吗？白修，你不会连孩子间的友谊你都容不下吧？白修丝毫不给面子，不用了，别忘了你家的2个儿子是有婚约的，交朋友就不必了，以后也没什么交集。林夕听得有点惊讶，还这么小就已经订婚了，已经到需要避嫌的地步了。诺无奈，你怎么不问问林夕的想法呢？万一他想要几个朋友呢？白修斩钉截铁地说道：不会，西西不喜欢跟你们做朋友。林夕，虽然我不喜欢跟小孩子玩，但是我以后还是要交朋友的。诺没办法了，他不知道白修竟然这么不好说话，有他们2家看着，孩子们长大了也只能是朋友的关系。白修的控制欲太强了，只好跟白修保证道：那好吧，以后我就不让孩子送东西了，但日常交流你可不能太限制了，毕竟都是一个班的学生嘛。白修没有说话，他不能时时刻刻看管着在学校的小人鱼，要不还是别上学了。诺又转向科德说道：你们家的小人鱼怎么那么野蛮，上手就打？科德看自家闺女没有吃亏，就没有那么紧张了，笑着说道：我们家曼曼跟林夕从小关系就好，所有东西都是准备的双份的，你家孩子冷不丁的送林夕2只兔子，我们慢慢看到了能不要吗？诺冷笑：这么说你打我们还有理了。科德无所谓的说道：也没打到你们，林夕很懂事的，自己挨了挠，把这3个给拦住了，然后对林夕说道：一会儿咱们去逛宠物店去，今天你想要什么宠物我都送给你。林夕，我不想要。算了，除了林夕倒霉一点被挠了几刀以外，2家孩子都没受伤，理也讨不出来，这件事就这么算了。相约而同的都没再进教室，带着自家孩子回去了。而白修科德他们带着孩子去逛宠物店了。林夕以为宠物店就卖的一些猫猫狗狗之类的小动物，可谁知一进去就跟进野生动物园了一样，一不留神就跟一条蟒蛇对了眼，吓得林夕惊叫出声。哎，我的妈呀，谁要买这种宠物啊？白修低头问：怎么了？林夕坐在小推车上拽拽白修的裤腿说道：我不要买这些，太吓人了。科德摸摸舌头，看着上面的介绍说道：林夕不要怕，这种是很温顺的，等他再长大了有1米粗10米长，骑着它在院子玩很好玩的。慢慢一听就吵着要买。林夕一想那个画面脸都白了，他觉得他们星际人的审美好像不太正常。白修看出林夕不喜欢蛇，说了一句：再往里看看，还有很多种。然后林夕就开了眼界了，像小老虎、小豹子都是常规宠物，小熊熊也很可爱，都是一些地球上的猛兽幼崽。
再往里就有点奇幻了啊。人身蛇尾的蛇人，人脸猫身的猫人，还有头上绑着蝴蝶结的蜥蜴，每条腿都绑着丝带的大蜘蛛。林夕今天的心脏有点超出负荷，他觉得他这辈子其实不需要这么有见识的。他觉得他随便买一只回去都得短寿。慢慢却兴致很高，他想买猫人。他这一路看啥都想买，林夕只想回家。白修带着林夕看了一圈，问道：西西有什么想要的没有？林夕想起了小兔子的好，喃喃地说道：我想买只小兔子。白修一听脸就黑了，不行，除了兔子都可以。林夕以为白修不喜欢小兔子，想了一会说道：那我买只小狗吧。行。白修推着小推车去前面买狗了。柯德还抱着曼曼在原地商量，看曼曼决定要买哪一个，毕竟一路上他想要的有10来种啊，再有钱也不能全买了啊，养宠物是还挺多的。曼曼歪着小脑袋，最后还是说我要跟西西买一样的。柯德就知道还是要看西西的，曼曼从小就喜欢什么都跟西西的一样，他不懂事，小孩子都这样，还是就他家曼曼是这样。白修推着林夕来到犬类这屋，各种品类的狗都关在精致的笼子里，个头有大有小。林夕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但仅限于看和观赏，从没有想过要养。动物的寿命那么短暂，一旦养出感情了，他怕承受不住生死离别的痛苦，无法长久的陪伴，不如一开始就冷静的拒绝。从这头走到那头，基本上地球上有的品种这里都有，地球上没有的这里也有。挑来挑去，看来看去，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买一只阿拉斯加幼犬，在星际这叫狼犬。刚挑好，柯德也抱着曼曼过来，一共买了2只狼犬，还买了一些狗粮、食盆、小狗屋、摇摇棒什么的。柯德付的账，林夕道谢后，抱着小狼犬，乖巧的跟白修回家，把小狗屋放进自己的卧室里，食盆放在客厅的一角。小狗还没有足月，还需要喝奶，不过都准备了。林夕小手抓着小奶瓶，放进小狗的嘴巴里，小狗比小猫好养活多了，小狗一叼住奶嘴就大力的吸食，没一会儿就喝得肚皮圆鼓鼓的。林夕眼睛放着光，不停地摸着它的背部，给它顺毛，小狗被顺得眯起了眼睛。白修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过了会听小人鱼开口问道：白修哥哥，我们要给它起个名字吗？白修说随便。林夕想了一会，我们给它起名叫威风吧，希望它长大会很威风。白修没有异议，随便小人鱼开心就好。林夕弯着嘴角对小狗说：以后你就叫威风了，知道吗？威风。小狗耳朵动一动，也不知道听懂没有。夜幕降临，刚吃完晚饭，林夕又蹲小狗身边看，白修皱眉说道：西西，不要看太久了。林夕回一句：好的。不过注意力依然全在狗的身上。白修看那小狗有些不顺眼起来，养宠物就是麻烦，有心想要跟林夕说一下白天的事，也没法开口，闷闷的自己去书房忙去了。林夕看时间差不多了，就抱着小狗回屋，还对书房喊了一声：白修哥，我回屋睡了啊，晚安。白修回了一个N字，然后神情冷肃地看着面前的文件。刚开始养小宠物还保持着新鲜，已经晚上11点多了，林夕还不想睡，眼巴巴地盯着微风睡觉，粉色的舌头往外一伸一伸的，这是梦见啥了呀？越看越可爱。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喂完小狗喝奶，还不想离开，想在家跟小狗玩。白修实在看不下去，凶了一句：你再这样，我就把狗送人了。林夕撇撇嘴说道：知道了，我回来再看。你要让机器人记得喂狗狗啊。已经给机器人下好指令了，放心去学校吧。林夕这才依依不舍地去学校，到学校碰见了同样不想来上学的曼曼，真是难姐难妹，一整天的就想着家里的小狗孤不孤单，吃饱了没有，机器人照顾的行不行。接连好几天，林夕都在全心全意的照顾狗狗，付出是有回报的。现在微风特别黏着林夕，走哪都要跟啊。要是白修看见，说什么也要把狗给送走的，实在是这几天有点忙。消息传来，亚瑟已经将虫族驱逐了出去，1个月内就会回到主星，到时候大部队回来，皇室会举行接风仪式，10来年都没有这么大的事了，人多嘈杂，容易被人钻了空子。这种事有专门部门监管，但白修最近有点烦躁，感觉有什么危机在附近潜伏一样。拥有精神力异能，要比别人敏锐很多，当危险来临之际，感知要比身体更快地做出反应。这几天一直在忙着部署，除了晚上，白天基本不在家，给了林夕和小狗相处的机会。威尔顿家族客厅，亚瑟妈一脸的喜色：儿子啊，你过几天就要回来了吗？光脑的投影屏在客厅的沙发前，全家人一个不差的坐在沙发上，看着光屏里的青年。亚瑟的眉宇比在主星上的时候更沉稳了一些，给人一种运筹帷幄的自信。是的妈，这几天正在准备，过几天我将返回主星。威尔顿长老看着越发成熟的孙子，眼里露出赞赏，心里不住的点头，原来自己的孙子也不差嘛。亚瑟妈擦擦眼角的泪花，欣慰的说道：儿子，你真棒，妈妈真为你感到骄傲。亚瑟面皮一抽，他都多大了？眼看着他妈又要开始煽情，连忙找借口挂了。光屏已经消失，但亚瑟的家人还沉浸在孩子出息了的氛围中，亚瑟妹更一脸的崇拜。同一时刻，黛西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身高将近2米，衣服都掩盖不住浑身爆发的肌肉，刚毅的脸上有一些刺刺的胡茬，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脸上的那道疤痕。那道疤痕从左眼的内眼角一直延伸到了下巴，那是被激光伤到的痕迹，竟然还活了下来。黛西一脸骇然地躲在卧室，她知道波比有人脉，给他源源不断地弄来人鱼做实验，也猜测他背后可能有一个神秘的老板，但绝没有想到那人竟然是愿望星道团团长库里特勒。愿望星道团，多么温和的名字，他们的宗旨就是完成一个愿望，
一个推翻所有贵族的愿望。库里特乐是平民出身，本身拥有强大的异能以及天赋，大多数的贵族都比不上他的天赋，甚至达到让贵族都嫉妒的地步。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库里特乐一人虐杀了好几家贵族家族，被全联邦通缉，虽然九死一生，但还是逃脱了。据说逃到了外太空，当上了星际海盗，专门抢掠贵族的飞艇、战舰。联邦一收到消息，那边就溜没影了。愿望星盗团从未失手过，在联邦通缉榜单上排第1位。黛西的心砰砰的，如果是愿望星盗团的话，那这次的计划十拿九稳了已经。他不信小人鱼到了他手里还能活下来。这位可是最讨厌人鱼跟贵族的，只要能跟贵族扯上挂钩，就是拼着不要好处也要给贵族弄一身新的人物。书房内，波比收起了自身的桀骜，面带讨好的递给面前男人一杯茶。大哥，先喝茶。库里特眼皮垂下，从鼻子发出一声鼻音。茶却没动。波比拘谨地站在一旁，他这辈子只把2个人放在心上，一个是幼年救过自己一命的黛西，另一个就是能让自己有今天的大哥。他以为大哥会随便给他派些人手，没想到会亲自来。大哥，只是偷一条3级人鱼，您怎么亲自来了？库里特后背靠在沙发背上，结实的双腿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嘴里叼着一根香烟，猛吸一口，香烟到底，抽出烟屁股随意地扔在地上，呼出一大团烟雾，笼罩住了整个面庞。我听说过几天有个攻打虫族的英雄回来，我刚好没事过来看看。波比眼皮一跳，这可是在主星上啊，老大搞事就不怕被擒住吗？库里特端起桌上的茶杯，一口饮尽，说道：偷人鱼的事我会让尾巴帮你，你给我找个住的地方，我要在主星上待几天。波比点头，好的，大哥，我马上去安排。波比来到卧室，对黛西说道：主星上我不熟，你找个地方给大哥住。黛西有点为难，主星上的房子多难买啊，就他跟妹妹的房子还是沾了白修的光才买到的，租的行不行？波比脸沉了下去，你开什么玩笑？如果是其他的弟兄也就算了，这可是库里特。说到最后一句，声音小了很多，哄道：黛西听话，让老大不高兴了，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的。黛西犹豫了一会儿，说道：那只能借用我妹妹的房子了，只是比咱这个小一点。波比没有过多犹豫就决定了，就这样吧，老大不会介意的，有房子就行。黛西点开光脑说道：你先出去陪客人吧，我让我妹这几天搬出去住。波比点头出去了。黛西给妹妹拨通了语音：姐，什么事？黛西说：姐有件事需要你帮忙，我给你转一笔钱，你这几天先借住在同事家，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随便回家。戴娜不明白姐要干什么，但还是说道：知道了，我这几天住到同事家去。刚挂断，戴娜就收到她姐转来的50万新币，喜滋滋的想到姐就是大方，随随便便转个钱就抵上自己1年的薪水了。哼着小曲，简单的收拾一下东西，准备租个房子住。虽然自己在联邦机关部门工作，但也是个小透明。那些同事一个个家世好的不行，平时说话也是高高在上的，他才不会舔着脸上去呢。这个铁饭碗的工作还是托了姐的关系走后门进的，虽然早就够了做人鱼手术的钱，但他就是打死也不会变成人鱼的那一类女人。主星上消费那么高，自己1年几10万的薪水，吃喝玩乐也剩不了多少，但是他姐就喜欢在这儿待着，他自己已经做好了这辈子不结婚的打算，以后就帮姐姐带孩子。主星上租房还是很便捷的，只是太远了，在边缘地方，条件比自己这个房子差了太多，就这样房租还1天1000新币呢。2天后，凯迪向白修汇报：大人，我们在主星上发现了新盗的踪迹。白修脸色发沉，仔细盯好了，一旦发现务必抓回来。凯迪说：收到。大人，你说哪个星盗团这么大胆，竟敢潜入主星？白修正在安排人手，守在自己家的周围，小人鱼的安全第一位，不含起伏地说道：不管是谁，让他有来无回。是。办理身份卡的大厅里完全没有沾染主星上的紧张气氛，工作人员依然懒懒散散地聚在一起闲聊。突然不知道起了什么冲突，一名职员把另一名职员推倒在地，然后就扭打在一起。经理来了之后才散去。嘴角挂着一丝淤青的戴娜恨恨地盯着更衣室门口，就因为他在主星上没有显赫的家世，所以他就要受到这样的侮辱吗？身上的制服也被撕掉一大块，泄愤地脱掉工作制服，在地上狠狠地跺了2脚，拽掉身份名牌，把衣服丢到垃圾桶里，被垃圾桶自动销毁回收。正在气头上的他忘记跟他姐说，就回家拿衣服了。到卧室衣柜找到另一套制服，拿起就走，刚打开卧室门就撞到一个人身上。那人纹丝不动，自己反而被撞得额头剧痛。谁啊？抬头一看，吓了一跳，这人是谁？怎么在我家？主要是男人长得太凶，很不好惹的样子，心里有些惧意，面上勉强镇定地问道：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库里特皱眉，带丝阴狠地问道：这是你家？戴娜被吓得后退一步，颤抖着嘴巴说道：对啊，这是我姐给我买的房子。你姐是谁？戴娜警惕地后退，色内利察地喊道：我不告诉你，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啊！库里特不跟他废话，直接拽出了他手中的制服，看到上面挂着的名牌戴娜达尔比。你姐是黛西？戴娜眼底的警惕更浓。你到底是谁？库里特冷笑一声：你去问你姐，这个房子暂时归我住几天。戴娜才突然想起姐说的，说自己的房子要借人住几天，让自己先搬出去住，好像还让自己不要回来。因他好像知道姐的意思了，这男人太吓人了。一时间脸上的表情青红交加，看向已经坐到沙发上的男人，不好意思地说道：不好意思先生，我忘记了，我拿了东西就走，不打扰您了。等等。
刚奔到门口的身影一顿，僵硬的转过身问：“还有什么事吗？”库里特还问他呢：“你们主信上的人鱼还要出去工作？”戴娜不解：“什么？不用啊。那你不是要去工作？”戴娜不明所以，点头道：“是啊，拿了衣服就走。”库里特奇怪地看着他：“你不是人鱼？”戴娜点头：“我当然不是人鱼。那你姐是1级人鱼，你们不是亲姐妹？”戴娜恍然大悟，犹豫了一会儿说道：“我姐是做了手术的。”库里特一想，如果是波比的话，那倒是没什么不可能的，带点兴趣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做手术？”戴娜理所当然的道：“我为什么要做手术？我又不喜欢变成人鱼。”库里特闻言，眼里划过一丝诧异，看着面前高高瘦瘦的女孩，浑身散发着自信，有自己的想法。他很欣赏这样的女孩子，开口道：“我很喜欢你，你跟了我吧。”戴娜面容一呆，这才见一面就跟了他。抱歉，我们不熟。库里特并没有起身的意思，嘴角挂起嗜血的微笑。没关系，多睡睡就熟了。戴娜一惊，这怕不是个变态吧？姐都把什么人带自己家了？一把拽开门，落荒而逃。库里特并没有阻止他，因为他知道他晚上就会被送过来。戴娜一下班就被2个人给堵住了，还未开口说话，人就被打晕了。再醒来时，人已经回到了自己家中。待看清在自己卧室待着的男人时，心里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你要干什么？库里特端起酒杯晃晃，漫不经心地说：“我说了，跟了我。”戴娜不可置信：“你开什么玩笑？我们才见第一面，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库里特戴娜什么？随后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他的名字，脸一阵发红，是气的。我要去找我姐。库里特放下了酒杯，走到床边，居高临下盯着床上的女人。戴娜不安地拿被子往自己身上裹一裹。你要干什么？我说了，我要去找我姐，你让开。库里特咧嘴一笑，那脸上的疤痕就变得异常狰狞，笑着说道：“今晚的事不适合让你姐参与进来。”说完，就一把她被子掀开，随意地丢到地上，然后自己解开了裤腰带。天亮之后，戴娜脸色苍白地躺在库里特的怀中，一脸的麻木，嘴唇动了动，煞着嗓音问道：“为什么？”库里特坐起身，靠在床头，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深吸一口，眉宇间闪过一丝舒爽，开口说道：“因为我不喜欢人鱼，刚好你也顺眼，所以就这样了。”戴娜像很多女孩子一样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那你会对我负责吗？”库里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以为我不会负责？”粗糙的大手摸着他的脸蛋说道：“跟了我，以后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等我离开主星后，你跟我一起走。”戴娜听到他会负责，还是挺开心的，毕竟这是自己的第一个男人。但就这样跟他走的话，姐姐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只好沉默。库里特并不在意他的回答，反正结果并不会改变。风平浪静的又过了3天，白修神色平静地站在窗前。凯迪，人抓到了吗？凯迪一脸凝重地说道：“没有，大人。这几天他们像是收到风声了一样，一点踪迹也无。不过我们已经部署好了，只要一露头，就绝对跑不掉。”好半晌才听到一个N字。回到家中，白修对正跟小狗玩的灵犀说道：“西西，把你的空间钮给我一下。你已经满5岁了，可以配置光脑了，要跟空间钮绑定在一起。”好啊，把空间钮摘掉，递给白修。白修接过收起来，看还在逗小狗的灵犀，嘴角微抽：“西西，这么长时间了，还没玩够啊？”灵犀嘿嘿笑着，微风好可爱的，玩起来就忘了时间。白修也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有点忙，微凉的手掌摸摸他的小脑袋，说道：“行吧，我明天会把你送到科德家去玩，不要乱跑，知道吗？”灵犀点头：“好啊，我跟曼曼一起去上学。”白修顿了一下说道：“要不这几天不要去学校了？”灵犀不解：“为什么？明天不是周6日啊？”“没事，我明天跟科德说说，让你们这几天先不要去学校，这几天有点乱，过了这一阵就好了。”灵犀无所谓，他也不是很喜欢去学校，听哥哥的就行了。第2天天刚微亮，凯迪就发紧急消息说：“大人，亚瑟大人预计3个半小时后就会抵达主星。”白修从床上坐起，微皱着眉：“搞这么突然？”给科德发了条帮忙照看小人鱼的信息，看着时间才到5点，没有惊动灵犀就出门了。7点半的时候，科德就带着慢慢来了。“西西，你准备好没有？我们该走了。”灵犀停下给微风投喂食物的动作，连忙拽张餐巾纸给自己擦擦嘴。白修不在家的时候，他经常在饭桌上喂小狗吃东西。“我这就来了。”让机器人把东西都收拾干净。蹲下摸摸微风的脑袋说道：“我要出去玩了，回来再陪你哦，你要乖乖的。”微风只是轻轻蹭蹭他的小腿，并没有像其他小狗一样咬着不放，而且他发现微风很少会摇尾巴，只有偶尔一次会动动。他想微风越来越高冷了。灵犀慢慢吞吞的出来，慢慢又嘟囔了：“你怎么这么慢？”嘿嘿一笑：“科德大哥，我们今天要去你家待着吗？”科德诧异：“今天还上着课呢，送你们去上学啊？”一说这个科德就止不住的骄傲，别家的小人鱼一上学就开始哭闹，自家的慢慢上学一直都很积极的。灵犀疑惑：“白修哥没有跟你说最近不要上学的事吗？”科德说道：“没有啊，哦，过几天是有一些事，那今天先去1天，明天就在家吧。”“我都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科德刚到家就收到家族的消息，说亚瑟已经回来了，有点吃惊：“怎么这么快？不是还要再等几天吗？”爱丽丝刚好开门进来，问道：“什么这么快？”科德站起身说道：“亚瑟回来了，我先去看看。”然后人就急匆匆的走了。科德到达现场的时候，接风仪式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他好不容易找到白修，站定他身旁，低声问：“你怎么收到消息那么快？”白修斜了他一眼，说道：“亚瑟是想给我们来一个突然袭击，这些事你不用管，你带好孩子就行了。”科德，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沦落成带孩子的了？白修接着问道：“西西在你家还好吧？”科德说：“没有在家，我把他们送学校了。”白修一顿，对科德说道：“那你多派些人手守在学校周围，最近有点不安全。”科德不以为然：“这可是主星，谁疯了？敢在这里闹事？”白修刚想说什么，突然眼神一凝，冷笑道：“搞事的来了。”科德耳边只回荡了一句话：“看好孩子。”人就已经没影了。库里特第一次来到主星，待了这么些天，心里很是不屑。主星也不过如此嘛，冷冷清清的，一点人情味都看不见。果然，这是冷血贵族们的大本营。本来打算回去了，听到手下报告说那个什么亚瑟上校已经到主星了，这么热闹的事怎么能少了他？库里特混在人群中，看着被前呼后拥的亚瑟走过长长的红毯，周围的小型录像机围着场地不停地转，嘴角勾起冷笑。这些贵族就爱弄排场。没多久，突然感觉一丝强烈的危机，身体比大脑更快地做出反应，人已经跑到不知名的街道。库里特凝视着面前的男人，身穿白色制服，银发银眸。主星上银发作为标志的，好像只有一个家族。这么想着，心里开始重视起来，嘴角微微勾起，痞笑道：“阁下，你挡我路了。”白修站在原地，银眸沉着冷静，开口道：“库里特。”库里特收起笑意，知道这次争斗不可避免了，同时心中还有些期待。他还没跟主星上的贵族交过手呢。就这么静静对视了2秒，库里特像一阵疾风直冲白修的面门，被白修轻而易举地躲过。接着库里特挥出1000斤重的拳头，拳拳砸向白修。白修丝毫不弱，两人就这么用拳头肉搏起来，你来我往。只见一白一黑2道身影不停地交错闪烁，都太快了。各自试探了几百个回合，白修一脚踹在库里特的身上，库里特借势拉开距离，两人各站一边，冷冷地注视着彼此。还是库里特率先开口：“你是白修，克斯顿。”白修凛冽的寒眸紧紧盯着这个匪盗头子，似是不屑于开口。白修的态度激怒了库里特，他眼里闪过浓重的嗜血，舔舔嘴唇，不屑地冷笑道：“身体强化的异能吗？我要倒看看你的身体强到什么程度。”说着话，库里特抬起了双臂，双臂旁竟出现了刀影，仅过去了1秒，刀影便凝实，变成2把锋利的刀刃朝白修刺去。刀影来得太快，白修只能伸出双臂格挡，只听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刀影应声而断。库里特神情略带惊骇，他竟强到这种地步了。白修静立在原地，被刀砍中的位置衣袖已经粉碎，此时的胳膊上泛着一层银色金属的光泽，利刃只在上面制造了几道浅浅的白印。没想到仅仅只用了5成的功力，竟对对手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自知这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一旦被纠缠住，等被主星的人发现，那自己就糟了。不再迟疑，开始迅速的撤退，可对手不给他机会。白修主动出击，库里特被迫全力应对，一时之间难分胜负。缠斗了将近5分钟，库里特的手下率先赶来，一起围攻上去。白修丝毫不惧，变成了游斗。也就1分钟的时间，白修这边也都赶来，瞬间变成了大型群殴现场。各种五颜六色的技能属性在这片街道不停地绽放，因为星道那边有波比药剂的支持，频频使阴招，凯迪他们有些束手无策，只能一边闪躲一边寻找机会。而白修跟库里特已经大战几千回合，不愧是联邦通缉榜上第1的星道头子，保命的手段确实不少。白修知道他有想跑的意图，看来不用点手段，还留不下他了。再一次的交手中，库里特一不小心对上了白修，全部变成银色的眼眸，只感觉脑袋一阵刺痛，自己就挨上了上百拳，一脚被踹出10米远后，忍不住吐了一大口的鲜血。身上的伤势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想到，这个男人他竟是精神异能强者，是自己大意了。脑袋像针扎一样的刺痛，已经无力再战，向场中吹了一声口哨，那是紧急撤退的指令。白修一看，厉喝道：“拦住他们，一个都不要放过！”库里特看着白修的方向，眼里划过一丝狠戾，不知道从空间钮中拿出了什么东西，扔向白修。白修察觉到这东西的威力，大喊一声：“离这个东西都远一点！”自己快速的后退，但还是慢了1分，东西爆炸了。白修被气浪掀翻在地，吐了一小口血，还好退得及时，伤得并不重。挣扎着爬起来，待周围的烟雾都散去时，街上已经没有了那群星道的踪影。看着一些躲避不及时的手下，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炸伤，严重的半边身子都炸没了。不过还好，这炸弹并没有辐射，休养几个月就能养回来。听到这边的动静，以亚瑟为首带了一队过来，看着街上的惨状，严肃地问道：“怎么回事？谁袭击了这里？”白修擦掉嘴角的血迹，沉声说道：“愿望星道团团长库里特，他跑了。”亚瑟皱眉，看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弄成的2级大炮都轰不碎的地面，竟被弄出一个深坑，周围的边缘还散发着焦味。距离深坑稍微近点的士兵都被炸得快没有身体了，而在深坑边缘里的白修竟只是受到了轻伤。亚瑟看着白修的目光充满了忌惮，他小看了他。亚瑟吩咐手下把受伤的人员都送进军医处，看着白修问道：“你怎么样？”白修平静地回道：“伤不重，等回去我会找人医治。”亚瑟也不想帮他医治，只是皱着眉说道：“白修，那你跟我走吧，还需要你配合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白修点头，大大方方地跟在亚瑟的身后。愿望星道团已经开着战舰逃出主星了。库里特在被手下弄上战舰的时候就陷入了昏迷，
与此同时，幼学园里，林夕跟曼曼在滑道上玩，一名男陪护在旁边照看着他们的安危。人鱼慢慢玩得哈哈大笑，男陪护眼里闪过激动的光芒。等他们再次滑下来的时候，那名男陪护把他们的小推车推过来说道：花园里有棵树，花开得特别漂亮，我带你们去看看。林夕不疑有意，点头说道：好啊。那名男陪护推着人鱼慢慢的推车，林夕自己遥控着推车在后面跟着。慢慢只是个5岁的孩子，只知道有玩的就很开心。林夕有点疑惑，他来过花园，但这不是去花园的路。等等，这不是去花园的路啊？那名男陪护笑容不减，温和的说道：这就快到了。一手推着人鱼慢慢，一手推着林夕这辆小推车，面上带着和煦的微笑，心里却想自己在这潜伏好几天了，学了一身那些贵族未成年的恶心气质。他一眼就关注到了这条3级人鱼，果然真纪不是白吃的吗？这身高在一群小人鱼面前也太显眼了，不过也不亏，还赚了一条1级小人鱼呢。这男人正是愿望星道团的成员尾巴。林夕感觉毛毛的，他有不好的预感，大喊道：停车，我们不去了。可是身后的人像没听见一样，推车的步伐更快了。林夕有点慌，这是碰见人贩子了。慢慢，快按警报器。慢慢反应迟钝，慢吞吞的去按，尾巴伸手就去夺，小孩子而已，最好搞定了。可他不知道还有一个怪力人鱼林夕马上就抢过来了，突然一条尾巴甩在自己的脸上，一下被抽倒在地。尾巴只感觉自己脸上的骨头裂了好几块，七窍开始流血，同时警报器已经拉响。刺耳的警报器在幼学园的后方惊天动地的响着，林夕正手忙脚乱地按着2个遥控器，控制着小推车离开。他自己倒是可以跑得很快，但慢慢不行。躺在地上的尾巴心里暗骂一声大意了，忍着脸上的疼痛，一个鲤鱼打挺起来，叫过来接应，把这2条人鱼弄走再说。尾巴是速度型异能，跑得特别快，他很快就追上小推车，一手提上一个就往外面跑。林夕当然不会让他如意，慢慢已经吓得开始大哭起来。林夕挥舞着小手去抓他的眼睛，尾巴不停地抽着他的腿，就是有点不着力。尾巴现在恨死这条3级人鱼了，怎么这么大劲，腿都被抽肿了，最终咔吧一声，膝盖骨断了。尾巴脸上鲜血模糊，而现在腿还断了一根，疼得直发冷汗，还好自己的同伴及时赶来了。林夕一看还有同伙，竟然有4、5个人那么多，心里有点慌，这要怎么办？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慢慢，心一横，尾巴使劲一扫，慢慢被打出去100米开外。这冲击力不是一条5岁小人鱼能承受得住的，慢慢被扫出去后直接吐血昏迷。而倒在地上的尾巴就没那么好运了，直接被一尾巴抽得昏死过去，不得不感叹异能强者的身体素质，要换成普通人早就被林夕尾巴玩死了。到现在这个人还能吊着一口气昏死过去，不过没人管的话离死也不远了。但是来不及了，林夕已经被抓住了，他的力气再大也抵不过5名异能者。林夕乱甩着尾巴，胡乱的伤了几个人，一不留神林夕就自己挣扎出来了，一下子就往一边出溜。几个人按压心中的惊讶，这小人鱼怎么这么难缠？这可是主要目标，一定要抓住的。林夕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体力，没跑多远就又被抓起来了。幼学园的保安已经过来了，那5个人一慌，其中1名手里拿着针剂往不停扑腾的林夕身上一扎，小人鱼尾巴无力的甩了2下就不动了，晕了过去。保安已经来到了跟前，星道们不再停留，扛着人鱼就跑，这些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速度型异能者，那些保安追不上。那几个愿望星道团团员来不及发消息，跳上飞行器就火速逃离，不到半小时就逃出了主星，开始驶向不知名的地方。直到过了很久，他们才想起来忘了一件事，好像尾巴没被他们弄上来。当科德感应到闺蜜的警报器响的时候，就立即动身，也就比保安慢了几分钟。当他看到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慢慢时，整颗心都要碎了。我一定要把那个混蛋剥皮抽筋！眼睛赤红，咬牙切齿地说完这句话，开始等待救护人员的到来。他不敢轻易地抱起地上的小人鱼，他摸到了，他至少有一处骨折了。胡乱地抱起来会加重他的伤势。血红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看到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一个男人身影，眼神狠厉地眯起，命人给抬走监管起来，他要好好审问。转了一圈，他问保安：林夕呢？就是那条3级人鱼。其中1名保安战战兢兢地说道：那位小姐被他们给掳走了。科德心跳停跳了1秒，浑身像是充斥着火焰，一开口就像是要火山喷发，一字一顿地说：你说被掳走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科德抬手向那些保安身上扔出了一大团火焰。这可是主星上最好的幼学园，你们今天告诉我，不仅我的孩子伤成这样，还被掳走了一个。幼学园的主持人急匆匆地从家中赶来，气还没喘匀就被一脚踢翻在地，赶紧连滚带爬地爬起来，跪在地上说道：对不起科德大人，我们这就去找。看着身后那一群废物喊道：还不快去给我拦住，还傻愣着干什么？你们怕他们逃不走吗？那些保安一个个不顾被烧得浑身发痛，开着学校里的飞行器沿着那个逃走的方向追去了。科德顾不上听那个主持人再说些废话，他得赶紧跟白修联系，那些废物的飞行器能追上才怪了。白修，你听我说，你快派人拦住主星的各个出口，林夕被人掳走了。白修一听，脸色森然地站起来，也顾不上此时正在跟皇室和一些元老级人物的会议，抬步就要往外走。亚瑟拦住了他，皱眉道：白修，你干什么？你事情还没说完呢。白修银眸里毫无温度，亚瑟冷不丁的被冰了一下，心里打了个寒战，嘴上还是坚持道：你还有没有纪律？白修冷得像冰碴子一样的声音响起：我的人鱼被人掳走了，谁拦我谁死。亚瑟不自觉地后退一步，惊讶道：什么？人鱼被掳走了？
这可是主星，你开玩笑吗？白修挥开他伸出来的胳膊，现在没空搭理他。待白修走后，客厅里不知道谁冷哼了一声，说道：“白修真是越来越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首座上的查尔陛下面带微笑的说道：“白修不是这样鲁莽的人，亚瑟，你去查一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亚瑟行个军礼，是。之前开口的那名老人又说话了：“难不成还真有人敢在主星上偷人鱼？那为什么就单是他家的人鱼丢了？怕不是被仇家找上门的吧？”鲁迪莎长老，不管怎样，在主星上偷人鱼就是触犯了联邦律法，您还是嘴下留情。跟克斯顿老将军关系亲近的一位上将实在听不下去，反驳了一句。鲁迪莎长老冷哼一声：“克斯顿今天又没在，你再卖好他也听不见。”那名上将军官眉头一皱，他就烦这些要打仗躲得比谁都快，说风凉话比谁都积极的小人。查尔陛下仿佛没有听见两边的争吵，依旧一脸淡然地坐在首位，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再劝解两句。白修以最快的速度封住主星出口，但他心底有个声音对他说：“已经晚了。”心不住地往下沉，现在的他已经无法保持冷静，他甚至开始在想，到底是谁在背后搞小动作？难道又是冲着自己来的？这时科德过来了，科德一脸严肃地说道：“我拿到了西西被掳走前的监控，右学园那边已经把这段记录销毁干净。”白修没说话，接过那个小 U 盘，连接自己的光脑。当他看到小人鱼被5个人制住，不停挣扎的时候，心就已经开始抽疼起来。垂在身侧的那只手握得咔咔响，手背上的青筋暴起，那无处宣泄的暴虐在空气中炸开。那几个人必须死，几乎是从胸腔里发出的声音。那个半死不活的，让莱西治好他，我有事要问他。转身向外走去，科德吞咽了一下口水，沉默地看着好友孤寂的背影。当初收到白景哥他们去世的消息时，白修就是这样沉默寡言，把自己关在地下室1年，没人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现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的小人鱼又丢了，他知道他心里难受，可不知道怎么安慰，就连自己心中也是满满的苦涩。林夕真的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他看过监控的，如果是林夕一个人的话，完全是可以逃脱的，他毕竟不是普通人鱼。没想到还是慢慢拖累了他，是林夕救了曼曼，虽然曼曼被他抽到骨折，但他真的很棒。他一直控制不住的想，如果自己今天没有送他们去学校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科德痛苦的蹲下身，蹲了好一会儿，才站起身，往自己脸上狠狠地抽了一巴掌，神情阴郁的回家了。他不敢想象爱丽丝知道会怎样，林夕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为什么偏偏就是他们家的孩子出事呢？当科德一脸艰难地把林夕被掳走的事告诉爱丽丝后，爱丽丝就这么呆呆地看着自家伴侣，好半晌才说：“科德，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不要骗我，小林夕真的丢了。”科德阴沉着脸点头。爱丽丝知道科德从不会拿这种事骗自己，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怒喊道：“那你怎么还不去找呢？快去找回来啊！”科德僵硬地扯着嘴角，不知道他们逃到哪去了。白修正在查。爱丽丝很激动：“那你快一起去帮忙找啊，我去医院陪曼曼。你的任务就是把我的林夕找回来啊！”说着就把科德往外推。爱丽丝活了30多岁，一直顺风顺水，她提起别人家丢人鱼的时候最多惋惜几句，轮到自己身边的孩子时，心里止不住的恐慌，担心那些坏蛋要对自家孩子会做什么，会不会拿小林夕做试验？一想到这个可能，他就浑身抽痛，眼泪止不住的掉，这可吓坏了科德。科德抱住爱丽丝说道：“亲爱的，你别慌，我马上去找，我一定会给找回来的。”爱丽丝泣不成声的说道：“你快点去，我要看到健康的林夕，快去！”莱西一脸沉重的用异能在治疗，这个他恨不得捅几刀的混蛋。他不知道他们要抓那么小的人鱼要做什么，但总归不是好事情。林夕也算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没想到说丢就丢了。这个男人这么惨，只是被大力抽打造成的，受到的皮外伤居多。莱西只是稳定他的伤势，并不会危及生命。他身上断掉的骨头，他一根都没给他接。半小时后，尾巴渐渐清醒了过来，他以为他的同伴把他给救了，一动身浑身疼得不得了。他有点疑惑，怎么不把他骨头给接上？想要叫人，一转头就僵立在原位。他知道他这次玩完了。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看着自己的目光就像是看一个死人，他就这么的坐在自己的不远处，就等着自己醒来。你是谁？司疼的有点抽泣。你的背后主使是谁？目的是什么？凌厉的声音透着一丝残暴。尾巴放弃了起身，破罐子破摔的躺回床上，懒散的说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白修勾起冷笑，旁边的莱西上前抓住尾巴的手，运用特殊手法把他的手指骨一一的掰断了。啊！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尾巴疼的眼球凸起，残破的身体不停的颤动。眼看那个魔鬼又要掰断自己另一只手的时候，尾巴止不住的求饶：“住手！住手！我马上说！”莱西停手，就站在尾巴的床边盯着他。尾巴缓了好一会儿，异能者承受疼痛的极限要比普通人高出很多，这对于他来说只能算得上折磨，还弄不死自己。莱西看他半天不说话，从空间钮中抽出一根铁棍，狠狠地击打在他断腿的地方。啊！你们！尾巴疼得把身体蜷缩在一起，他就知道这帮贵族可比他们心道很多了。眼看又一棍要落下，尾巴连忙说道：“我这就说，我那帮兄弟想人鱼老婆想疯了，所以我们才想了个法子。”尾巴磕磕绊绊地说了出来。白修目光不变，森寒地开口问道：“人在哪里？”尾巴又疼得抽了2下，才说道：“我不知道，他们丢下我跑了。”莱西皱眉，这么说来，那林夕还要怎么找？
可谁知白修竟笑了出来，眼底的幽光却像来自地狱的恶魔。尾巴听着笑声，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大。按理说不过一死而已，就算他们再怎么折磨自己，他尾巴敢说他不怕。可现在他却惧了，挣扎着抬起鲜血淋漓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只求给一个痛快。但白修可不如他意，示意莱西先出去。白修站起了身，来到床边，尾巴冷不丁地对上他的银眸。莱西站在门外，听着里面不断传出来的惨叫，那声音像地狱的怨魂一样，叫得凄厉又悲惨。莱西心如止水，没有人可以在大人面前隐瞒真相，只看大人想不想知道。飞船上的几位星道成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其中一名跟尾巴身形差不多的青年说道：我们把尾巴丢在那了，尾巴肯定凶多吉少了，老大会不会怪我们？另一名大汉不自然地搓搓手掌，心虚地提议道：要不我先告诉老大一声，老大应该还在主星上，让老大想法给救出来吧。五人相互看看，都赞同这个提议，多耽误一会儿，尾巴就多危险一会儿。这可是愿望星道团里速度型异能的一把手，尾巴要是没了，这损失可就大了。其中一名成员在联系团长，可过了很久都没有人接通。几人对视一眼，又接通了在老大身边跟着的弟兄，这个很快就接通了。战舰上投出一片光影，显出一个半身男人，是老大身边的得力助手费斯。他问：什么事？凯莉。五人中那个叫凯莉的连忙问道：老大呢？我有重要的事要汇报。费斯脸色一片凝重：老大受伤了，现在还没有醒。几人大惊。凯莉连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老大怎么会受伤？费斯一脸怒气：主星上的贵族们都太阴险了，他们偷袭了老大。凯莉追问：老大的行踪暴露了吗？你们现在在哪儿？费斯说道：我们已经离开了主星，准备返回我们的基地，老大的伤情有些严重。对了，你们行动怎么样了？凯莉回道：人鱼我们是偷到了，但尾巴没回来。费斯皱眉：什么意思？凯莉咽了下口水，说道：尾巴还在主星，没跟我们回来，我们怕他已经被抓住了。费斯暴怒：你们6个速度异能的好手，偷一条3级人鱼，自己人还折损一个，你们这帮废物！几人都低着头挨训：是费斯哥，我们错了，可尾巴怎么办？费斯紧锁着眉头，心里知道尾巴这次算是栽了，但还抱着一丝希望，没什么底气的说道：波比还在主星，你们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几人像是才想起来，对啊，这是波比要的实验人鱼，他得对尾巴的安危负责啊。我们这就联系波比。挂断费斯的视频，就立即给波比打过去。波比就在家等着消息呢，马上就接通了。波比问道：怎么这么久才来消息？成功了吗？凯莉说道：成功了，成功了，我们先把小人鱼送到一个矿星上，但现在有一件事要你帮忙。波比脸上闪过喜色，问：什么事？尾巴被他们抓住了，你得想办法给救出来啊。波比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尾巴那个速度怎么可能被抓住？你们打草惊蛇了？几人也不清楚，他们接应的时候尾巴已经倒在地上了。波比有些头疼，脸色臭臭的对他们说道：行了，你们要隐藏好行踪，我这边会想办法。然后就给挂了。战舰上的几人稍稍放下心，有人帮忙的话，尾巴或许还能回来。波比这里刚挂断，黛西在旁边同样听得一清二楚，他可不管那个尾巴是死是活，他只要知道那小人鱼已经离开了主星就行。他受折磨的日子就要开始了。波比在一旁眉头紧锁，他知道这次尾巴算是完了，只是可惜了。黛西没管波比，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嘴角扬起怎么压也压不下去。突然一声巨响，吓了俩人一跳。波比赶紧出去看看是什么事，黛西紧跟其后，然后就目瞪口呆地看见自家的房门竟被一炮轰了个大洞。发愣间，突然被波比拉到一边，脚下一个不稳，摔倒在波比的怀中。紧接着又几声炮轰声，他家的大门已经化为乌有，连带着客厅都变成了废墟场。待烟尘散去，白修带着一队人出现在门口。波比眼睛微眯，不客气地开口说道：我能问一下这是干什么吗？你们这是毁坏私人财物，私闯民宅，我要告你们去。黛西则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虽然白修的眼神始终没往自己这边看过，他心中有些惊疑不定。白修并不跟他废话，手一挥，几名手下扣着波比就往外拖。黛西吓坏了，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私自抓人是犯法的，我已经是一条怀孕人鱼了，你们这样惊吓孕妇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波比被按住时冷哼：你们主星上的人就这么无法无天的吗？说抓人就抓人，平时嘛。尾巴认识吗？他供出了你。白修神情冷漠地开口说第一句话。看着不断挣扎的波比，白修抬手握拳对着波比的腹部就是一拳，咔吧断了2根肋骨。波比疼得不停地抽泣，终于不再大喊大叫了。带走！波比被带走之后，黛西害怕地站在原地，颤抖着嘴唇说道：你破坏了我的房子，哪怕你权力再大，你都不能对人鱼动手的。白修就站在门口，头顶是明晃晃的太阳灯，周遭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对着不停发抖的黛西说道：我说过，你如果不安分，我不会放过你。黛西抖得更厉害了，嘴里不停地说着：我没有，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是受害者。哼！白修对着黛西森然一笑：你怕什么？你可是人鱼。留下一句话，掩去眼底的情绪，头也不回地走了。看他都嫌污了自己的眼。人都走后，黛西终于脱力地倒在地上，脸色苍白无比。她心底止不住地冒寒气，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双臂，给自己安全感。现在脑子很乱，她预感白修肯定会对她下手，
他在他身边10几年了，对他的手段也了解一些。不行，他得找个避风港。这个家事不能再要了，行李都没有收拾一件，慌慌张张的往人鱼行政中心跑去。密室内，波比嘴角挂着鲜血，阴冷的看着对面端坐着的男人，狠狠地呸出一口鲜血。你们这群恶心的刽子手！联邦知道你们竟然对无辜的居民动用私刑吗？凯迪阴狠一笑，手拿铁棍狠狠地抡向波比的肩头。波比被打倒在地，又忍不住吐了一大口血。凯迪不屑地说道：真是一个垃圾，一根普通的铁棍就能把你打成这样，真是没用啊。波比听到垃圾这个词，眼底盛满了怨恨。他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和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2个字。凯迪还要再打几下，白修抬手制止了他，平静地问道：人鱼在哪里？波比无声地咧嘴笑笑，笑意不达眼底。我不知道。白修说：你知道尾巴吗？波比额筋一跳，心里骂死了这个尾巴，还说什么骨干成员呢？一点酷刑都抗不过，一问竟什么都招了。嗨嗨，又咳出一点血，波比就这么躺在自己吐的血上面，看着地面说道：我不认识，怎么？你们这些权力大的还想屈打成招吗？白修清掀起嘴角，密室内凭空的出现一丝寒意。他一开始跟你一样，后面就什么都招了。他这会儿应该还没死，你还能看他一眼。话音刚落，凯迪动作粗鲁地拉起波比的衣领，拖到墙面处，在墙上按了一个按钮，墙面打开后是另一间房间。波比被扔到一个铁椅子上，屁股挨到椅子的时候，瞬间感觉自己浑身骨头都像移位了一样，控制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眼神不经意地扫向某处，突然就像被扼住喉咙了一样，眼里划过惊恐。那是什么？墙角处蜷缩着一团血肉模糊的肉团，除了一张脸是完好的以外，其他的部位血肉都连到了一块。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尾巴的嘴巴还在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氧气，能看出来他一时半会还死不了，肯定被特殊治疗过了。就这样，他还在咧嘴笑着，仿佛在想什么开心的事一样。他精神已经失常了。波比有些失控地大喊道：你们对他做了什么？凯迪阴笑道：就这点胆量，还敢动大人身边的人？快说林夕小姐在哪，或许还能给你个痛快。波比现在心里已经后悔死了，他没想到一条3级人鱼而已，背后竟这么大的来头，在主星上就敢明目张胆的随意抓人，随意动用武器，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黛西就一点都不知道吗？他不是说只是个小家族的人鱼吗？黛西没有告诉你，惹了我会有什么下场吗？白修沉稳地站在门口，像看一个跳梁小丑一样的看着波比。波比还是不可置信，不可能的，黛西那么善良，她怎么可能会坑我？她还怀了我的孩子。白修没有耐心听他的废话，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捏住波比的下巴，差点把他的下巴骨捏碎，说：人鱼在哪里？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波比下巴被捏得生疼，但也挣脱不开。我不知道，他们抓走了，又没送到我手里。白修本想直接捏碎他的下巴骨，但一想这地方还影响说话，就再多留一会儿。你不说实话，你想变成跟那个东西一样？波比看都不敢看这个魔鬼手指的地方，他绝不要受这种折磨。刚想要咬舌自尽，旁边的凯迪一直在紧紧盯着，就防止他要自杀，一把牵制住他的下巴，让他想死都死不了。波比被迫仰着头，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即使在这样鲜血四溅的环境中，这个贵族他依然一身洁白，没有沾上任何的污点，一如他高高在上的身份。波比不甘心，凭什么有人生下来就站在了金字塔顶？他穷尽半生的心机算计，才得到今天的成就，却因为一次错误而万劫不复。那个贵族的眼睛，就连他这个男人也要说一句漂亮。那高贵的银色虽没有任何情绪，里面却装满了傲然和不可侵犯。波比在那双深邃的眼睛中迷失了自己。为什么绑架林夕？波比此刻像一个没有思想的木偶，听到问题就木木的回答。他是唯一一条使用体力针剂而活下来的3级人鱼，我要用它做实验。白修的手悄悄攥紧，接着问道：什么是体力针剂？波比说：体力针剂就是没有任何声调起伏的解释了这个药剂。是黛西做的吗？波比空洞着双眼，麻木的回答道：是，黛西告诉我的，说有一条3级人鱼使用针剂活了下来。白修浑身充斥着怒火，手上的白手套竟不知不觉的消融了。凯迪心惊胆战的，怕大人一不小心会异能失控。白修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想到黛西竟然第一次见西西救下这样的死手，他还真是小看他了，他比自己想象中要狠毒得多。西西受痛了，怎么能让凶手安然无恙呢？体力针剂这可是一个好东西，怎么也要给他来2针试试才行，差点忘了，肚里还有一个呢，用3个正好。白修直问主题：林夕现在在哪？波比突然出现了痛苦的神色，那是他精神力要崩溃的征兆。白修可不会管他怎样，他只想要答案。缓了一会儿，波比才麻木地说道：我不知道，他们逃走了，他们只说会送到一个矿星等我，具体的我不知道。白修脸色阴沉的可怕，没想到这个波比是真的不知道。矿星吗？白修又问了2个问题后，神色阴郁的出去了，凯迪紧跟其后。砰！铁门关上后，波比才脱力滑下铁椅，瘫坐在地上。缓了一会儿，波比眼神变得清明起来。啊！突然凄惨的哀嚎声回荡在密室的空间里，一声高过一声。波比眼中尽是血丝，布满了整个眼球，他的双手死死地扣在自己的头皮上，太痛了，像针扎一样密密麻麻的遍布整个脑袋。波比感觉自己的头像一个马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小眼，不停的有东西往里面钻。从喉咙发出绝望的声音：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双手把头抓得稀烂，不停地哀嚎，不停地在地上翻滚。也就不到10分钟的时间，波比停止了挣扎，他茫然地坐了起来，仿佛忘记了身体的疼痛，好奇地看着周围，不自知地咧开嘴笑，流下口水也不知道。他的精神识海已经被破坏了，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人，他不知道疼痛，不知道饥饿，他不知道他还是谁。等这2个在这儿饿死之后，会有人过来给他们收尸的。这个密室的上方是白修的大本营，只有自己的心腹才知道的地方。来到楼上的办公室，里面正在忙活的核心成员一看白修进来了，都起身恭敬地说道：“大人。”白修点头，大步坐在首位上，其他人等白修坐下才都入座。冷冽的银眸扫视一圈座位上的众人，修长的食指一声一声敲打着桌面，敲得众人心里发紧。没多久，清冷的声音响起：“我们有多少矿星？”负责资产这块的李诺推推他的眼镜，起身说道：“我们一共有189个矿星。”白修又问：“联邦一共有多少矿星？”李诺不用思考，直接回道：“包括大人的在内，联邦一共有421个矿星，不包括48个废弃矿星。”白修点头示意李诺可以坐下了，命令道：“卡洛斯，你派人把守在各个矿星的入口处，排查任何飞行战舰，只要发现携带人鱼的，就立即控制起来。”是。卡洛斯是一个身高近2米5的壮汉，长相比较憨厚，不过不要被他的外表给骗了。粗壮的外表下有一个玲珑剔透的心，鬼点子多着呢。他是巨人族的，虽然他的身高在巨人族里连个中等都上不去，但他是个将才，被白修发现后极力拉拢到自己的阵营。安排完之后，一起身白修就吐了一口血，众人神色担忧地喊道：“大人，您受伤了？”白修擦掉嘴角的鲜血，示意众人不用过来。“我没事，一点小伤，我一会儿会去找莱西。”脚步依然沉稳，不停留地回去了。凯迪紧跟其后，留在办公室的众人面面相觑，他们都很担心。从林夕小姐失踪到现在已经6个小时了，大人一刻不停地搜查着真相。卡洛斯已经去执行命令了，其他人也都各干各的去了。李诺重新坐回办公室，叹了口气，继续梳理着账簿。人在高位又怎么能轻松呢？人前风光人后，过得提心吊胆。以白修大人的身份，仍不能安宁，主心上又有哪个活得轻松？战舰上，5人正在悠闲地打着牌。凯莉嘴里叼着根烟问道：“那小人鱼要昏睡多久？”波比说：“那个药剂能让一个成年人鱼昏睡1天，小人鱼的话怎么也要2天。”5人中长的最壮的那个大汉叼着烟说道：“他叫道格。”凯莉就剩2张牌了，结果竟是王炸。几人怒骂起来：“凯莉，你小子太……”凯莉吐出烟屁股，嘿嘿笑道：“都快转钱！”转钱！道格嘟囔道：“先欠着，再来2把1块算。”凯莉踹了他一脚，笑骂道：“快点的，你们先玩，我去看看那人鱼怎么样了。”凯莉走后，道格嘀咕道：“那人鱼还睡着呢，有什么好看的？”林夕又一次的被饿醒了，他现在浑身无力，消耗了太多的体力，他饿了。抬眼观察着四周，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想他被人贩子拐走了，不知道慢慢怎么样了，他应该没事吧？肚子咕噜咕噜不停的叫，小脑袋不停的运转中，他们要把自己拐到哪里呢？爱丽丝说过，有一些人拐了人鱼是要去黑市倒卖的，而一些人就是拿人鱼悄摸的做实验的。林夕皱着脸，他怎么这么倒霉？大概过了1个小时左右，金属门自动开了，进来一个清瘦的青年。他还记得这是绑架自己的那5人之一。凯莉一进门就对上小人鱼睁开的眼睛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快就醒了？带着警惕盯着床上的小人鱼，如果换成一般情况，他不会这么谨慎，一个小孩子而已。主要是这条小人鱼劲太大了，那尾巴甩胳膊上，现在还有点疼呢。林夕饿得浑身没力气，跑也跑不了，不如乖乖的做个人质，吃饱了再寻机会逃跑。可怜巴巴的望着那个男人，撒娇的说道：“我饿了，有没有吃的？”凯莉惊在了原地，这小人鱼竟还对自己笑。他忘了在学校的时候他是有多狠的吗？可小人鱼眼睛弯成了月牙，满心期待的看着自己。凯莉活了50多年了，第一次感觉心里长长的，说话的语气都放柔了很多。你会听话吗？林夕点点头，湿漉漉的小圆眼一直盯着这个青年。凯莉感觉有人在自己的胸口射了一箭，那是丘比特之箭。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自己再偷一条人鱼给波比做实验，那这个就会留给自己。林夕看这个人半天不说话，心里腹诽着不是个傻子吧，再次的开口道：“这位哥哥，我好饿啊。”凯莉听到小人鱼的声音，感觉有点气血上冲，连忙说道：“我这就去给你拿吃的。”说完，脚步不稳地跑了出去，在门口处还差点把自己绊一跤。林夕，人贩子智商不太高的样子。很快凯莉就回来了，怀里抱了一堆食物，都是水果和罐头一类的。逃跑的太仓促，没有购置多少吃的。林夕也不嫌弃，罐头都是鱼罐头，依然吃得很香，一口气吃了5个罐头和全部水果，也只垫了底而已，不会饿得走不动道了。看那个人贩子又呆愣住了，甜甜一笑问道：“还有吗？”凯莉怀疑地盯着小人鱼依旧扁扁的肚子，这么多东西都够2个成年人吃饱了，而小人鱼依旧没吃饱，愣愣地往空间牛里又取出来一些罐头，又愣愣地看着小人鱼给吃完了。他觉得他要赚很多钱才能养得起这条人鱼，这么小就吃这么多，那长大还得了？凯莉问道：“你怎么吃这么多？”林夕闻言一顿，心里有句 MMP 不知当讲不当讲，无辜地说道：“因为我长得快。”凯莉一想也是，又学原理，就数他个头大，还挺有劲，吃这么多也情有可原。
他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健康的3级人鱼呢。这么些年跟着老大走南闯北的，在黑市上也见过一些，那些3级人鱼都病怏怏的。听一个哥们说，晚上干那种事的时候被做晕过好几回，不太尽兴。还是他看上的这个好，快大有劲，自己能无所顾忌。林夕看着面前的青年，神情越来越猥琐，还流出了鼻血，皱着眉心想，这不会是个变态叔叔吧？鼻血都流到他自己的身上了。林夕嫌弃的往一边挪挪，提醒道，你流血了。凯莉才从自己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一看自己竟然当着小人鱼面出了丑，脸红的跟个猴屁股似的，火急火燎的跑了出去，跑回自己的房间，反锁上门，喘着气跑到浴室，把自己脱个精光，脸上又出现了猥琐的神情。林夕嫌弃的不行，他觉得那个青年怎么说也是长得仪表堂堂，怎么处处都透着猥琐，跟自家白修哥哥简直没法比。当他没看到他看自己的眼神，竟然有点迷恋，自己还是个宝宝呢，他就这个眼神看自己，这是个恋童癖不解释。大概过了半小时，那个猥琐男又来了，林夕都不想跟他说话，这是个变态。凯莉看小人鱼不搭理自己，心情有点郁闷，讨好的问道，小人鱼你怎么了？怎么不理哥哥了？哦，林夕心里干呕了一下，这人真变态。为了能跑出去，他豁出去了，僵硬的扯个微笑，难过的说道，我太闷了，我想出去透口气，我想泡水。凯莉一听小人鱼要泡水，那眼睛就跟开灯了一样，唰的一下就亮了，亢奋的说道，我抱你出去。林夕看他这样子，吓得不轻，连忙喊道，不要碰我。凯莉僵在原地，怎么了？林夕收收自己的情绪，小声的说道，姐姐给我说的，不能让陌生男人抱的，我可以自己滑过去的。凯莉一听心都要化了，这小人鱼怎么这么可爱呢？人鱼没有长得丑的，除了那些4级改造人鱼外，都是好看的。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条3级小人鱼长得真 TM 好看，这是他见过最好看的人鱼了。小时候都这样了，这长大还怎么得了啊？怪不得主星上的那个贵族舍得让一条3级人鱼进最好的学校，就这脸蛋，常大准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人物。他觉得他还是在偏僻的星球安家吧，这样就能把人鱼藏起来了，不让别人看到。战舰上的地面还是挺光滑的，鱼尾在地面上滑动，并不会磨得慌。林夕仔细地观察着周围，才发现原来这是飞行器上，他们要带自己去哪啊？该不会要把自己卖到黑市去吧？那白修还能找到自己吗？心里有点慌，叫住前面的凯莉。凯莉微笑着转过身，他知道这条人鱼叫林夕，当然他也应该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了？快到浴室了。林夕一脸怕怕地问，你要把我卖了吗？凯莉一看他这个表情，心疼坏了，忙哄道，不要害怕，我不会卖你的。林夕顺杆子爬，那你能送我回家吗？我想爸爸了呜。眼里都聚集了雾气，但凯莉脸色一下就变了，站在原地不为所动，并没有回答小人鱼这个问题，只是说道，乖，以后我陪着你，我会是你的家人。林夕低下头，收回眼里的雾气，同样的话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感受还真不一样。他只想跟白修哥哥当一家人，低着头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进了个房间里面的浴室。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好奇地问道，这是你的浴室吗？凯莉有点不自然，因为浴室的空气中他的那个还没散去。林夕一听是他的浴室，心里就有点嫌弃。当你给一个人定好位时，不管他做什么都很难纠正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就比如现在，林夕总感觉他的浴室好像很脏，虽然浴缸洁白无比，一点污迹都没有，但还是非常隔音。要不是为了不让这个人起疑，他宁愿不泡水。但他现在的身份是一条3级人鱼，长时间不碰水，他们肯定会怀疑，会把自己送去做实验的。跳进放满水的浴缸，在水里一动不动，尽量泡这一块的水就好。其实是感觉这水都不怎么干净，以为不动就可以少受些污染，自己安慰自己而已。泡了10来分钟就可以了。那个叫凯莉的还挺细心的，不知道从哪弄了个人鱼小推车过来。林夕说了声谢谢，凯莉推着他在战舰上转，林夕就仔细的看，算上自己那间小屋子，一共还有3间屋子，凯莉一个人就占了1间。他可不可以认为凯莉在这几人中算是有点地位的小头目？战舰不算大，通过这几个房间是一个小厨房，里面的食物柜上放满了速食罐头、桶面、饼干、面包之类的。凯莉，你去哪了？有人在喊凯莉。林夕竖起耳朵听，凯莉应了一声，喊什么？我还能丢了？这就来了。凯莉推着小推车往外走，还小声地对林夕说，我现在带你去见见其他人，有我在呢，你不要害怕。林夕乖巧地点点头，心想不管谁在我也害怕，你们这群人贩子。穿过这条走廊就是战舰控制室了，一块大大的投影屏，下方是操作台，另一大半空间被布置成了小客厅，围着小桌子摆放一圈沙发，上面坐了4个人，还有一个空位置。哟，他们还在这儿打牌，是觉得干自己这一票钱稳了吗？还在打牌的4人看凯莉竟把小人鱼推出来了，都呆住了。道格粗着嗓门喊道，凯莉你干什么？凯莉皱着眉，就你嗓门大啊，看把小人鱼吓的。林夕倒不是被吓的，主要是朵朵唾沫星子。几人都站了起来，一个叫瘦子说道，凯莉哥，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凯莉不管他们怎么想，推着小人鱼坐到一边的沙发上，笑骂道，只是小孩子而已，你们怎么吓成这样？道格几人也觉得自己有点反应大了，但怎么说这人鱼也是他们绑来的，突然就这么在一个屋内和平共处，还有点猝不及防。
道格放小了音量，说道：“凯莉，这小人鱼竟不哭不闹，你怎么做到的？”凯莉得意地笑笑：“我决定了，这条人鱼以后就跟我一起生活了。我们再抓一条3级人鱼还给波比。”瘦子有点惊讶：“凯莉哥，你真的决定要跟这条人鱼好了吗？”凯莉点头：“当然，我很喜欢它。”瘦子有点羡慕地说道：“凯莉哥，那我……”凯莉斜他一眼，冷哼道：“娘们唧唧的，想说什么就说呗。”瘦子搓搓自己细长的手指，不好意思提议道：“凯莉哥，我可不可以跟你一块啊？”说着还瞄了一眼乖巧的坐在小推车里的林夕，吞咽了一下口水。要说5人中观察林夕最仔细的，还要数这个瘦子。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他人轻言微，只敢偷偷的觊觎一下，心里可惜坏了。这小人鱼这么漂亮，被做实验了那太可惜了。凯莉也是猛了一下，然后脸色一沉，踹了瘦子一脚，低喝道：“滚！谁也别给我惦记，我一个人养得起。要是真的缺媳妇，大家都是兄弟，借你们点钱去黑市买了一个还是可以的。”瘦子被踹了一脚也不疼，他心里就想要这个，沉默地坐在沙发上不吭声了。道格是个粗心的家伙，他一屁股坐到瘦子旁边，搂着他的肩膀，开玩笑说道：“瘦子，人家凯莉不愿意，哥愿意跟你一块买一个。”瘦子脸色难看地把道格的手拿下自己的肩头，低声说：“不用了。”凯莉闻言皱眉，冷冷地说道：“瘦子，虽然我比不上尾巴哥他们，但我还没有穷到要跟一个人共妻的地步。兄弟是兄弟，但有些东西不能分享。”瘦子低着头，并不吭声。大家一看这两人没开玩笑，竟然是认真的，都一时失了言。还是道格挠挠后脑勺，讪讪地说道：“不就是一条人鱼吗？可不能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兄弟的情分。”凯莉没理他，推着小推车回自己房间了。瘦子也起身回自己房间了。余下的3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道格不喜欢这个气氛，怒骂了一句：“这 TM 叫什么事啊？他们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当着一个孩子的面讨论这些，他们以为才几岁的孩子能听懂个啥？”事实上，林夕听的心里直冒冷汗。我的天啊，我才这么小，这个叫凯莉的竟然打的是这个主意，而那个瘦子也太过分了，竟然还想共妻，他们是不是太过于禽兽了？这太可怕了。他以为他来到了高级文明星球，没想到这个年头还存在着共妻，不由自主地想到客厅那几个人的脸，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都长得也太丑了吧。没想到凯莉还是里面长得最好看的。不行，他得想法跑掉，坚决不能被他们给养大，那后果不堪设想。凯莉推着小人鱼来到自己的卧室，看着都不说话的林夕，态度放柔了很多，问道：“你被吓住了吗？”林夕闻言抬头，啪啪的点点头：“你们不要吵架。”凯莉顿了一下，摸摸小人鱼的脑袋说道：“对不起，下次我们不会了。”林夕强忍着打掉他手的冲动，乖巧的点点头。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林夕需要空间好好的想一想法子，就当着凯莉的面连打了好几个哈欠，眼睛半眯着说道：“我困了，我要去睡觉。”凯莉看这个小样儿，心都要萌化了，说道：“那你在这里睡吧。”林夕知道这是他的卧室，怎么可能会睡他的床？摇摇头：“我要回我那个小屋子睡。”凯莉没有多想，皱眉说道：“那个床有点小，房间也小，哪有这个床舒服啊？”林夕摇摇头：“我还小，我喜欢小屋子。”凯莉闻言无奈了，看小人鱼已经开始瘪嘴巴，连忙投降：“好好好，送你回那个屋子里睡啊。”林夕躺在小床上，给门口的凯莉挥挥手，还说道：“你不要让别人偷偷进来哦。”凯莉点头，她当然不会让其他人进来了。“你放心睡吧，没人会来的。”林夕这才缩回被子里，还好这个被子是新的，上面有消毒水的味道，星际上的新被子一般都有这个味道，对人体无害，林夕盖着也放心。等门被关上的时候，林夕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毫无睡意，他在分析局势。飞船在继续飞行，他得想办法让他们停下才行。他有点害怕，不知道要被他们带到哪里去。听那个凯莉说，他们现在距离主星已经很远了，都出了星球。白修哥还要怎么找他？难道他就要过上陪着人贩子一起流浪外太空的生活吗？他想念爱丽丝了，他想念曼曼了，他想念莱西大哥了，他想念科德、威风，还有爷爷。最重要的，他还是最想念他的白修哥哥。如果自己不见了，白修哥哥会不会再领养别的小人鱼了？白修哥哥的身上那么好闻，他是不是就要抱别的小人鱼了？还有他的嘴唇呢吗？以后是不是都属于别的小人鱼了？小小身子慢慢滑进被子里，连头都罩住。被子里明亮的双眼，此时已经满是雾气。倔强的林夕就是不让他掉下来。越想越难过，心里不停地默念着维卡塞，他不能忘了这个名字，这是他从小生活的星球，不管他被拐到哪里，他一定要找回来。眨眨眼睛，逼退眼里的失意，他是成年人了，要坚强，还是先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听他们谈话的意思，好像是要把自己交给什么人，然后那个叫凯莉的说要再抓一条人鱼来代替自己，不能让他们再抓其他人鱼了。问题是他们要什么时候才会停下呢？林夕灵光一闪，他想到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如果他们没有食物补给的话，是不是就要随便着陆一个星球去补充食物？他仔细的看过了，如果他全力开吃的话，2顿就解决完了。问题是一次就吃饱的情况下，他一天也只能吃得下1顿。第一次觉得自己饭量太小了，如果自己再多1倍的话，那明天他们就得中途去采办食物。翻来覆去又想想其他的，虽然他完全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利用精神力控制住一人，再用尾巴卷住脖子直接把人绞死，可是有5个人呢，
总有一个人会留下来守夜的。飞行战舰上哪里都有监控，自己刚一出门那就打草惊蛇了。就算他仔细规划，让其他人在幻境中来到自己的房间，让自己轻而易举的杀死，可是都杀死之后怎么办？他不会开飞行器啊！仇人太仇人了，这个方法不可行，还是选一个稳妥点的吧。明天使劲吃，吃光他们的食物，看他们怎么办。其实他胆子很小的，虽然他们是坏人，想法归想法，怎么能真的去杀人呢？还绞断脖子，那鲜血四溅的，他的尾巴要变成红色了，太可怕了！鹰在被子里胡思乱想着，冲淡了一些心中的恐慌，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白修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他没有在他的房间，而是在小人鱼的房间，枕头上都是小人鱼头发的香味，小被子里都是他的体香。说来也奇怪，其他人鱼靠近点都会有点咸腥味，不重，但那也是人鱼的证明，一般都会用特有的身体乳掩盖掉那点味道，变得香香的。而林夕从没有用过这类产品，却也能这么香。白修抱紧了身上的小被子，脸深深的埋进去，仿佛林夕还在他的身边。房间内一点光亮也没有，微风在床角处不停地嗅来嗅去，闻不到熟悉的味道时，喉咙里发出哼唧声。白修听到微风的动静，心说林夕真是一个小笨蛋，微风从没有汪汪叫过，他却还以为这真是一只小狗呢，经常念叨着说微风这个名字起得好，从小就这么高了。你能让一只幼狼学会狗叫吗？嘴角刚要扬起，却被苦涩蔓延。西西，你在哪啊？你会害怕吗？不要担心，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不管你走了多远，我都会找到你。爱丽丝家中天很晚了，曼曼却还不睡，一直吵着要见林夕。柯德哄着说，曼曼乖啊，咱身体刚好，明天再去找林夕行不行啊？曼曼很执拗，不行，我看见西西被坏人抓走了，我要看西西在不在家。爱丽丝有点忍不住了，自己躲去卧室哭了。柯德脸色也有点难看，但还是耐心的哄道，这么晚了，西西都睡了，明天带你去看好不好？曼曼有点为难，那我能视频里看看林夕吗？柯德一听有戏，加把劲哄道，西西玩一天都累了，白修叔叔不让他视频，那曼曼要去跟白修叔叔说吗？曼曼猛摇头，那算了，我明天再去找西西。柯德松了一口气，总算把孩子给哄住了，给曼曼掖掖被角，等他睡着了才回到主卧。爱丽丝靠在床头，看着光脑中林夕开心的笑颜，心里不由一堵，心疼的喊道，爱丽丝。爱丽丝在无声的流泪，眉宇间笼罩着哀伤，轻轻的说道，小林夕饭量那么大，那些坏人会给他吃饱饭吗？柯德一噎，心里酸酸的，他恨不得把那些人千刀万剐，活活烧死。又听他说，林夕是不是被带到你们也查不到的地方了？他是不是要被卖了？柯德心疼的安慰道，亲爱的，你该休息了，我明天会跟白修都去查的，我一定会把林夕找回来的。爱丽丝没有回应，只是收起了光脑，滑入被子中，不再说话了。白修手里拿着林夕的空间钮，看了整整一夜，心里无数次的后悔，如果不是急着给他绑定光脑，现在就可以跟着空间钮的定位找到他了。定，白修才回过神儿，收起空间钮，看光脑上的消息。白修，克斯顿先生，昨天有人鱼起诉你，恐吓人鱼以及绑架人鱼的亲属，请尽快来人鱼行政中心一趟。白修眉目变冷，冷笑一声，孤身前往人鱼行政中心。人鱼行政中心，由于性质比较恶劣，涉及到的当事人比较棘手，查尔陛下亲自来主持公道。白修一进大门，首位上坐着查尔陛下，亚瑟在查尔陛下的左后方站着，查尔陛下的下手各坐着两位重量级人物，分别是鲁迪沙长老和人鱼保护法创始人。白修心里冷哼，真是豪大的架势。查尔陛下面色依旧和善，温和地问道，白修，你也收到消息了，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鲁迪沙长老冷哼一声，仗势欺人。白修理都没理他，只是盯着主位上的人说道，查尔陛下，您应该收到消息了，我的人鱼被人掳走了。查尔陛下点头，头疼地说道，这是幼学园的失职，造成孩子一伤一失踪，学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已经让人封了学校，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白修内心冷笑连连，封了学校有什么用？人都失踪了。鲁迪沙长老挑刺道，你家人鱼丢了，就去祸害别人家的人鱼。白修这才看他一眼，眼里凛冽的寒气几乎化成实质。鲁迪沙被害得坐立不安。这时另一名老人给他解了围，这位老者长得慈眉善目，满头的白发掩盖不住面色的红光，谁看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老头。这人正是人鱼保护法的创始人赫拉多长老。赫拉多长老一脸和煦的微笑，说话稳稳当当的，白修，我的职责就是维护所有人鱼的利益，我让那位受害者人鱼小姐一起过来，如果另有隐情，你们就把事情说清楚，如果那位人鱼小姐说的是事实，那么我就要依律法处置你。白修没有意见，他只是没想到黛西竟然会起诉自己，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蠢的？黛西在侧厅等候着，一听传召就柔柔弱弱的走进来了。变成双腿的黛西肚子隆起的更明显了，看着还有1-2个月就要生了，这腹受惊吓的模样博取了场内大多数士兵的怜惜。亚瑟眼里划过一丝兴味，这次看白修要怎么解释。黛西跟白修并肩站在大厅，一扭头就能看见他的侧颜，他像标枪一样挺拔有力的身姿，距离自己不到1米，他甚至能感觉到他身上若有若无的清冷气息，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距离，而如今却是这个局面。赫拉多长老慈眉善目地说道，这位人鱼小姐，请再次说明一下您起诉的内容。黛西点头，指着身旁的白修悲戚地说道，
我不知道这位大人为什么要拿武器破坏掉我们的房子，他还没有任何理由的抓走了我孩子的父亲。黛西一脸慈爱的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像是在怀念孩子的父亲一样，抬起头环视一圈，最后一脸坚定的说道：我要求这位大人把我的伴侣给放了，并且双倍赔偿我的损失，以及让他受到相应的刑罚。赫拉多长老点头，转向白修问道：你有什么要否认的地方吗？白修冷静的说道：有。赫拉多长老，请说。第一，我抓走的那个人叫波比，是愿望星道团的主力医师，常年在用人鱼做实验。不幸的是，我的人鱼被他定为目标。亚瑟听到愿望星道团的名字，瞳孔一阵收缩，他敢肯定白修说的是真的。第二，黛西5年前还是一名女性，并担任我的助理一职，因为心术不正下毒迫害过人鱼一次，被我辞退永不录用，她怀恨在心。第三，他们根本没有合法的伴侣证明，黛西为逃脱罪责改造成人鱼，现在又跟他人联合起来谋害我的人鱼，他又该受到什么刑罚处置？赫拉多长老没想到会牵扯出这么多事情，不由看看那位人鱼小姐的面色，虽有点苍白，但并不慌乱，一时难以抉择。黛西说道：这位大人诬陷我，他没有证据。白修平淡的看他一眼，黛西不自然的瑟缩了一下，心里肯定的想到他绝对没有证据。查尔陛下说道：白修，你有证据吗？白修拿出一支录音笔，放出了波比交代的事实。黛西听后心里慌了一下，又很快的镇定下来，说道：声音是可以伪造的，你怎么证明这些是真的？白修依然淡定，你继续往下听。然后就听到波比还说到他的所有实验记录所藏匿的位置，还说出了愿望星道团的大本营位置。这条重要的消息连查尔陛下都坐不住了，黛西则一脸苍白的僵在原地。为什么波比会这么蠢的把所有事都交代出来？他所有的自信都来自于他一直坚信着波比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连他都不知道的事情，波比怎么会全抖搂给白修？查尔陛下站起来问道：白修，这些都是真的？白修点头，陛下派人去围剿试试，不就知道了？查尔陛下很激动，这个星道团就像一个毒瘤一样，一天不除，联邦就一天不得安宁。白修接着开口说道：赫拉多长老，人鱼犯罪的话，是否要依法处置？赫拉多陷入沉思，如果是女性转化成了4级人鱼，那自然是没人管她的死活，可这竟是被改造成了1级人鱼，如果弄清楚的话，这对联邦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在座的显然都想到了这点，赫拉多长老跟查尔陛下在空中交汇了一下眼神儿。查尔陛下轻咳一声说道：白修啊，这黛西我希望送进联邦研究院，这对联邦太重要了。白修静静地站在原地，并不说话。鲁迪莎看不惯克斯顿家的人得势，呲了一句说道：白修，你不会这么不顾全大局吧？白修冷静地说道：当然，为了联邦的发展，黛西可以随你们处置，不过……鲁迪莎长老，不过什么？白修冷笑：不过你们以为我克斯顿家族就随便好欺负的？有事就叫过来，没事就回去。何况我还给陛下提供了一个这么重要的消息，我的人鱼还没有找到，伤害人鱼的幕后凶手，你们都要给我扣下。查尔陛下一时无言，思索着该给白修什么补偿比较好。可克斯顿家族都要比自己这个皇室富有多了，还拿东西去补偿人家。查尔陛下一脸为难道：那白修你想怎样？白修微笑：当然，为了联邦，我做一下牺牲也所谓，不过我有2点要求。查尔陛下额角抽搐：你说。第一，我不希望3年后还听到黛西活着的消息。黛西猛地向白修看过去，他竟然这么希望自己死。第二，我要休假，我要去找人，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了，我才会回来工作。鲁迪莎冷哼一声：那你一直找不到，就一直占着位置休假下去。白修一听找不到3个字，眼睛危险的眯起，仿佛他再多说一个字，那脑袋就不用要了一样，直看得鲁迪莎长老心里发虚。鲁迪莎瑟内利忍地说道：你这么看我干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投票决定的。查尔陛下也没想到他会提这种要求，他倒不会像鲁迪莎那样想，他想的是，如果白修近几年不在主星上的话，未必不是好事。皇室只不过是被推举出来平衡各大贵族势力的幌子，皇室所占的分量甚至还不如一个大贵族的势力。每次会议的主导者从来都不是皇室，如果能暂时退出去一个，何尝不是给皇室发展的机会？不过也不能那么明显，面子上还是要做一下的。查尔陛下说道：这样吧，白修，我们明天开一个会议，如果多数赞同，那么我们就同意你的要求，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可再商议商议。白修颔首：我想大家为了联邦的未来，这点小事不算什么的。既然没什么事了，那我就先告辞了。白修也不待众人说什么，转身就离开了。鲁迪莎指着白修的背影，气得他根本没有人理会他，大家都在思考明天的会议。亚瑟也要回去跟爷爷商量商量。没有人在乎黛西能不能活过3年，3年的研究对于联邦来说已经足够了。赫拉多长老笑眯眯地找来几个人，把黛西给带下去了。上一秒还是你可以依靠的后盾，下一秒就亲手把你送进地狱。黛西算是深刻地体会到了。大人，您真的要让黛西给他们研究3年吗？白修轻掀嘴角：当然，过几天给黛西注射3份体力针剂，也让联邦研究研究是什么成分做的。凯迪道：是。战舰上5个大人围着小人鱼坐了一圈，道格夜夜口水说道：凯莉，你确定你能养活得起他吗？凯莉也是有点吃惊，好家伙，这是把库存吃了一半啊。他估摸着重量，这一顿怎么也吃了将近30斤了。瘦子也张大了嘴巴：
乖乖，他可是吃掉了我们3天的口粮啊！凯莉试探地问道。灵犀，你吃饱了吗？灵犀也知道自己这样有点不淑女了，没办法，大家都是为了生存。摸摸饱饱的小肚皮，心满意足地说道：哥，我吃饱了，我明天还要吃这么多。凯莉皱眉说道：我们明天得尽快找个地方落脚了，战舰上剩的食物只够小人鱼吃一顿了。瘦子跟其他人没有异议，看小人鱼吃东西简直是一种享受，可千万不能饿着。道格有点意见，不行啊，这样距离主星太近了吧，怎么也得到达矿星才行。凯莉说，可我们过了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道格满不在乎地说，那就让他少吃点，一顿吃今天1/5的量，怎么也能撑到最近的矿星。灵犀这时委屈地开口了，你们明天不给我吃饭了？说着眼里就聚起了雾气，仿佛只要你们说不给饭吃，就立马哭给你们看。几个大老爷们儿头疼地看着小人鱼，他们也没养过，不知道是每条人鱼都吃这么多呢，还是就他吃这么多。凯莉试着哄道，乖啊，咱明天少吃点，等到地方了我给你买很多，让你顿顿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灵犀不干，就躺在桌子上开始扑腾起来，边乱甩尾巴边嚎道，你们都是坏人，你们不给我吃饭，我要回家。几人一时不察，都被尾巴抽个正着，顿时被抽到的部位火辣辣的疼。道格怒吼了一声，给我消停会，不然就打死你。灵犀一下就吓住了，不再撒泼，强忍住打嗝的冲动，实在是吃得太饱了，有点撑，忍得有点痛苦，落入别人的眼里就是吓得脸色发青。凯莉一下就慌了，轻柔地拍着小人鱼的后背安抚他，看小人鱼好不容易才脸色恢复过来，直接就对道格冷了脸，道格你有能耐了，连我的人你也敢吼，人要是被你吓出个好歹来，我饶不了你。道格也没想到小人鱼会吓成这样，不过也是个犟脾气的，绝不服软。凯莉，你别以为我怕你。道格，你什么意思啊？凯莉眯起了眼睛。道格梗着脖子不让步，明天绝不能让他吃这么多了，最少也要坚持2天，先到达最近的矿星才行。凯莉隐忍着怒气，铁青着脸说道，不可能，哪怕我不吃也不能委屈了人鱼。道格冷笑，那是你的人鱼，不是我们的，我们可不陪你。道格你一定要坚持。道格神色不变，坚定道，对，2天后去拉诺维奇星买补给。凯莉愤怒地把灵犀放进小推车里，那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总之我不可能让人鱼饿着。推着灵犀去厨房，把所有的食物都装进自己的空间钮中。道格慢了一步，凯莉已经把所有吃的都搜罗走了。道格瞬间怒气腾腾，凯莉，你想打架吗？凯莉不屑道，怕你啊。道格二话不说就给凯莉一拳。凯莉被打偏了头，神情阴郁地擦掉鼻血，一使劲把灵犀推到瘦子他们那边，一把脱掉上衣，露出结实的肌肉，抡胳膊就上。两人你来我往，拳拳到肉，没一会儿就都挂上了彩。灵犀睁大了眼睛，这怎么说打起来就打起来了？瘦子以为小人鱼在害怕，轻声哄着小人鱼不要害怕，他们正在玩呢。灵犀心里翻个白眼，就算是5岁小孩也能看出来这是在干什么好不？眼见俩人战况越来越激烈，除了瘦子之外，其他那2人连忙去拦架。大家都是兄弟，不要为了那点吃的伤了兄弟间的情分。道格一分心就被踹了一脚，躺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喘着粗气说道，兄弟情分。凯莉已经全心全意的在那小人鱼身上了，哪还顾得上兄弟？凯莉抹掉嘴角的鲜血说道，道格，你不要给我没事找事，我什么时候不顾你们了？不就是明天要提前去买点东西吗？这样也不行，什么时候这战舰轮到你道格说了算的？道格嘲讽的笑笑，你当我们是什么？旅游来的吗？想进哪个星球就能进哪个星球，暴露了行踪，我们兄弟几个的安危谁来负责？你能付得起吗？凯莉凶狠地盯着地上的道格，半天说不出话。其他的3人沉吟了一下，他们是新到，进普通的星球会被查问，虽然大家都弄了一个假身份，但也冒了很大的风险。越靠近主星的星球就排查的越严，如果不进矿星的话，确实有点冒险了。其中一人委婉地提议道，我这里还有几管营养剂，撑过明天没有问题，小人鱼也不用饿着。道格呸了一口唾沫说道，靠，那营养剂吃起来像牙膏一样，老子很多年不吃那玩意儿了。那人鱼那么能吃，估计啥都能吃，那营养剂就让他吃了呗。话音刚落，道格就被狠狠地踹了一脚，只听凯莉咬牙切齿地说道，道格你还是不是人？人鱼的肠胃那么娇弱，你怎么想的？道格眼里闪过一丝凶光，满不在乎地说道，老大最讨厌贵族和人鱼，你这么捧着那小东西是要打老大的脸吗？凯莉不吃他那套，你别给我打着老大的旗号，老大从来不管下面的兄弟娶的是不是人鱼，倒是你离我家的人鱼远点。道格啐了一口道，我看见那东西就恶心，离近点我都犯膈应。你，凯莉越看这个家伙越讨厌，他之前怎么没发现原来道格是这样的人呢？对人鱼嫉恶如仇的样子，看来得看好他了，防止他做出伤害人鱼的事情。那2位看俩人又要掐起来，连忙好声好气的劝架，好半天2人才都负气离开。其他人互看一眼，松了一口气，总算没再打起来。灵犀被凯莉推着离开，回头看了一眼道格，正好对上对方透着阴狠的目光，后背一凉，心想道格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绑匪，他那样子明显就是怀恨在心了，他晚上不会要对自己做什么吧？心事重重的灵犀被凯莉带到卧室，小人鱼，你怎么了？被吓到了吗？灵犀回过神儿，缓缓地摇摇头说道，
不害怕。那个瘦子哥哥说你们在玩呢。凯莉哭笑不得的点头，心想小孩子还真是单纯。无奈的拿出一个儿童平板，递给林夕说道：“你要看动画片吗？”林夕点头：“好啊。”林夕无聊的看了一下午的动画，期间凯莉就在一旁守着，时不时的递给自己一些小零食吃，心里都要无聊的发霉了，面上还要聚精会神的看着。算了，再忍一忍。你今晚在我房里睡吧。林夕抬头看他，天真的摇摇头。凯莉哄道：“小人鱼听话，今晚你那个房间会有怪兽的。”林夕有点诧异，没想到他也不放心道哥，不过还是天真的说道：“啊，那我要跟怪兽玩，我喜欢怪兽。”喜欢怪兽的人鱼，你知道什么是怪兽吗？林夕点头：“我知道，怪兽会吃人的，嗷呜一口就吞掉了。”凯莉懵了：“那你还要跟怪兽玩？”林夕继续点头：“当然了，怪兽只吃坏人的，我这么善良，怪兽不会伤害我的。”凯莉头疼的摸摸脑门，算了，不要跟小孩子计较，自己今晚还是守在他门口保险一点。天色越来越晚，林夕打了个可爱的呵欠：“我困了，想要睡觉了。”凯莉把林夕送回去，他并没有离开，直接就靠在了门上守着。他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感觉道格会对人鱼下手。他跟道格合作的次数并不多，道格跟波比走得比较近，他经常跟着尾巴办事。这次机缘巧合才凑到一对，他知道波比那边的人看人鱼只看这条人鱼的实验价值，但他没想到道格会这么厌恶人鱼。希望道格可以看在自己的面子上，不要冲动，不然还真不好收场。林夕躺在床上并没有睡着，他在等，与其被迫担惊受怕，不如主动出击。既然那个道格对人鱼抱有这么大的恶意，那就不要怪自己先下手为强了。等啊等，时间估计着差不多了，林夕闭上了眼睛，精神力像丝线一样扩散出去，先探探情况再说。刚探出门外，林夕就惊了一下，为什么凯莉会靠在自己的门外面？脑袋已经歪到一边，眼皮耸拉下来，看样子是在强打着精神。林夕收回了精神力，眼里满是复杂。虽然凯莉这个人目的不单纯，行为很猥琐，但对自己确实也是真心的好。如果他跟道格一样就好了，那时候自己就不会有负担了。但现在他在门口守着自己的安危，怎么办？那计划要改变了吗？思索了将近半小时，林夕还是闭上了眼睛，心里悄悄地对凯莉说声对不起，你的心意我要辜负了。他原本的计划是操纵着道格偷袭凯莉，然后被凯莉除掉，自己就能少一个威胁。也有可能是凯莉被道格杀死，最终道格会被所有人排斥防备，到时候这个小团体就会陷入防备猜忌中。那到达矿星的时候，自己逃跑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只是凯莉这么尽心的保护自己，虽然计划不变，但他得承他的情，只好辛苦试一下，给凯莉找个帮手。道格看到自己被绳子给绑起来了，正要呼救，却听到笑声，笑声越来越近。道格睁大了眼睛，竟是凯莉。凯莉，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凯莉只是肆意的笑，并不放开他。道格急了，凯莉，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要残害队友。哼，凯莉开口说道，队友？你也配？就你那身蛮力，也能跟我们成为队友？一脸嘲讽的看着他，嘴还不停的说道，我们都是异能者，你算什么？发狂的野猪吗？突然大笑道，忘了，你这头发狂的野猪攻击力还不小呢，可谁敢用啊？一头没有理智的猪。道格双目赤红，一字一句道，住嘴，不要再说了，只不过你们的基因缺陷低一点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凯莉故作惊讶道，我们就是得意啊，我们好歹还能控制住自己，而你呢，一发狂就跟野兽一样，丝毫没有理智。就你这样的，还好意思跟着别人出去做任务？你这个垃圾，害人的垃圾！道格说不出话，血红的眼睛瞪着凯莉，喘着粗气。拐角处，小人鱼遥控着小推车过来，看着道格的样子，满眼都是嫌弃。凯莉哥，他长得好丑啊，你看他脸上的胡子怎么长成那样啊？凯莉一脸心疼的捂住小人鱼的眼睛，轻轻的哄道，乖，我们不看啊，捂了眼睛。呼呼呼！道格眼前越来越模糊，他看不清面前的人是谁，他只知道这些话他非常非常熟悉。上次听到这些话是什么时候来着？好像是自己的好兄弟戴尔，他背叛了自己。他搂着自己辛苦买来的人鱼，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那人鱼也是个贱人，他们都嫌弃老子，他们都背后捅老子刀子，老子不就是发狂时乱杀了几个人吗？至于都这么防着老子，老子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活剥了人鱼，你们都给我去死吧，去死吧！林夕一脸震惊的收回精神力，他没想到这个叫道格的竟然有狂躁症，只不过激发出他内心潜在的暴力而已，没想到这人杀心竟这么重，完全不用自己的推波助澜，他自己就可以丧失理智，这种人太可怕了。乌达睡得好好的，突然脑袋里一阵刺痛，惊醒了过来。他惊骇地看到道格竟然双眼血红，手里拿了一把钢刀，像一头发狂的野兽，正在寻找着目标。道格，你干什么？乌达已经摸到了门把手，他听说过一些传闻，但还是第一次看见道格这样，怎么好好睡个觉，道格就发狂了。道格毫无理智，听见声音，手里的钢刀对着声源处就是一刀。乌达吓得把门使劲一关，自己跑了出去，边跑边把其他人都叫起来。凯莉第一个跑过来，凝重地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乌达喘着气说道，道格发狂了，他现在谁也不认识，见人就砍怎么办？
其他两人也赶了过来，大家都凝神静气地盯着不断被劈砍的太空门。瘦子问道：“怎么办？”凯莉盯着门说道：“准备武器，只要道格一出来，大家都上。”乌达跟道格当了几天室友，有点不忍心。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吗？打镇定剂有没有用？凯莉摇头：“我不知道。你们谁有镇定剂？”瘦子说：“我有3支，本来是给小人鱼准备的。那咱就先用镇定剂试试。”砰！太空门已经被踹开，道格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第一次见这样的道格，都吓了一跳。只见道格的头发根根竖起，脸上、胳膊上分别长出了豪猪的猪毛，看上去就像人跟动物的基因培育出来的怪物一样。凯莉大喊一声：“快用镇定剂！”乌达连忙往道格身上扎，但现在道格处于异能的最巅峰时期，针根本扎不进去，反而还被顶断了。凯莉神色凝重起来，直接上武器吧。众人纷纷拿出家伙，离道格最近的乌达来不及拿，就被道格一拳打向一边，然而并没有被放过。道格像是锁定了乌达一样，一拳一拳的砸向乌达。凯莉他们都拿出武器对着道格的后背扫射。道格挨上第一道攻击的时候就更发狂了，直接按开钢刀上的开关，顿时整个刀身都蔓延着几10万伏特的电流，一下就砍到乌达的脖子上。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乌达直接被电死。众人神情都万分惊惧。凯莉事不宜迟，掏出了一件重型武器——火炮筒。都让开！除了凯莉，都往后撤。但没时间跑多远，凯莉就开炮了。轰！轰！3人均被火炮的余威炸伤，但在炮火中心的道格已经被炸得粉碎。林夕捂着头躲在床底下，不敢吭声。火炮的余震令整个战舰都颤动了起来，更别说在同一走廊上的房间。火炮发出去的时候，林夕就从床上直接弹上了屋顶，脑袋瓜结结实实的顶了上去，然后又重重的摔在地上。林夕被撞得眼冒金星，眼泪都要飙出来了。可人鱼坑爹的属性，连哭都要先酝酿才能出来。现在林夕眼眶热热的，头痛的不得了，小心翼翼的躲在床底下，静静的等着战斗结束。他没想到他们打个架而已，竟然还要出动重型武器，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私人果然不能偷摸的干坏事，这报应来的太快了。没多大会儿，房间门被打开了，凯莉一进屋没看到林夕，一下就慌了。小人鱼，你在哪？林夕捂着脑袋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为了不崩小孩子人设，正要哭诉委屈，结果被凯莉的新造型给惊住了。这是被炸了吗？一脸黑漆漆的，上身衣服被炸得支离破碎，2条胳膊上缠了一圈的绷带，裤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子，这可是防护服啊，用刀划都划不破的呀。不是全员出动了吗？道格还把他们弄得这么惨。凯莉哥，你怎么了？凯莉看小人鱼没事，松了一口气。他只是来看看他的安危，看到他没事就好。我没事，你在屋里待好啊，走廊坏了，你出门会划伤尾巴的。凯莉再三交代，才一瘸一拐的出去帮他们修复战舰了。林夕一脸心虚的坐在床边，精神力往外探探。嚯，凯莉说的还真委婉，不仅仅是走廊坏了，挨得近的房间门就被炸掉了。道格已经不见了，看来是被杀死了。那这次计划就是成功的。他冥冥中感觉道格跟凯莉是不同的，他看到他的灵魂是黑色的，自己一靠近就会非常的厌恶。他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杀掉他也算是为人鱼除害，不会有负罪感。林夕收回了精神力，倒在床上不停地摸着自己的脑袋，抬头看看撞到自己的屋顶。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怎么感觉屋顶处有一块往上凹了呢？那是自己头撞到的位置吗？又摸摸自己完好无损的脑袋，他第一次明白到自己血脉的强大，原来他们不只是海洋里的霸主，在陆地上也挺厉害的啊。林夕激动了，看以后谁还敢惹自己，惹急了一拳捶死他。过了几个小时，时间已经到了早上8点整。听白修哥说过，在外太空中是没有白天黑夜的，只有陨石，树也数不尽的陨石。爱丽丝姐姐也从没有去过主星以外的地方，更不要说去海洋里畅游了。主星上没有天气变化，没有天然生成的海洋，没有天然生长的植物，那里更没有真的太阳和月亮。神奇的是，依然可以生存着很多生命。主星上一定有种特殊的物质。算了，自己也不是搞研究的，能生活就行了，不用搞那么清楚。吃。凯莉推门进来问，要出去吃东西吗？要。偷偷的瞄了一眼凯莉，这星际的医疗水平就是高级啊，几个小时前看上去还半残废的样子，现在看上去就只是稍微受点伤的样子。凯莉注意到他视线，问道，怎么了？林夕茫然的问道，凯莉哥，今天发生什么事了？我突然就从床上摔下去了，可疼了。凯莉不乏一顿，若无其事的说道，我不是说晚上有怪兽来吗？我们给你打跑了怪兽。哦，那凯莉哥真厉害。他想如果凯莉不是人贩子的话就好了，他并没有那么坏。来到小客厅，林夕抬头看了一眼沙发上的2人，神情异常的沉默，气氛有些压抑。凯莉也只是沉默的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林夕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低头吃自己的。他以为他们为失去了一位同伴伤心，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对劲。道格死了，不是应该还有4个人吗？怎么只有3个人了？悄悄的往凯莉身边挪挪，拽拽她的衣袖。凯莉询问的眼神看过来，凯莉哥，那2个人呢？凯莉眉宇一沉，摸着小人鱼的脑袋说道，你吃你的，他们在睡觉，你不用管。哦。吃光了所有食物的林夕找了个借口说要泡水，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浴室。他不放心的把精神力往外探探，仔细的搜寻一遍，可整个战舰上只有3个人了。他突然有个不好的预感，
他悄咪咪地探进那个叫瘦子的房间，听到了两人的对话。瘦子一脸沉痛地说道：“乌打死的太不值了。”另一人叫王生，他也同样惋惜的表情：“是啊，为了道格那个疯子，赔上自己真不值。”林夕的精神力一抖，忙收回去，呆呆地坐在水里。没想到他还害死了其他人呢，怎么办？他不仅杀死了那个坏蛋，他还把无辜的人也给害了。这时浴室门被打开，林夕条件反射地瑟缩了一下，不知所措地抬起头。凯莉一顿：“小人鱼，你怎么了？”林夕不知道他现在算什么，他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变成坏人了？因为他的计划害死了一个跟自己没有多大冲突的人，感到很内疚。林夕，你怎么了？凯莉还是第一次看到小人鱼眼里没有了光彩，他不喜欢这样。是什么伤害了小人鱼？我没事，情绪很低迷。你是不是被吓到了？林夕摇头。凯莉很担心，那你肯定是没睡好，你去睡一觉吧，睡醒了我就带你去买好吃的。不说睡觉还好，一说睡觉，林夕还真感觉到了精神疲惫。第一次使用精神力，自己年纪还是太小了，有点顶不住。回到小床上，凯莉一出去就没精神了，沉沉的睡去。就在林夕睡着的期间，瘦子正悄无声息地拿着匕首收割两位同伴的性命。杀掉凯莉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如果你能同意跟我一起养小人鱼，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是你太自信了。从食物中放强力安眠药到药效发作，也就3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同伴的信任，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把两人的尸体都丢到外太空，以后谁也不会找到。瘦子此时一脸平静，正独自驾驶着战舰往拉诺维奇星球飞。以后他会隐姓埋名，跟小人鱼一起生活。他还要感谢凯莉和王生，他们两个的空间钮给他增加了不少的财富，其中凯莉的最多，怪不得他有自信可以一个人养活人鱼。但现在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了。瘦子眼里藏不住的喜意，对未来的生活隐隐期待着。主星上，会议结束，跟预想的差不多，联邦同意了白修的要求。此时查尔陛下已经派遣亚瑟带人去围剿愿望星道团，生怕多耽误一天，人又跑了。毕竟愿望星道团是出了名的狡猾，每次都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逃得比谁都快。这次直攻他大本营，看他还往哪逃。对这次的围剿，查尔陛下势在必得。白修笔挺地坐在沙发上，对面是克斯顿老将军。白修，你决定好了？白修沉稳地回道：“是的，爷爷。你要知道，你走了之后再回来可就难了。”白修眉头都不皱一下，看着老爷子认真地说道：“爷爷，家里就剩我们了，西西现在又失踪了，家都要散了，还待在这个主星上有什么意思？”克斯顿将军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可今天的成就都是自己这一家人拼血拼命换来的，就这么轻易的退出，只是觉得对不起自己儿子，儿媳他们的付出。爷爷，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我们不是永远不回来了，这只是暂时的，我们需要休生养息。克斯顿老将军叹了口气，歉意地看着自己的孙子：“是爷爷亏欠了你，也亏欠了自己的儿子。”白修单膝跪地，手放在老爷子的膝盖上，眼里满是敬佩：“爷爷，您是我们一家人的英雄，您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爸妈他们根本不会怪您。”克斯顿老将军只是缅怀了一刻，便收起情绪，恢复往日的冷肃。“那好，既然决定了，那就去做吧。白修，我命令你，务必把西西找回来，然后给你15年的时间，务必让咱家再添一个人口。”白修站起来，啪，敬了一个军礼，保证完成任务。气氛缓和了不少，克斯顿老将军眼里闪过一丝金光，冷笑道：“早就有人不安分了，不如就给他们一个机会。”白修垂手，并没有答话。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找到灵犀才行，也不知道小人鱼现在怎么样了，能不能保护好自己。白修刚回到自己家，科德就找来了：“白修，有头绪没有？”刚要开口，凯迪发过来视频，接通后，凯迪的半身影像投放在空中。“大人，前天的交通记录我已经排查出来了，在那3个小时期间，一共有15架飞行战舰飞出主星，其中有5架 Wix 标志，3架 KN 标志，2架 TYW， 1架 RBU，4架 QWKS。 科德听得直皱眉 ，Wix， 这是主星战舰才能有的标志，可以先排除了。那应该……白修略一沉吟，打断了科德的猜测，直接命令凯迪道：“全力追踪那2架 TYW 战舰。没猜错的话，那2架都是愿望星道团的伪装战舰，其中一个是愿望星道团团长所在的，那另一个架西西肯定就在上面。”凯迪是。视频结束，科德问道：“有把握吗？”白修点头，90%的把握。那就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白修默了一下，说道：“等我找到西西之后，我们会去卡农星球定居，短时间内不回来主星了。”科德闻言惊讶道：“你决定了？”科德赖皮一笑：“那你可不能丢下我们啊！我说好了要带爱丽丝出去玩的，到现在终于要实现了。”白修露出微笑：“当然，我还给你们准备了房子。”科德笑着捶了一下好友的肩头，说道：“那我们先回去收拾收拾。”白修点头：“你们可以先去卡农星球等着我们，等我找到了西西就赶过去了。”“那好，我先回去告诉爱丽丝这个好消息，西西很快就会接回来了。”科德走后，白修前往地下战舰库挑选一架中型战舰，今天就出发。灵犀一觉醒来，感觉精神充沛，掀开身上的小被子，微微愣住，他的尾巴根部已经露出金色的鳞片了。怎么办？染色药水3天就自动褪色了，他不能再继续露着尾巴了。突然房间一阵晃动，持续了10几秒才停止。灵犀睁大了眼睛，这是什么情况？
默一会儿，瘦子满面笑容的开门进来：“小人鱼睡得好吗？”林夕不明所以，点头说：“好。”哎，刚要问凯利哥呢，然后就看到瘦子一脸诡异的笑容朝自己走来，顿时心生警惕，但还是慢了，身上又被注射了什么东西。失去意识的那刻，他还在惦记着他的尾巴，千万要退得慢一点啊！瘦子抱起床上的人鱼，往两人身上加了一层防护罩，就像身上罩了个透明罩子一样。通过控制室的设备，看到远处守着一支队伍，正在检查来往的战舰，马上就要轮到他这架了。瘦子眼里有着抑制不住的疯狂笑意，控制室中突兀的开始倒计时，电子音环绕在耳边，战舰自毁程序已经开启，15、14、10、9、8。念到8的时候，瘦子已经开着救生舱逃出去了。等战舰爆炸的那刻，瘦子一下窜进那道防线，趁着混乱逃了进去。卡洛斯手下的人都没有防备，还好为了预防战斗，大家都穿着防护服，不过仍都被炸成重伤。这段时间一片混乱，也有无辜的群众受到牵连，也有一些不法分子趁混乱混入人群，逃进星球中。这边发生的事已经第一时间汇报给白修大人。拉诺维奇新入口处，今天早上发生一起战舰自毁事件，我们的人都受到重伤。白修眼神一凝，赶紧去救治。那架战舰还剩下什么？卡洛斯顿了一下说道：“大人，我正在飞往拉诺维奇星球，我已经命人把战舰残骸都收集了起来，并案发当时已经仔仔细细的全部拍摄下来。”白修点头：“那好，赶紧加派人手，一刻都不能放松，我要1天后才能到达。”卡洛斯收到，再见。关掉之后，白修站在战舰的窗前，凝视着外太空枯燥的景色，心下不住的发沉。可千万不要是西西所在的那架，那2架愿望星道团的战舰都必定要经过这条航线，这也是唯一能飞出主星的航线。希望还来得及。拉诺维奇星球某一房间内，偶也不知道那混蛋给自己注射了什么东西，感觉胃里有点反胃，浑身还有点酸软无力，尾巴颜色已经褪掉一小半了。林夕没有犹豫就变成了腿，走下床蹦跶了2下，先用精神力试探了一下，一个人都没有，逃跑的机会来了。按耐住激动的心脏，仔细的查看房间内有没有摄像头一类的东西。天，真是幸运，没有任何监控设备。虽然这个房子简陋的可以，有点掉色的金属墙壁，看上去就很老旧的家具，果然人贩子找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过这也方便了自己，如果换成爷爷家那样的金属城堡，就是让自己随便跑，那也跑不出去的。偷溜到门口，拿手试试金属门的坚硬程度，心下一喜，他可以。人鱼群下的双腿瞬间变成了半金半土的尾巴，使劲往门上一甩，金属门晃动了一下，再接再厉。到第5下的时候，金属门应声而倒，倒在地上发出超大的声响。林夕闭上眼睛，捂住耳朵，生怕被别人发现。然后做完又感觉自己有点蠢，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往外探探头，一个人也没有，此时不跑更待何时？然后就被绕晕了。我的天，这怎么出去啊？这整条走廊除了房间就是房间，连个出口都没有。或许有，但自己不知道哪个是。哭丧着脸又回到那个房间，环视一圈，眼尖的发现有个阳台，连忙跑过去看。他看到了街道，还好只有3层楼那么高。事不宜迟，林夕灵活一爬，人已经到了阳台外面，深吸一口气，睁着眼睛往下一跳，哎呦，摔了个屁股蹲，缓了10来秒才站起来，惊奇的摸摸自己的屁股和腿。哎，我这屁股可以啊，这样都没事。散发着精神力指路，慌忙的朝着人多的地方跑去，不停歇的跑了半小时左右，跑到最近的超市，躲到女厕所里面歇一会儿。他一路都是光着脚跑的，应该感谢星际的街道很光滑，但还是磨红了。他觉得他现在就像拿尾巴换双腿的美人鱼一样，每走一步脚都很痛。歇了好一会儿之后，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逃是逃出来了，但接下来要去哪？而且逃离的也并没有多远，他们好几个人呢，早晚还会被他们找到，自己人生地不熟的。哎，要是白修哥那天没有把空间钮拿走就好了，他最少还可以搜一搜地图什么的。他还有电话手表，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求救了。现在好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不知道在哪，也不认识路，也没有钱，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知道这个星球的居民都热不热心，会不会帮自己啊？突然厕所门响了一声，林夕竖着耳朵听，应该是有人来上厕所了，先试一试吧。林夕出来，站在厕所门的对面，等着那个人出来。一声抽水声响起，一位女士走了出来，一眼就看到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小女孩，长得可真漂亮呀，怎么还光着脚呢？小姑娘，你有事吗？林夕点头，姐姐，我迷路了。那位女士很热心，问道，那你知道你家大人的通讯号吗？我可以帮你联系。林夕懵了，脑袋瓜子一片空白，原来星际上也是有通讯号这一说的，可是自己谁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那位女士有点吃惊，什么？你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那你住哪？我送你回去。林夕刚想说维卡塞星，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他想这块星球了，对人家星际人应该算是出国了吧，才第一次见面，这个要求太无理了。那位女士看林夕的目光已经充满了怜悯，这小姑娘长得这么好看，没想到却是个有智力缺陷的，还好碰上了自己，不然被别的人发现，没准就给卖到黑市了。看着小姑娘的穿着也不像个穷人家的孩子，手腕上戴着手链，身上的裙子虽然皱巴巴的，但也能看出质量挺好。那这样吧，
我把你送到刑警那里，让他们帮你查查。林夕向这位姐姐感激地鞠了一躬，真是谢谢您了。跟着那位姐姐出了超市的门口，只见那位姐姐拿出手机一样的东西，在上面点了一下，没一会儿一辆飞车飘过来。林夕好奇地跟着上去，一阵飘飘忽忽，车已经到目的地了。一下车就弯腰开始干呕起来。那位姐姐一脸惊奇，小妹妹你没坐过飞的的吗？林夕难受地摇摇头，这种像海盗船一样的东西，主心上根本没有。那位姐姐的眼神更怜悯了，温柔地说道：姐姐告诉你啊，这飞的是很常见的交通工具，速度快还实惠，只要2个新币而已。林夕已经了解到了，他在飞的上也见识到了满天乱窜的飞车，毫无轨迹可言，而且飞车根本无人驾驶，这是自动驾驶的还是？干呕了半天，什么也没吐出来，今天还没吃饭呢。跟着小姐姐进入刑警局，那位小姐姐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情况，就把她放那了。局子里有几个男人在值班，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呢，比人鱼长得还漂亮。其中一名中年刑警和蔼地问道：小姑娘，你家在哪啊？林夕老实地回答道：我是被拐卖到这里的，我的家不在这个星球上。那几名刑警互看一眼，这是有点麻烦了呀。那你的星球距离这里远吗？林夕摇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战舰上待了3天左右才到达这里。那名中年刑警皱眉，3天的航行时间可不短了啊，这边不可能出人给送回去的，太占用人力资源，只能让他的家人给接回去。那你知道你家人的联系方式吗？林夕快要哭了，我不知道。其中一个年轻的刑警说道：那你怎么回去啊？家人联系方式你也不知道？林夕被说得更难受了，可怜巴巴地说道：你们可以送我回去吗？我家还挺有钱的，到时候我哥哥一定会补偿你们的损失。那名中年刑警叹了口气，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如果只是零星的话还好办，你的星球距离这里这么远，我们警队腾不出来人手，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启动战舰的资格。那名年轻刑警又开口了：小妹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林夕摇摇头，老实道：不知道。这里拉诺维奇星球是矿星，这里的人不可以随意出入的，哪怕你是被拐来的，你也得要有身份卡才行。虽然我们是刑警，但也不是能随意出入的，还要办理手续。那名中年刑警轻斥一句：你跟孩子说那么多干什么？他能听懂吗？林夕连忙表态：我可以听懂的。呵哟，那名年轻刑警笑了一声：既然你能听懂，那我就坦白跟你说，这矿星是进来容易出去难，除非你上面有人。林夕禁不住的往下沉，怎么这星际这么麻烦，出也没法出去，那自己要怎么办？不会被这里的刑警又送去福利院吧？小姑娘的表情太可怜了，那名中年刑警有点不忍心，想了一下说道：小姑娘，我破例给你开个后门。林夕充满希望的抬头：什么意思？那名中年刑警说道：你的名字告诉我，我上联邦身份资料库里找找，如果有幸配对上了，那就可以联系上你的家人。林夕惊喜的点头：好啊，谢谢您，我叫林夕·克斯顿。那名刑警一输入，一片空白，什么都查不到，一点信息都没有。你确定？为什么一点信息都没有？林夕也不清楚啊，但这个他记得很清楚的，名字就是林夕·克斯顿，还是一张黑色的身份卡呢。又试了几遍，还是查无信息。中年刑警脸色也不是很好看，以为小姑娘年纪太小，莫记清自己的身份卡名字，查不到任何信息，我们也没办法了。啊，好不容易有希望了，这次直接陷入了绝望，那要怎么办？林夕一脸难过的表情，不知所措地问道：那我要怎么办？我谁也不认识，我也没有钱。中年刑警不假思索地提议道：我们只能把你送进福利院了，那里专门收留你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不过你放心，那里条件还可以，能吃饱穿暖，正常上学没有问题。林夕一听，呆呆地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眼睛，没想到过了几年公主一样的生活，兜兜转转还是要回到孤儿院啊。他不知道要说什么，其实他已经该满足了，那几年就像偷来的时光一样，莫想到一场意外就把自己打回了原形。他从出生一开始，他就跟他的族人失散了，他的父亲失散了，他的母亲死了，只留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林夕现在很难过很难过，如果一开始就不曾拥有过，他还不会像现在这样失落难过。可当你已经习惯了的时候，上天却告诉你，那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他仿佛感觉到白修和爱丽丝他们的身影距离自己越来越远，他更怕等他有能力去找他们的时候，却发现他们都已经不认识了自己，那到时候自己又该何去何从？散发着悲伤的精神力，悄然无息地笼罩住刑警局。有2个心智不坚定的年轻人，眼前已经出现了幻觉，心里有无尽的哀伤，止也止不住，倒在地上痛哭不止。那名中年刑警也背对着众人，偷偷地摸着眼泪。他不是不想帮这个小姑娘，实在是他家也有几口子要养，他无能为力啊。之前跟林夕说过话的年轻刑警也在默默地流泪。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出了意外死了，只留下他跟妹妹生活在这个地方。他也没有异能，好不容易才混到今天这个位置。他知道独自生活的苦，他不忍心这个小姑娘在花一般的年纪，却整日为了生计奔波。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愿意收留她。你愿意跟我回家吗？沉浸在难过中的林夕松开了捂住眼睛的手，抬起了头。你要暂时收留我吗？那名年轻刑警点头，没错，直到你有能力回去为止。林夕心里很感激，连忙说：谢谢，谢谢你，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年轻刑警说：我叫张扬。林夕笑着叫声：张扬哥哥好。
空气中弥漫着的哀伤一下子消失，那两个痛哭流涕的刑警都一脸不好意思的去上洗手间了。那名中年刑警也是一脸懵拜，怎么好端端的还哭上了？到他这个岁数了，什么事没见过？不就是被拐来的这个小姑娘有些可怜吗？怎么还哭上了呢？小杨，你说你要收留这个小姑娘？是的，马哥。马哥全名叫马福，若无其事的抹了一把脸，认真的提议道：那你要给他办个身份卡，不然没法上学。张扬一想也是，有身份卡才没有那么多限制。那马哥，你看。马福叹了口气说道：算了，这也是个可怜孩子，我破例给他弄张身份卡。张扬惊喜道：那真是谢谢马哥了。林夕也是感激的道谢。马福点开了面前的显示屏，操作了一番，回头问：这名字打算写什么？张扬询问道：要不你跟着我们的户口吧。林夕点头，我没意见。接着马福又问了一些问题，由于他现在的身高，说自己5岁已经不合适了，他多虚报了4岁。过了一会儿，马福说：好了，身份卡要3天才可以出来，到时候来取就行了。林夕疑惑道：这个不是还要提取基因吗？马福点头，没错，但你不是黑户，基因库里有你的基因，就算提取了基因也没法办理。而我们这里也没有基因对比的机器，不然根据这个也能找到你的家人。林夕似懂非懂的点头。张扬低头凑到他耳边，悄悄地对他说：你这是走后门弄了章，要不是今天运气好，上头没人看着，这个可办不下来。每个人都必须提取基因才能办理身份卡，你现在属于拥有了2张身份卡，只要不是查得太严，你这张做什么都没有问题。哦，虽然还不是很懂，但听上去有2张卡好像很占便宜的样子。突然被摸了脑袋，疑惑地抬头看他。张扬说：我到下午才会下班，所以你还要陪我在这多待一会儿，马上要中午了，你要吃点什么？林夕不挑的，我都可以，有什么就吃什么。张扬笑道：真是个好孩子。领着林夕来到后面的值班室，让他坐在椅子上等着，毕竟前面是办公的地方，闲人一直在那待着也不合适。他坐到旁边，拿出手机点着外卖。林夕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张扬惊讶地说道：你不知道，这是手机啊。原来这个真叫手机啊，我以为大家都是用光脑。话还没说完，张扬就激动的眼孔放大。我靠，妹妹你什么生活条件啊？光脑都用得起？光脑都是有钱人用的，最次的也要10万新币起。啊？林夕懵了。张扬看自己的目光慢慢变成像看土大款一样的，林夕连忙解释：不是的，我是看别人用的，我还以为都用这个呢。张扬眼里带了一丝羡慕：那妹妹你也是富人区出来的？哥哥我不吃不喝2年才能攒出来一个。这不也挺好？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张扬摇摇头叹了口气：你还小你不懂，花那么多钱买光脑也没啥用，就拿出去好看一点而已，手机功能也是一样的，有那闲钱还不如多买点好吃的呢。林夕深有同感的点头：没错，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那些毕竟是身外物，多买点好吃的，那才是犒劳自己呢。张扬眼里满是诧异：妹妹你家什么条件啊？林夕有点迟疑，斟酌地说道：条件比一般家庭要好一点，我哥对我花钱挺大方的。张扬接着问：你爸妈呢？我没有爸妈，我跟哥哥2个人一起生活。张扬瞬间脑补出跟自己情况一样的兄妹俩，只不过自己比他们好一点，至少妹妹只跟自己相差1岁。换成他有个这么小的妹妹，那花钱也是大方着呢。不过现在就是了，哈哈。摸摸他的发顶，安慰地说道：别担心，总会找到办法回去的。林夕轻轻的点头，他不管怎样都要回家的。小杨，出来一下。张扬起身应了一声，回头交代林夕一句：你在这待着，不要乱跑啊。好的。值班室就剩自己一个人了，他低头看看自己有点脏了的人鱼群，变成腿以后里面还是中空的，很没有安全感。抬起胳膊闻闻，果然有一股味道，不太好闻。他没有新衣服穿了，下意识的摸摸脖子，摸到一个硬物，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戴着项链呢。平时包的太严实，连自己都差点忘了自己脖子上还戴着东西呢。怎么办？他带着白修哥哥母亲的遗物一起丢了。那白修哥看在项链的份上，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自己的吧。内心开始雀跃起来，庆幸自己还带着项链，这样至少自己找回去的时候还可以有理由。他实在不愿意这么想，可他真的害怕时间一久自己就会被遗忘。手腕上还戴着爱丽丝送给自己的彩钻手链，摸着伤感了一会儿。林夕，吃的已经买来了，我陪你一块吃。张扬提出装食品的袋子进来，满满的一大购物袋，打断了林夕的伤感。谢谢张扬哥哥。不客气。张扬笑着解开食品袋子，还解释了一句：中午先凑合着吃点吧，晚上回去给你做了好吃的。啊，差点忘记给你介绍我的家庭情况了。我呢有一个小我1岁的妹妹，叫张萌，以后你还多了一个姐姐。林夕有点受宠若惊：张扬哥不用这么破费的，家常便饭就行了。没事，多加了一个人，要好好庆祝一下的。林夕眼里划过一丝暖流，真诚地说道：张扬哥，你人真好。嗨，说那个干什么？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林夕看见张扬不怎么白皙的脸，微微泛红了，这是个很容易害羞的人。我还给你买了几瓶酸奶，这些东西都比较干，你要是不解渴，那边有饮水机，可以自己去接水。张扬嘴里吃着面包，手指着值班室角落的饮水机。林夕顺着方向看过去，也就比地球上的高级点。他之前还以为星际人住的房子都那么高级的呢。
现在看来，原来也是有贫富差距的。张扬吃完了自己那份，就出去工作了。林夕已经吃了2个面包，袋子里还有2盒饼干、1个苹果、2瓶图案很卡通的酸奶。来这里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接地气的零食呢。把吸管插入酸奶瓶里，喝了一口，眼睛微微眯起，酸酸甜甜的真好喝。主心上的零食大多是以营养指标为主，像这种光好喝一点营养价值都没有，喝了还容易蛀牙发胖的酸奶，主心上是不存在的。美滋滋的吸了几口，算了自己也就喝酸奶的命了，就着饼干喝着酸奶，不知不觉袋子里的东西就吃完了，也就垫了个底，喝了很多的水。他发现还是人的时候还能喝个水饱，现在喝水就跟吸氧气一样，虽然很重要，但一点都不顶饱，肚子还在咕噜咕噜叫，摸着小肚子坐回椅子上，这可怎么办啊？可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饭量，万一后悔收留自己了怎么办？瘦子买了很多吃的一股脑的扔到空间牛里，哼着小曲悠闲的往家里走，给小人鱼注射的迷药最少会让小人鱼昏迷半天的时间，也不怕小人鱼一个人在家睡着会有什么事。他专门找了一个没住几户人家的楼层，时间有点紧，房子租得太匆忙，环境很差，等缓过这一阵，自己再去买个大房子，以后就专心的陪人鱼就行。叮，电梯门一打开，瘦子就看到自家的门就这么肆无忌惮的躺在地上，瘦子心里一慌，连忙跑回家，每个屋子都翻遍了，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人鱼呢？谁偷走了我的人鱼？瘦子脸色异常的狰狞，他里里外外的检查，发现除了大门被破坏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整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屋子中，浑身散发着阴霾，转身就去找房东了，一脚踹开房东的大门。房东是个泼辣的妇女，此时2手叉腰，异常的凶悍。你踹我家门干什么？你还想不想要租房子了？瘦子一脸阴狠之色，伸手拽着房东的领口把他提了起来。尽管这个房东200多斤，我要看监控。才说了3个字，衣服就承受不住，分成了2半，一件好好的上衣被迫从中间分开，然后房东捂着自己走光的地方，开始撕心裂肺的尖叫：救命啊！有人非礼啊！瘦子本来就阴郁的神色黑得更是彻底，不管有没有人看，上去捂住房东的嘴，拖着他的一只胳膊给拖到屋里去。砰一声，把门狠狠地关上。房东吓得不轻，说话也没有那么硬气，嘴里不住地放软话道：哎，你轻点啊，你想干什么直说好了，干嘛要这么粗鲁？我又不是不答应你。瘦子没心思听他说什么，拖到屋里就把他丢在地上，狠狠地盯着他。房东被看得心里一触，这年轻人虽然长得不怎么样，这体格还真不赖。嗔怪地看他一眼，3两下就把自己身上的烂衣布料扯掉扔地上，自己慢条斯理地坐到椅子上，风骚地翘起一条腿。来吧！瘦子一脸懵，厉喝道：你干什么？恶不恶心？我没工夫跟你废话，我要看监控。房东别的没听到，就听到这人骂自己恶心，一下子就急了，用自己200多斤的体重压在他身上，一屁股坐在他的腰上，嘴里还骂道：敢说我恶心？我抽死你！我就你这样的，老娘都不嫌弃你，你还挑3拣4的。瘦子没想到这个普通胖女人爆发力也可以这么快，一时大意被压倒了，还是坐在脆弱的位置上，顿时眼里杀机四起。这个女人死定了！腾出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一个翻身，胖女人就被放倒在地上。就是这女人脖子肉太厚，有点粗，一只手还掐不住，2只手刚放上去，大门被一脚踹开，几名刑警闯了进来，一看里面的情况，小队长吼了一句：都给分开，蹲在一边。瘦子暗骂一声倒霉，乖乖的配合蹲在一边。那房东还扶着自己的腰，痛呼：哎呦，我的腰啊！刑警同志们呢？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这小子他非礼我。瘦子一听这胖女人瞎告状，阴狠的警告道：不要瞎说，我怎么可能非礼你？然后身上就挨了一棍子。瘦子立马阴狠的看向打自己的那个刑警。那刑警见这种人见得多了，范特别足的吼道：给我老实点，有人举报你猥亵良家妇女。瘦子一脸委屈：我没有，我只是来找房东要东西的。那名刑警根本不信他的话，这事实就摆在眼前，他还狡辩，要什么东西得把人家衣服撕了。那名刑警就没好意思往房东身上看，就这样的还要用强，看着挺精神的小伙子怎么这么饥不择食。瘦子脸黑得像黑锅底，不想跟这些蠢货过多纠缠，只想快点解决了，赶紧找小人鱼要紧。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刑警沉吟了一下说道：还好我们发现的及时，你这属于未遂，跟我们回局子里一趟，该怎么罚就怎么罚。然后看向房东：你是被害人，也得跟我们去做个口供。好好，刑警同志，容许我换身衣服。刑警们点头，率先往门外等着。瘦子一言不发的起身，老实的跟在刑警后面，最多赔点钱。不过那个胖女人她死定了。瘦子眼里的杀意不减，不过隐藏得很好。到刑警局里，马夫了解情况之后，直接说道：拘留1周，进行思想教育。瘦子一听，那等自己出来后，小人鱼早丢没了。不行，警察，我还有重要的事呢，您看赔钱行不行？马夫说：不行，除非你们自己私了。瘦子连忙说道：刑警同志，这真的只是个误会，我们能私了。走到女房东面前，放软了态度说道：房东姐姐，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刚租你的房子，我东西丢了，我找你看监控的。女房东不吃他那套，翻个白眼冷哼道：我可没见求人还在踹门的，要不是刑警同志赶到，我就被你打死了。瘦子现在就想把这个房东给打死，但面上还得说尽好话。
怎么会呢？房东姐姐，你过来一下，咱商量商量。女房东不理，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瘦子眼里闪过一丝凶光，极快的收敛下去，小声跟房东说了一句话，女房东才不情不愿的跟着出来。说吧，你能赔偿我多少损失？瘦子说，我现在开始不租你房子了，到时候你房租不用退给我。女房东觉得有点少了，不干。不行，那房租才几千啊，这点钱就打发我了。那我给你双倍，不过你得让我看看监控，我真的丢东西了。瘦子没空跟他计较这几个钱，那还差不多。女房东还是挺满意的，自己房子照样能租出去，还额外收到了2份租金，今晚可以啃鸡爪了。瘦子说，那咱说好了，都是误会，咱私了就可以了啊。女房东点头，好嘛，你赶紧给我转钱，咱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瘦子把钱给他转过去，又去跟马夫报备一声，就跟女房东回去了。两人回到女房东的家，瘦子催促道，快带我去看监控。女房东问道，看什么监控？我丢东西了，我要看我那栋楼的监控。女房东坐到椅子上翘着2郎腿，心情颇好的说道，那里没有监控。你说什么？像是从喉咙里扣出来的一样。女房东一看他这个样子，马上双手环胸，警惕的说道，你干什么？没有监控就是没有监控，再说了那个楼层就你一家租户，谁会去偷啊？砰！瘦子一拳把房东家的桌子捶了个洞，神情阴郁的可怕，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女房东悄悄地站起来，吞咽了一下口水，不禁想到，这是什么人呢？他不会要杀人灭口吧？又听年轻人问了一句，这附近的街道有监控吗？女房东不住的点头，有的，街道有监控，但那里不归我管啊。归谁管？女房东心里哼了一声，多新鲜呢，当然在刑警局那了。好半天年轻人都没有反应，女房东这心里正打鼓呢，还好桌子又挨了一脚后，那个人才离开。女房东上前查看自己可怜的桌子，算了就当破财消灾了，仔细想想自己也并不亏，还多赚了近万新币呢。矿星的上空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黑雾，此时瘦子正蹲在一个隐秘的街角，第一次感觉到迷茫。为了霸占小人鱼，把昔日的兄弟都给杀了，怕老大追究到自己身上，他把团里的战舰也给毁了，现在他是完完全全的自由身。可小人鱼被谁偷了呢？可悲的是他还不能光明正大的去报警，就怕小人鱼没找到，自己还给搭里边了。苦着脸掏出刚买不久的香烟，点燃了一根，嗨，抽到肺管子里了，呛得眼睛发红，骂骂咧咧的嘟囔道，这玩意儿这么呛，也不知道老大怎么天天抽那么多的。把烟头狠狠地抛远，站起身朝一个方向走远。张扬下班了，林夕还不知道他曾跟瘦子紧隔了2堵墙，现在正对着飞车腿肚子打战。张扬哥，咱能换个交通回去吗？张扬看小姑娘脸色被吓得苍白，担心地问道，怎么了？林夕一想坐飞车的经历，就吓得脸色煞白，晃悠劲太大了，他总感觉那个车窗户一点都不保险，晃得厉害点，他就会挣脱安全带，飞出窗户，直接跟上帝喝茶去了。杨哥，我坐那个头晕，还第一次看见有人坐这个头晕的。那你说要怎么回去？林夕摇着头，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方式吗？张扬想了一下，还是说道，这个时间点没别的交通工具，你只能坐这个回去。林夕不抱希望地问了一句，有没有地上跑的？一听这话，张扬眼含诧异，那多慢啊，本来坐飞的回去5分钟就到了，坐车要1个小时。那还想再说什么，就被张扬强制抱上了飞的。安全带刚系好，飞车就嗖的窜高，又开始满天的乱飞，时不时还能跟别的乘客透着窗户来个深情对视。林夕小手攥紧了安全带，身体随着飞车而晃动，小脸紧绷不敢放松。他在地球上从没有玩过这么刺激的游戏，哪怕到主星了，那飞行器都跟在自己家一样稳稳当当的。他是一条鱼啊，能上岸就不错了，怎么还能上天窜呢？像是过了1个世纪的5分钟，林夕拖着软苗条似的2条腿，晃晃悠悠跳下了飞车，啪叽，跟大队来了个亲密接触。张扬连忙把人扶起来，皱眉道，怎么这么严重？你平时都怎么出门的？林夕忍下胃里的翻腾，虚弱地说，我之前都没做过。张扬毫不怜香惜玉地说，那你得锻炼着做了，一天飞个几趟就没事了。林夕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你怎么这么残忍？张扬直接背起他上电梯，习以为常地说道，这就残忍了，咱都又不是贵族少爷小姐们，你不能适应生活，那就等着被淘汰吧。林夕闻言沉默了，是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也变得矫情了？半天没有等到小妹妹的回话，张扬调侃了一句，怎么受打击了？林夕摇摇头，想到他也看不见，就凑到他肩头低声说道，没有，你说的对，我会尽快适应的。张扬笑了，这就对了吗？你现在还小，你杨哥还可以帮你挡几年，可以后你不靠自己靠谁？叮，电梯门开了，我明白的杨哥，你可以放我下来了。林夕脚挨着地之后，沉默地跟在张扬屁股后面，出了电梯，再过2个门就是张扬的家了。张扬拿出身份卡，往门上一个小方框处一扫描，门就自动开了。进去边换鞋边说，等你身份卡出来了，我把你的身份卡也绑定上去，以后就当自己家一样。林夕点头说道，谢谢。没想到他也有一双新拖鞋换呢，看来是那个素未谋面的姐姐给买的。刚想到这，客厅里就传来一个大嗓门，哥，新妹妹接回来了吗？说着人已经到了门口，看到林夕的第一眼，眼都直了。
一身中性的运动衣，五官端正大方，随意的梳了一个马尾，身高快赶上张扬了，有175那么高，是个女汉子。这是对这个姐姐的第一印象。我的天啊，这小妹妹长得也太好看了吧！林夕被夸的有点不好意思，她在地球上的时候长相只能说是清秀，好吧，那也不是自己的身体。她还小呢，听到最多的还是说自己可爱什么的，身边人都是高颜值，也没什么明显的感觉。甜甜一笑道：“张萌姐姐好。”啊，张扬，你从哪拐来的小天使啊？怎么这么可爱？说着还一个熊抱把林夕给搂进怀里，用脸颊不停的在小姑娘身上蹭来蹭去。这个姐姐是不是太热情了？林夕有点艰难的从张萌怀中退出去。张扬把林夕拉到身后，黑着脸对妹子吼道：“张萌，注意下你自己的形象。”张萌撇撇嘴：“哥，你确定没有去偷别人家的孩子吗？”张扬对自己这个性格不靠谱的妹子很是无奈：“瞎说什么？我今天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林夕是被拐卖来的，要被马哥送进福利院，我不忍心他去受那个罪，才决定收留他的。”林夕在一旁认真的点头：“他是被拐来的孩子。”呜！张萌的神色瞬间变成同情，还夸张的吼道：“是哪个杀千刀的，竟然拐卖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又把林夕拉到身边，摸着小姑娘柔软的发顶，神色严肃的保证道：“放心吧，林夕妹妹，以后你有我们了，谁也不敢欺负你。”谢谢萌姐姐。虽然这个姐姐看上去很不靠谱的样子，但她的心意自己收到了。没想到自己的运气变好了呢，就算被拐卖也可以碰到好心人。张扬看妹妹耍了一会儿宝，催促道：“好了好了，该去吃饭了，饭菜都凉了。”张萌不理自己大哥，拉着林夕往客厅走，还说道：“快来尝尝我的手艺，今天做了一大桌子菜呢。”真的是一大桌子呢，中间那一大盆米饭特别显眼，还有一大盆红烧肉，一条大红烧鱼，4个素菜，还有一个肉末汤。林夕肚子不受控制的叫起来，被身边的张萌听到。张萌哈哈大笑起来：“林夕饿了吗？”“其实我也早就饿了，我们快去吃饭了。”林夕不好意思的笑笑。三人一同入座，他知道张萌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拘谨，自己在那先开吃，还给自己加了好多块红烧肉，并且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饮料。林夕很感激他们，他们真是一对善良的兄妹。端起面前的饮料杯，站起来对张扬他们兄妹真诚地说道：“张扬哥，萌姐姐，谢谢你们收留我。”张扬也慌地站起来，拿着饮料杯窘迫地说道：“嗨，不要说那么见外的话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张萌差点被噎到，连忙吐出嘴里的鱼刺，也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道：“就是，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妹子，该吃吃该喝喝，这杯我干了。”说完豪爽的一口气喝干杯里的饮料。张扬随后，林夕看他们都这么爽快，自己也一口干了，然后坐下吃饭。跟陪白修哥他们吃饭不同，张扬兄妹真的很能聊，在饭桌上一件生活的小事都能说得那么起劲。林夕默默地吃着饭，听着他们的对话，偶尔听到好笑的地方跟着笑几声。饭桌上张萌话真的挺多的，还调侃自己的哥哥张扬：“林夕长那么漂亮，你不会玩养成吧？”张扬黑了脸：“张萌你不要瞎说，让小云听见了不好。”张萌撇撇嘴：“哼，开个玩笑嘛，反正我不喜欢白小云，我跟她都一个矿场工作的，她总是装柔弱，让别的男人给她帮忙，真不知道哥你什么时候瞎的。”张扬这次真的生气了：“张萌不要让我再听见了，小云她很好的，再说女孩子弱一点不是正常的吗？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不要那么要强，天天比大男人都能干，谁还敢娶你？”张萌最烦听这个了，连忙打住：“好了好了哥，打住，我们换个话题。”林夕听的倒是津津有味的，还悄悄地问张萌：“张扬哥有女朋友了吗？”张萌点头，还给林夕吐槽道：“是啊，叫白小云，那性子在男人面前就跟白云一样软绵绵的。”随后表情换成了不屑：“可要是面对女人呢，那就是绵里带针了，真不知道张扬是怎么想的，就那样的还当得宝了。”林夕还没发言，张扬就喊了一声：“你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尤其是你张萌，不要带坏林夕。”张萌撇嘴不再说话，专心的吃饭。毕竟他们都是普通人，饭量也一般，桌上还剩了一大半的菜没吃完。林夕才吃了一碗饭，连垫底都算不上，也许是今晚的饮料喝得上头了，说话大胆了很多。“那个，你们都吃饱了吗？”张扬点头：“吃饱了。”张萌没说话，只是打了个响亮的饱嗝，惹来自家哥哥嫌弃的一眼。林夕看了一圈，神秘地对他们说道：“我有一个秘密，你们要知道吗？”两兄妹异口同声地问：“什么秘密？”林夕不好意思地笑笑：“嘿嘿，就是我饭量比较大，你们不要被吓到哦。”张萌大手一挥，大方地说道：“嗨，我当什么事呢？随便吃，姐养得起。”张扬也不当回事，能吃多少，最多跟自己饭量一样呗。随后俩人就说不出话了，因为林夕一个人把剩下的东西全给吃光了。不仅如此，看那架势，好像还没吃饱。一直张大嘴巴的张萌吸溜了一下到嘴边的口水，看着林夕说道：“妹子，你是把人贩子吃穷了，所以才把你放了的。”林夕低着头，不好意思说话，但是不说清楚的话，自己得一直饿着。张扬拍了妹妹一下：“你瞎说什么呢？”不过看林夕的眼神儿还是很不可思议：“林夕妹子，你怎么能吃那么多？不撑吗？”林夕脸都红了，不好意思地说道：“其实我还没吃饱。”扑通，张萌从椅子上摔下去了。他想收回他之前放出去的豪言壮语，养这妹子确实有点难度。林夕连忙表态：“当然了，虽然我吃得多，但是我有劲啊，家里有什么货我包了，我还可以帮你们打坏人。”看着俩人的脸色，话音越来越低。张扬一脸苦笑：“妹妹爱，这哪有那么多坏人呢？再说了你
要是能打，也不至于被拐。可张萌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脸沉重的对快要自闭了的林夕说道：“没事，不要害怕，姐说话算话，只是咱家条件有限，不可能顿顿这么吃的。”林夕猛点头：“我知道的，我不挑食的。”兄妹俩对视一眼，同时松了一口气。这小姑娘性格还挺好。林夕本来要去刷碗的，张扬死活都不让，说什么不能刚来就干活什么的。客厅收拾干净后，三人坐在沙发上，林夕认真的问道：“张扬哥，我要怎样才可以出这个星球呢？”张萌睁大眼睛：“林夕妹妹，你要去哪啊？”张扬瞪了妹妹一眼：“别打岔。”沉吟了一下说道：“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出去。这是矿星，像我们这种平民，没什么机遇的话，会一直在这个星球上待到死。”林夕追问：“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张扬苦笑：“出不去啊，我们就白色身份卡，普通的平民，就算付得起星际旅行的费用，我们也不能出去，除非有人脉。”林夕不了解这个情况，平民连出星球的资格都没有。张萌解释道：“谁让我们是在矿星上呢？我们要是能随意的出入，那贵族们的矿场怎么办？外来人员他们又不放心。”林夕问：“什么意思？”张萌说道：“普通的居民星球当然没有这么多的限制，有钱就可以，但是矿星进出是很严格的，怕星盗们混进来偷矿。而且矿星上的平民唯一一点好处就是收入要高一点，随随便便找个矿场工作，每月最少有5000星币，当然老员工都是几万星币，生活方面还不错。”林夕不想长大当矿工，平民只有挖矿这条路吗？张扬接着回道：“当然不啊，除非你觉醒了异能，就可以申请绿卡，只需要在这个星球工作满几年，就可以有出去的机会。”林夕眼睛一亮：“我有异能啊？什么？”两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林夕：“你说什么？你有异能？”张扬的声音都变了调。林夕脖子往回缩缩，他不能暴露自己的精神力，怯怯地问道：“力气大算吗？那得看你力气到底有多大，才能下结论。”林夕四下看看，总不好现场来个拳头碎桌子吧？这都是钱啊，有没有什么不用的东西，我给破坏一下？啊，有，等着我去给你拿。张萌风风火火地跑进卧室，又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手里拿了一个不用的保温杯。林夕，这个。张萌点头：“你要有劲，就把这个捏扁试试。”啊！林夕双手接过，因为单手还握不住，囧，试试就试试。双手握住保温杯，手下慢慢用力，效果是显著的。保温杯的盖子承受不住挤压的力量，直接弹飞了，打在张扬的脑门上，同时也把张扬弹清醒了，不可置信道：“林夕妹子，你这绝对算得上异能了啊！你这吃的多完全是有道理的。”林夕歉意地看向张扬被盖子击打后红彤彤的脑门，应该离他们远一点的。那我现在可以申请绿卡吗？张扬摇头：“还不可以，你现在还是孩子，如果你到20岁还有异能的话，联邦才会给你。”林夕小脸一下就垮了：“为什么？”张萌接口道：“因为我们不是人鱼生的，有很多平民小时候都出现过异能，但过几年就又没有了，如果到20岁还有的话，就不会再消失了。”林夕一脸闷闷地坐回沙发上：“怎么是这么多？”张萌有点不明白：“林夕妹妹，你一直要出这个星球干什么？”林夕垮着脸说道：“因为我要回去找我的亲人啊。”张萌拍了自己脑门一下：“对哦，你是被拐来的，还是有亲人的，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林夕情绪不高的嗯了一声。张萌跟张扬对视一眼，张萌硬着头皮安慰道：“别灰心嘛，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林夕心如止水，还能有什么办法？张萌绞尽脑汁想了一下，突然啊的一声：“我知道了。”林夕抬头看他：“你还可以上星网联系家人啊。”张扬给他泼了盆冷水：“不好意思，星网只在本星球范围。”张萌嘀咕道：“那还有全息星网呢？”张扬直接冷笑道：“呵呵，全息星网营养舱最低50万星币一台，你买得起吗？”一听50万星币，一下就把张萌浇了个透心凉，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倒在沙发上。那怎么办啊？林夕挪到张萌的身边说道：“萌姐姐谢谢你了，还是让我自己以后想办法吧。”张萌脸色有点不好看，无奈地说道：“姐姐还是太穷了，不过你放心，我从明天开始认真工作，争取攒够钱给你买一个。”其实林夕根本不知道星网营养舱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要怎么找了。那全息星网营养舱是什么？有那个就可以找到家人吗？张萌一下坐起来给林夕科普道：“全息星网营养舱是可以无视星球距离的一种特殊设备，所有星际人都喜欢在那上面可以不出门就体验其他星球的风景。不同星球的2个人可以在上面直接加好友，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一起玩。不仅如此，里面非常繁华，还有人在里面摆摊卖虚拟食物呢，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星球。”林夕听后觉得这不就是大型的社交网吗？只不过功能更庞大一点。那我要怎么找人？张萌一脸看笨蛋的样子：“你可以在上面发寻人启事啊，可以单独针对某个星球发，也可以面向全星际发，到时候你家人不就看见了？”张扬又泼冷水道：“是啊，向小星球发一条寻人启事1万起，全星际发100万起。”张萌有意见了：“张扬你怎么回事？净说这些泄气话，我要是连营养舱都买了，我还差那1万星币发消息钱。再说了，也没见你用过那玩意儿，里面的价格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张扬得意的翘起2郎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你也不看你哥我在什么地方上班，我们刑警局是有这个营养舱的。”张萌撇撇嘴，说的好像能让你用一样。张扬被说的面皮一红，恼羞成怒道：“
怎么不能用了？一个月也有1-2次上去溜达的机会，好不？只不过最近那个营养舱坏了而已。张萌鄙视地看他一眼，不想跟他说话。天也不早了，我给你准备了房间，走，带你去看看。拉起林夕就走。布置很简单的一个房间，一张铺着粉色小花花床单的单人床，一个学习桌，靠墙的一边还放了一个小衣柜，像是书房改造成的。张萌在里面转了一圈，问道：喜欢吗？林夕笑笑，我很喜欢。这个床单是新买的吗？张萌点头，是啊，家里也没有旧的，明天还要给你买几件衣服。啊，对了，这个小门通着浴室，你今晚可以好好的洗个澡了。林夕走进浴室里，空间很充实，一架洗脸台，上面摆放着护肤品，角落里有个马桶，竟然还能再放下一个浴缸，自己以后也能悄悄的泡尾巴了呢。哎，那个小门是通哪里的？张萌贼笑着说，那当然是通着我的卧室啊，不过你放心，姐不会偷看你洗澡的。林夕无所谓的笑笑，大家都是女人，看看又没事啊。她在家就跟爱丽丝经常一块洗澡呢，澡都互相看光光了。张萌吊笑道，哟，年纪这么小就不知道害羞了，你想看我还不让你看呢。林夕，算了，自己对同性身体也不是很感兴趣。张萌帮着给铺了铺床，闲聊道，这矿星不比别的星球，这里温差很大的，有时候晚上会特别的冷，不过房间里有加温器，自己调一下就行。柜里还给你放了一个厚被子，天冷了就盖上去。林夕乖巧的点头，知道了，谢谢你萌姐姐。张萌铺好床后突然就陷入了沉默，林夕感觉有点尴尬，没话找话的说道，萌姐姐，你们这个房子还挺大的哈，虽然跟白修哥哥家比小的可怜。张萌面上带了一丝伤感，这是我爸妈在矿场上出了意外后他们赔给我们的房子。林夕轻声问，你们也没有爸妈了吗？在我6岁的时候我爸妈他们就没了。张萌神情带着迷茫，不要难过，给你抱抱。林夕一屁股挤在张萌身边，抱着她不算很细的腰。张萌感受着小姑娘带给她的温情，无所谓的笑笑，是矿场出钱把我们养大了，哥哥也很努力当上了刑警，我妈现在也工作好几年了，工资也不低呢。摸着小姑娘的小脑袋，放心吧，我会尽快给你买一台营养舱的，让你快点跟家人团聚。林夕很感动，明明只是才认识1天的陌生人，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呢？谢谢你，萌姐姐，我以后有钱会还给你的。张萌哈哈笑道，等你赚钱还要很久呢，我一看你就很喜欢，我不能让你白叫我这声姐姐。林夕眼睛弯了弯，脸颊在他的胳膊上蹭蹭。张萌一看小姑娘竟然对自己撒娇，立马就 hold 不住了，狂奔到门口。西西啊，为了你的身心健康，以后不要再对姐姐撒娇了，姐抵抗不住。说完把门关上就出去了。林夕，都是女人她想干什么？张萌被蒙了一脸血，别看她整天一副男人婆的样子，其实她对萌物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的。她手机里收集的全是毛茸茸的小动物图片，看来今后又要多一个了。张萌，过来一下。推开他哥的房间门，哥，什么事？张扬拍拍床边的椅子，坐。张萌一屁股坐下，大大咧咧地问道，有啥事说吧。张扬神情很认真，他问，你想给林夕买营养舱？张萌点头，是啊，让他早点跟家人团聚。坦然迎上他哥深沉的目光，瞪了这个傻妹妹半晌，叹了口气问道，那你存款够吗？够的呀，这么多年还是存了几十万的。张扬无奈，这么多年的积蓄你不心疼吗？张萌无所谓的摆摆手，我现在每月也有2万新币了，最多节省一点好了，我跟林夕这孩子投缘。张扬还是有点不舍得，一台营养舱可是50万啊，你再多攒10来年，够做一次人鱼手术了。张萌白了他哥一眼，不屑道，我才不会去做手术呢，变成了4级人鱼就跟变成半残废差不多，走2步都要喘。哥，你也别舍不得了，我不会动你的钱，我这辈子对婚姻没啥想法，咱们也出不去，钱多钱少对我来说不重要。张扬满眼的不赞同，教育道，不要胡说，以后我是要跟小云结婚的，你们俩的性格不适合住在一起，到时候你不找个男朋友是要一个人到老吗？张萌一听他哥提白小云就想翻白眼，不想理会这个瞎子，这不你们还没结婚呢吗？等到时候再说吧。看张扬还有要唠叨下去的意思，连忙往门外走，好了，我忙一天了很累，睡了拜。砰，门被关上。张扬头疼的拍拍脑门，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媳妇跟自己的妹妹性格合不来，该怎么处理。心烦的把被子一蒙，躲被窝里跟女朋友聊天去了。林夕舒舒服服的泡了个澡，换上萌姐姐的睡裙，果然很大，都要拖地了。躺到床上后，抬眼就看到加温器上的温度，夜里竟然只有几度嘛。不过她不会冷就是了，现在的她只会怕热，不会怕冷。漆黑的房间偶尔闪过金色的光芒，林夕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也不知道白修哥哥他们有没有想自己呢。第二天刚听到门外的动静就准备起床了，忍不住悄悄打了哈欠，其实他一夜都没怎么睡。刚梳洗好就有人敲门，林夕，起床了吗？林夕小跑着开门，刚收拾好。张萌一脸微笑，我昨晚给你网购的衣服今天到了，你拿去试试。林夕感激的道谢，买了好几身衣服和几双鞋，还包括小背心小内裤，再一次感激张萌的贴心。衣服都是普通的衣服，但是穿在不普通的人身上那就显得不普通了。比如林夕随便套了件白色的裙子，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一出门就收到2双惊艳的目光。张萌赞叹道，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不到200新币的裙子竟然可以这么好看。
随即又被林夕脖子上那个超华丽的项链给吸引住了目光。林夕，你戴的项链好好看啊，衬得你像个公主一样。林夕不自在地摸摸项链，确实有点高调了。这是我妈妈的遗物，对我很重要。张萌他们了解的点头，只是项链太耀眼了，控制不住的一直盯着看，并没有做出什么愉悦的举动。张扬问道：这些都是真的宝石吗？林夕摇头，我不知道，这是我妈妈的东西，我也不确定。心中有些歉意，他不是故意要说谎的，但这个宝石太大了，如果说是真的，那他们必定知道项链价值连城，他不想冒这个险。人心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一个东西。张萌白了他哥一眼，你傻了吗？这要是真的，林夕的项链早就被人给薅下来了，要是真的多值钱啊。林夕忙点头，我说呢，他们把我的项链拿过去不知道干了什么，又还给我了，原来我这个是假的啊。张扬心里也不相信谁会把这么珍贵的项链给一个小孩子戴，已经90%的肯定这绝对是一个假的，哈哈大笑道，还别说，林夕你戴上这个还真唬人，就跟哪国的公主一样。林夕故作羡慕地说道，要真的是公主就好了，早就有人来接我回家了。张萌搂过小姑娘的肩膀，汉子似的说道，以后你就是咱们家的小公主，哥哥姐姐罩你。林夕闪着星星眼，感动地说道，你们对我太好了。俩人被逗得哈哈大笑。林夕心里松口气，可算糊弄过去了，看来以后还是得穿高领的衣服。早餐煮了一大锅粥，桌上放着一大兜代餐面包，其实都是给林夕准备的，毕竟他们两个也吃不了多少。饭桌上，张扬说起一个新闻，昨天有个飞行战舰自爆了，今年有很多大人物都来了呢。张萌不感兴趣地说道，那跟咱又没有关系，8成又是哪个来偷矿的，翻船了吧？谁知道呢？那又不是咱要操心的事。话音刚落，有人开门进来，看见来人，张扬眼睛一亮，小鱼你怎么来了？吃早饭了吗？张萌一看是这个绿茶婊，顿时没了吃饭的心情，凑到好奇的林夕耳边嘀咕了一句，看吧，又是来蹭饭的。下一秒就听到一声柔柔的声音，我还没吃呢，杨哥。张扬连忙去厨房给盛了一碗粥，拉着女友在自己身边坐下。白小云委婉的道谢，谢谢杨哥，然后看向安静坐在对面的小女孩，看到面容时眼里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和嫉妒，不过掩饰得很好，大方的问道，这就是你昨晚跟我说的新收养的妹妹吗？张扬笑着点头，是啊，她叫林夕。又对林夕介绍道，这是我的女朋友，叫白小云，你可以叫她姐姐，也可以叫她嫂子，哈哈，不要当着孩子面胡说，嗔怪的看一眼张扬。林夕站起身，乖巧的说道，小云姐姐好呀，真懂礼貌。白小云捂着嘴害羞的笑笑。林夕坐下后，余光一直打量着这个白小云，一身白色运动衣显得身材纤细苗条，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说话声音也是斯斯文文的，虽然同样是马尾辫，但她还细心的绑个蝴蝶结发带。跟张萌一比，就是女人跟男人的区别。不过跟长相很阳光的张扬站在一起确实很登对。饭桌上热闹了起来，其实就是白小云一直不停地跟张扬说着话，张扬被哄得眉开眼笑。能看得出来，张扬真的挺喜欢那个小云。身旁的张萌从白小云进来直到现在，已经冷哼不下10次了。当着外人的面，林夕也没好意思吃太多。他们吃饱后稍作休息，就该去上班了。张萌不想看见白小云，主动的去收拾餐具，眼不见心不烦。林夕拘谨的坐在一边，他感受到一道隐晦的视线一直在自己的脖子处打转。果然听到柔柔的声音响起，林夕妹妹这条项链真漂亮。林夕礼貌的说道，谢谢，小云姐姐也很漂亮。白小云捂嘴偷笑，妹妹真会说话。莫心眼的张扬插嘴道，你也觉得林夕那条项链好看吧？可惜是假的。白小云故作惊讶道，那太可惜了，猛一看就跟真的一样。她想拿过来仔细的看一看。林夕害羞的笑笑，怎么可能是真的呢？那我不就是有钱人了吗？张扬笑着说，就是，如果是真的，林夕也不会在我们家了。白小云不做回应，看着林夕说道，你这个项链我也很喜欢，我能不能先借用一下，找个店照着这个样子也做一个？林夕脸上的笑容变淡，歉意的说道，很抱歉小云姐姐，我这条项链是妈妈的遗物，原谅我不能借给你。白小云脸色微僵，没想到自己竟会被拒绝，神情带了一丝委屈。我不是要你的项链，我只是想借用一下，做个同款式的，好了就还给你。林夕依然摇头，白小云脸上挂不住了，她越不给就越觉得这项链不简单，没办法了，只好委屈巴巴的朝张扬看去。张扬最受不了他这个眼神了，再说了，这只是假的，借用一下不会给弄丢的。林夕，你借他用一下就行，只需要去店里刻个模子就好了，很快的。林夕脸色有点难看，他感觉那个白小云目的不单纯啊，这个项链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假的，鬼知道他打了什么主意，绝对不能交出去。林夕低着头，眼里聚集了雾气，也学白小云一样可怜巴巴的说道，张扬哥哥对不起，虽然这是假的，但款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不希望小云姐姐跟我戴一样的。张扬皱眉，心里有些不满，这林夕怎么回事，吃自己的喝自己的，又不要他的项链，只是照这样子做一个都不行。不满的说了一句，又不要你的，戴一样的款式怎么了？怎么这么小气？林夕一下抬起头，不敢相信这是昨晚那个温柔大哥哥说的，虽然知道在他心目中他女朋友最重要，也知道自己现在是蹭人家的，可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正好张萌出来了，一出来就护着林夕说话，张扬你说什么呢？人家林夕不愿意，你干嘛这么说？
都说了，那是人家母亲的遗物，谁愿意交给外人当观赏品看？都多大个人了，还跟那小孩子过不去？小气怎么了？自己的东西不愿意给别人就是小气了。张扬，你真是出息了。张扬被妹妹一顿教训，脸是黑的彻底。行吧，谁也管不了，不管了。旁边的白小云心情是最差的，都怪这个张萌，就他爱管闲事，一个没关系的外人瞎护着干什么，一点都不知道亲疏远近。张萌没理会外面这两个人，拉着林夕就回到卧室了，关上门对他说道：林夕，你不要难过啊，我哥他脑子碰上白小云就不清醒，他今天说话让你难受了吧？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林夕眼里酸酸长长的，连忙拦住说道：萌姐姐不用的，我很感谢你们，张扬哥也很好，我没事的。张萌再三确认，真的不要生气哦。林夕笑着摇摇头，我没有生气，我一会儿还要出去把剩的东西都吃掉呢。听到这句话，张萌才放心，笑着说道：那就好，东西随便你吃，我们就要去上班了，今晚会早点回来带你去逛超市，一个人在家要乖乖的哦。林夕重重的点头，好啊，萌姐姐再见。摸摸林夕的脑袋，张萌就转身走了，顺便把客厅的两位一块拉走，生怕自己走后再欺负小姑娘。等人都走后，林夕几乎是1秒就哭了出来，像小指甲盖一样大小的珍珠掉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滚落到一角。林夕心里止不住的难过，她也不想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想白修哥哥了。珍珠一个接一个的掉落，林夕伸出小手麻木的接着，突然灵光一闪，止住了眼泪。谁说她现在不可以靠她自己了？这些珍珠是可以卖钱的吧？她可以把这些都卖了，不就有钱买营养舱了吗？还可以给张萌他们一些当做谢礼，感谢他们的收留。不过现在还不可以拿出来，她要先了解了解这个星球，再做打算。一颗不落的把珠子都捡起来，一共有5颗，也不知道可以卖多少钱，暴力的在床上扣了一个小格子，把珠子放进去藏好。把床收拾平整之后，坐床上叹了口气，张萌姐姐人真的挺好的，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被念叨的白修此时刚下战舰，直奔仓库。卡洛斯还能看出什么？卡洛斯看见白修已经赶来，微弯腰行礼：大人，您来了。战舰是自毁的，毁坏的非常彻底，不过现场我们打扫的非常仔细，没有发现任何人体组织的东西。白修心里的石头松松，虽然不知道是不是那架战舰，但只要没有人死亡就还有希望。那行，这段时间有消息吗？卡洛斯摇头，没有大人，不过我已经命令下去，已经发现 TYW 开头的战舰一律扣押。白修冷着脸，没有任何表示，静静的待了一会儿后，对卡洛斯说道：我打算去愿望星道团的大本营看看，他们很有可能在那里会合。卡洛斯问道：那您带够人手了吗？不需要那么多人会打草惊蛇，如果真的在那里的话，再通知你们。卡洛斯尊敬的说道：那大人一切小心。白修只在拉诺维奇星上待了不到半小时，就匆匆的离开了。现在时间很重要，多耽搁一会儿，西西就要多受罪一会儿。主星上，科德正在收拾东西，爱丽丝抱着慢慢在一旁等着。科德，小林夕真的快要找到了吗？科德点头，当然，已经锁定他们的战舰了。白修已经追过去，他的能力你还不了解吗？可爱丽丝始终放心不下，一旦林夕被他们发现特殊性，她不敢想象他会受到什么遭遇。不是所有星际人都文明的，只能寄希望于白修快点找到人。慢慢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兴高采烈地问着：爸爸，我们要出去玩了吗？科德回头对闺女笑笑：当然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慢慢开心地笑起来：太棒了，西西跟我们一起吗？科德笑着说：当然了，我们一到那里能看到西西喽。什么？西西竟然不等我先去玩了？慢慢撅起小嘴巴：哼，我不要理他了，他不等我。科德打趣道：你真的不跟他玩了吗？那我们就不去找他好了。慢慢一急：不要，我就现在不要理他好了，明天再理。还有爸爸，你还要多久啊？真慢。好了，咱们走吧，也不用收拾什么，到卡农星球再买就行了。刚要上战舰，科德的光毛响了起来，是自己的大哥西斯。刚接通就听到大哥的咆哮声：你们干什么吃的？一点小事都办不好，赶紧给我滚！科德把光屏放得远一点，看把慢慢给吓的，看那边没事了，才问道：什么事啊，哥？西斯透过光屏看到了外面的战舰，眉头皱得死紧。科德，你这是打算逃跑？科德啧啧一声：哥，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跑什么？我这是移民。西斯不客气地说道：给我老实说话，你好端端的去卡农星球干什么？科德依然吊儿郎当：哥，主星上太闷了，我要带着老婆孩子去散散心。爸妈知道这事吗？科德摸摸鼻子，心虚地说道：我还没给他们说，到时候你替我转达好了。西斯又开始咆哮了：科德，你这个混蛋，我不会去帮你转达的，我一天天忙得要死，你倒好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我不准你去，回来帮我管理产业。科德一脸怕怕的后退，讨好的说道：我亲哥，家里的第一继承人是你，身份越重责任越大啊，千万要保重身体，弟弟永远支持你。不给他哥开口的机会，立马给挂断了。走，快走，千万不要让我哥拦住。爱丽丝一脸黑线的看着自家老公没出息的样子，不过上战舰的速度比科德还快，虽然大哥很辛苦，但谁让他是大哥呢？心里默默的说道：大哥大嫂，你们多保重，我们先走了。战舰是布莱克的私家战舰，上面只安排了几个保镖，毕竟不宜张扬。某战舰上，费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刚收到消息，在主星上的探子全部被清除干净，波比和尾巴也没有幸免于难。老大又一直昏迷不醒，这该怎么办？嗨嗨，库里特嗓子痛得快冒烟了，呼出的呼吸都是火辣辣的，头像是有1000斤重。水，渴。费斯听到动静，面上一喜，拿起桌上早就准备好的水，亲自喂给老大喝。狼吞虎咽地喝下一杯水后，嗓子才舒服了很多，晃晃还有点晕的脑袋，哑着嗓子问道：我昏迷了多久？老大，你昏迷了4天了，发生了很多事，我们再有2天就回到我们的地盘了。库里特拿出一杯 S 级营养液，像喝白开水一样咕咚咕咚喝下去，连喝了2杯，头痛才稍作缓解。都发生了什么事？费斯低着头惭愧地说道：我们主星上的探子被全部拔除干净，不仅如此还……库里特皱眉，吞吞吐吐的干什么？不仅如此，波比和尾巴他们也死了。库里特闻言，一手捏碎了空杯子，他们怎么死的？费斯表情一言难尽。波比让尾巴去偷了一条3级人鱼，那人鱼来头太大，他们这次栽了。库里特问：偷的谁家的人鱼？费斯艰难地说道：主星上传遍了，只有克斯顿家族丢了人鱼，并且听说还打伤了布莱克家族的人鱼，幼学员都疯了。嗨嗨，什么？波比是蠢的吗？这些人也敢动？库里特激动得止不住的咳嗽，费斯连忙给他顺杯。好了，不用了。现在怎么样？人鱼在哪里？这个费斯知道，人鱼现在在凯莉他们的手里，估计正往哪个矿星飞呢。库里特严肃道：马上给我联系凯莉，这人鱼有大用处。是的。费斯马上开始联系，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接通，费斯皱眉，联系其他的成员，无一例外，所有人都联系不上，脸色难看道：老大，都联系不上，我们怎么办？库里特听见了，脸色阴沉沉的，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也凶多吉少了。这白修竟动作这么快？不对，如果他这么快就找到的话，那自己等人又怎么能安然无恙？费斯，定位凯莉他们那架战舰的位置。费斯前往控制室，在控制台上噼里啪啦一顿操作，得知结果，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垂头丧气地回到老大的房间。老大，凯莉那架战舰自爆了。库里特闻言，眉宇间闪过一丝嗜血。自爆了？费斯，你说这是谁干的？费斯低下头，他不知道，这也是他想不通的点，为什么要自爆战舰？这是为什么？又听库里特声音飘渺地说道：你说咱这里面是不是出了叛徒？费斯心里大惊，虽然他也猜测过，可人都死光了，连个审问的人都没有，真相是什么无从得知。库里特沉默地磕上眼，良久问道：战舰自爆前的定位在哪里？费斯回道：定位显示刚刚抵达拉诺维奇星球，就启动了自爆。库里特冷笑一声：我们现在掉头去拉诺维奇星，如果这里面有叛徒的话，没准他们已经埋伏在我们的大本营了。我们一回去，准备他们抓个正着，我倒要去拉诺维奇星看看，没准还有意外的惊喜。费斯心里觉得不可能，但老大的决定从没有出错过，他选择服从。那我们的人要他们撤走吗？库里特说道：当然撤了，告诉他们转移阵地，去第2基地。是。费斯下去安排了。房间里只剩库里特一个人，他的目光悠长，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次真是大意了，白修，克斯顿，我等着你找到我。夜晚，林夕趴在窗户上，正看着外面的天空，黑蒙蒙的像一层雾，没有月亮。白天倒是看见了太阳，但那太阳像沾上了脏东西一样，有着许多瑕疵。这里的空气带着污浊，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再亮的灯光都驱散不掉人心里的阴霾。如果主星上的环境让人感觉到沉闷，那拉诺维奇星则让人感到压抑，感觉不到任何的希望，每个人活得麻木且单调。坑金属门打开的声音，林夕，我回来了，你在哪？林夕微微一笑，张萌回来了，我在这里。张萌在门口鞋都没换，就对林夕招手，快过来换鞋，我们去逛超市，逛完了再回来吃晚餐。好啊。一回生二回熟，第3次坐上飞车，跟前2次感受完全不同，像是接受了以后都离不开这个飞车的命运。这次只是微微有点脸色发白，并没有害怕到腿软。他想他成长了，不是他之前逃到的超市，是另一家更大一点的超市，里面人还挺多的，大多数都穿着跟张萌姐差不多一样的工服，显然都是一下班就来了。在门口处推了一个小推车，张萌硬要让他坐里面，林夕满头黑线，他都多大了？貌似他上次坐购物车是刚出壳几个月的事了。萌姐姐，我都1.2米高了，坐这个不合适。张萌看林夕言辞拒绝，只好遗憾地放下这个念头，牵起小姑娘的小手往蔬菜区走去。你看看，想吃什么往里放。林夕的身高刚好可以看到那些蔬菜标价，心里默默地计算着，一颗土豆3星币，一颗西红柿3星币，一颗花菜10星币等等。这里的菜价是不是有点贵了？萌姐姐，这都是论个卖的吗？张萌习以为常的道：对啊，都是论个卖的，今天有优惠，购物满1000星币，一律打9折呢。林夕默默地在心里算了下，就按最便宜的蔬菜来说，他一天最少也要吃掉几斤蔬菜，要花费好几十星币，这还不算主食的。张萌正在往购物车里放菜，给他说了一声，就跑到米面区。一袋大米要100星币，每袋还只有10斤的量，一袋面粉要90星币，也是10斤的量。另一边还放着一摞摞的面包，售价5星币一个。心里不禁啧舌，这物价都这么膨胀的吗？又跑到水果区，仿佛看到了天价水果，一个苹果竟然要10星币，包括香蕉、橘子、梨，像葡萄这种，一串最少50星币起。林夕咽咽口水，他觉得他以后可能还不如在地球上生活的好呢。就这物价，矿星上普通民众几千的星币薪水是怎么活下来的？
兴致不高地回到张萌身边，他快要放满整个购物车了，目测有10来斤的各样蔬菜，2袋大米，2袋面包，再添2样就满1000新币了。而这些省着吃的话，也是仅够自己吃5天。林夕已经想象到自己即将要过上食不果腹的生活。张萌仿佛没有概念，还问道：“你要吃肉吗？萌姐姐这些都好贵啊，照这样买下去，你工资够吗？”张萌摸摸小姑娘的头发，不在意地说道：“光这些的话还是够的，不过就是不能经常吃肉了。”很快就知道为什么了，1斤猪肉要100新币，不管什么肉都100新币起。林夕内心流满了宽面条，他们一族都是吃肉的，而现在自己将是第一个靠吃素为生的人鱼族了。我对不起列祖列宗，萌姐姐，我们不要吃肉了，我们买条鱼算了，鱼还便宜一点，3、4斤的小鱼只要几十新币，像洗衣机那样大小的鱼块，不见头不见尾的，只要1000多新币就可以了。林夕今天就吃了3分饱，看见那么大块的鱼肉，实在有些忍不住。张萌麻利地往购物车里扔了几条小鱼，还说道：“鱼还算便宜的，因为拉诺维奇星上有一条范围不小的海，算是本土产的，并没有那么贵。像其他蔬菜肉类都是从农星上空运过来的，很贵，普通人家也吃不起的。”林夕问道：“那一般都吃什么呢？”“喝营养剂啊，那个便宜，1新币1支，想要水果口味的就3新币1支，一天吃3支就饱了，基本可以满足人体的营养需求。”林夕眼睛一亮：“那个好喝吗？”张萌贼笑道：“那个啊，吃起来像各种口味的牙膏，你想想，嘿嘿。”林夕失望地低下头，当一条鱼太难了，不过也有高级的，营养液就很好喝，不过太贵了。林夕问：“那是什么？”张萌解释道：“营养液是比营养剂高级很多的东西，最次的 D 级营养液都要500新币1支 ，C 级1000新币，之后每上升一个等级，价格再加一个0，最高级 S 级，单价100万新币1支。”说着还拿手机给搜了几张营养液的图片，拿给林夕看，看就是这个，最边上的那个就是 S 级的，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喝上一口。林夕一看，那不就是他们家每天早上必喝的牛奶吗？香香的，真的很好喝，原来自己早就喝过了呢。叹了口气，有点惆怅，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喝到了。俩人一同叹了口气，都是因为穷。张萌关上手机，自信满满的说道：“算了 ，S 级的咱肖想不上，改天给你买个 C 级的尝尝，我也只喝过 D 级的呢。”林夕摇头：“不用了，那个那么贵还不顶饱，还不如换成10袋大米呢。”张萌有点哭笑不得，揉揉他的脑袋说道：“咱也不用太节省嘛，存那么多钱干什么？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知道的。”不过依然兴致不高。张萌是个很好的姑娘，买东西特别大方，连水果都买了几样。林夕在旁边看得可心疼了。一算账，这一次一共花了1590新币，打完9折也要1431新币，也不敢问张萌姐的工资是多少，就怕问了更不敢多吃了。两人大包小包的提回家，一开门就看到白小云跟张扬在客厅正亲热呢。张萌直接拉下脸，把东西往桌上一放，不客气的说道：“你们在外面干什么呢？就不能回屋去？”两人快速的分开，张扬一脸尴尬的坐在一边，白小云倒是看不出丝毫的窘迫，拢拢头发，看到他们提着的东西，眼睛一亮：“呀，这是买的什么呀？这么多！”说着还不拿自己当外人似的，上前去解开食品袋子，还挑得特别准，一翻开就是装水果的袋子。我最喜欢吃葡萄了，好大一串啊！也没有洗，直接就捏了一个放进嘴里，享受的眯上眼睛，还不忘给身边的张扬吃一个。张萌一看他这样就恶心的不得了，成天来这蹭吃蹭喝蹭住，他生日的时候巴不得宣扬的全世界都知道，还都得送他个礼物。轮到别人过生日可倒好，直接装不知道，在矿场1个月撑死5000工资，成天打扮的花枝招展，从来不自己掏1分钱，都是用他哥的钱。他哥也是傻，他的钱都是存着给自己做人鱼手术的。傻张扬也不想想，他要是变成人鱼，怎么还会看上他？早就攀上贵族了。眼看葡萄就剩半串了，张萌给暴力夺了过去。行了，想吃自己买去，我这是给林夕买的，也不害臊，多大个人了，孩子一个也没吃呢，你这都给吃完了，真是自私。也不给他说话的机会，自己拾掇把水果袋子一捆，给提林夕屋里去了。林夕小跑着跟上去，他实在不敢想象外面那2个人的脸色该有多臭，他可不能往炮眼上对啊。看张萌把水果都放在自己屋里的小桌子上，林夕是又感动又不安的。萌姐姐这样做会不会不好啊？张扬哥都生气了，还是拿出去一起吃吧。张萌冷哼一声，不要管他，林夕这是我们俩的，谁要给他们吃？想吃自己不会去买啊。这一串葡萄70多呢，让他给糟蹋了一半。林夕也觉得白小云很讨厌，但那是因为他在打自己项链的主意，但不明白张萌是为什么。萌姐姐，你好像很不喜欢张扬哥的女朋友。张萌点头，对啊，那就是个绿茶婊，偏我哥还拿他当个宝。我们在一个矿场工作，别人都能认真干活，他倒好，每天都在跟男人套近乎，一天天的幻想自己变成人鱼会怎么样，还不是有我这个傻哥哥一直给他花钱吗？拖得我哥到现在都没有1分存款。林夕一呆，这个也确实没办法的，一个愿打愿挨，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哎，张扬哥怎么不知道给自己留点呢？张萌一说这个就来气，我哥哪点都好，就是一碰上那个女人就哪都不好。那个女人明显把我哥当长期饭票，我哥还美滋滋的往前凑呢，也不知道那女人给我哥灌了什么迷魂汤。算了，不说她了，我们吃水果，都吃完，气死她。俩人美滋滋的再分食水果，而外面白小云果然被气得不轻，正跟张扬闹呢。张扬，你妹妹她什么意思？
我吃点水果，他也不愿意了。他就这么不待见我吗？既然这个家这么不欢迎我，那我们还是分手算了。别啊，小云，萌萌他不懂事，回头我一定教训他，太过分了。张扬脸色也不好看，他知道自家妹妹不待见小云，没想到竟然这么不给面子。白小云才不信这套说辞，哭着说道：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年了，张萌始终没给过我好脸色，我难道还不够容忍吗？张扬搂着小云哄道：张萌他不懂事，你作为大嫂多忍让点，我对你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不就一串葡萄吗？我明天给你买2串好不好？都让你一个人吃了，谁也不让吃。白小云知道张扬的性格，也知道他最喜欢自己哪一点，所以他一直表现得很大方，擦掉眼里的泪水，笑着说道：你怎么也跟你妹一样说这样的话？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虽然我喜欢葡萄，但也不能这样吃嘛。张扬看人终于被自己哄好了，也笑了起来。明明小云很大方明事理的，不知道妹妹为什么一直针对他，看来得找个时间跟张萌好好谈谈了。再这样下去，这还怎么成为一家人？白小云看时间差不多了，凑到张扬耳边轻轻道：我们该去休息了。张扬眼睛一亮，哪有不同意的，拉着女友就往自己的卧室走去。折腾了1个多小时，激情过后，满足的白小云躺在张扬怀里撒娇道：老公，我真的很喜欢新妹妹的那条项链。张扬有点为难，人家小姑娘不愿意，那有什么办法？小云，你也看到了，林夕这孩子不愿意。白小云轻蹙着眉，状似无意的说道：是啊，我只是借一下就还给他了，没想到他反应那么大。你说这项链真的是假的吗？张扬没有怀疑，这想想都不可能是真的，这项链要是真的该有多值钱啊，怎么可能会明晃晃的戴在脖子上，没有人来抢呢？白小云心里唾弃一下张扬的蠢，又说道：那你能看出他手上那条手链是什么材质的吗？张扬回忆了一下，那手链也非常好看，只是被项链的光芒给盖住了，显得没有那么显眼。我不懂这个，估计得价值几千吧。这小姑娘是被拐卖来的，之前家里条件还可以，戴条手链没什么奇怪的。白小云却不这么认为，虽然她买不起，但她经常看到好看的总会去店里做个高仿的，戴着也好看。如果她没看错的话，她那条手链应该是钻石的，还是最新款的彩钻，看那个钻石大小，平均1颗就要几10万。一个小孩子随便戴的手链就价值不菲，那她脖子上的项链真的说不好。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华丽尊贵的饰品，她得想个办法。杨哥，你还有钱吗？张扬没有多想，怎么没零花钱了？白小云轻拍了他一下，娇嗔道：说的跟人家一直向你要零花钱一样，人家只是想嫁给你了。张扬一听很激动，从床上坐起来问道：小云，你想嫁给我了？白小云含羞的点点头：是啊，人家跟你这么多年，想要一个正式的名分。张扬很高兴，哈哈大笑道：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白小云羞羞的说道：看你，不过我有一个顾虑。张扬问道：什么顾虑？白小云轻叹一口气说道：杨哥，我不想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一辈子守在这个矿星上，我想让孩子能出去看看。张扬默了一会，语气也沉重了起来。可这很难，如果我可以自然分娩生下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有出头的机会。张扬侧头看着他：你想变成人鱼？白小云点头：我不想我们的下一代还这么浑浑噩噩的生活下去，他应该有更广阔的天空。实不相瞒，我这些年也存了些钱，但还是差一些，如果杨哥你支持我的话。话没有说完，只是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张扬眼含心疼的说道：那样你就太辛苦了。白小云坚定的摇头：我不怕，既然他都这样说了，自己肯定是要支持的，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多少存款，还需要还几年。白小云有些惊讶：怎么会？杨哥你又不乱花钱，怎么会没多少存款呢？张扬一噎就5000多的工资，每月还要给你3000零花，再刨去伙食费水电费，时不时的还要送你个小礼物，可不就没钱了吗？不过还不能明摆的说出来，因为小云会不高兴，到时候又是自己找罪受。无奈的说道：我的薪水并不多，这些年都花了，也没攒下多少，卡里也就几万新币，就这还是扣牙缝省下来的呢。白小云脸一下拉了下来，心里止不住的暗骂没用，怎么找了个这么没出息的男人？提议道：那可以向妹妹借一点吗？张扬问道：做手术的钱还差多少？白小云苦恼的说道：我这些年存了也有几10万，我也不确定做手术具体要花多少钱，但多准备点是没问题的。张扬一听就皱起了眉，据他所知，做人鱼手术最少要200万起，这根本远远不够啊。没办法的小云，做手术要最少200万，就算借上张萌的也远远不够啊。白小云脸色更不好看了，等他自己凑够这些钱，还不知道要多少年了，到时候他就60多岁了，自己又没有异能，顶天也活不到200岁，最大可能到140多岁就会开始衰老化。他还上网查了查，平民转化成4级人鱼最少会缩短20年的寿命，那他还能剩下几年的青春呢？张扬看白小云的神色阴晴不定，还以为他现在非常失望难过，连忙安慰道：没关系的小云，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存钱，不出20年我们一定能做手术。白小云没有吭声，他等不了20年了，他已经受够每天在矿场黑头土脸的生活了。杨哥，我不想等那么久了，你先帮我向妹妹借一些钱，我回去找我爸妈凑一凑就够了。张扬有点不理解：小云，我们都才30多岁，那么着急做什么？白小云柔柔的说道：我去上网查了，这人鱼手术就是年龄小的时候做，才损失小一点，万一再拖20年，我怕有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再说我们现在借了钱，以后我们在一起还，只是你要辛苦一点了。张扬也不怎么清楚这里面的事情，不过女友这么为2个人的将来考虑，他也不能什么都不表示。那好，我明天跟张萌说一声，你放心吧。白小云脸上露出微笑：杨哥谢谢你，
你真好。心里很开心，他知道张萌现在工资很高的，手里肯定有不少存款。他只有张扬一个亲人，再也不待见自己，这个钱还是要出的。带着美好的期待，跟张扬相拥而眠。早上刚吃完早饭，白小云就回家换衣服了。张扬对张萌说道：“妹，你跟我来一下。”张萌来到他哥的房间，什么事啊？张扬说道：“你不是有几十万的存款吗？我想借来用用。”张萌顿了一下，问道：“哥，你要做什么？”张扬笑笑说道：“小云想跟我结婚了，她想做人鱼手术，钱还差点。”张萌下意识的拒绝：“我不同意，我不借。”张扬黑了脸：“不要闹，这是很重要的事。”“我闹什么？我凭什么掏钱让她做手术？再说了，我答应林夕给她买营养舱了，没钱了。”张扬阴沉着脸：“张萌，林夕那个营养舱可以缓缓，再说她还那么小，就算找到了又怎样？她又出不去。还有，你怎么对刚认识几天的小丫头这么上心？对白小云就这样？她可是你未来的嫂子。”张萌冷笑道：“哥，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只有一件事不同意，营养舱我也可以另想办法，但我绝不同意你跟白小云结婚。”张扬也生气了，怒道：“为什么？她到底怎么惹你了？你对她这么大的意见？”张萌也怒他哥的不争气：“哥，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在白小云眼里就是一个备胎，外面还有好几个男人养着她呢。”张扬闻言，眼神变得很失望：“张萌，你怎么能胡说？你亲眼看见了，你之前在我面前诋毁也就算了，现在你竟然还这么说。”张萌对他哥更失望，心里更恨那个白小云，没什么好说的了。随你的便吧，但我绝不会借钱给他的，别白费力气了。我要上班了，再见。摔门离去。留在屋里的张扬气得不轻，从什么时候乖巧的妹妹竟然变得这么叛逆？突然的闹铃打断了张扬，上班时间到了，阴沉着脸就去上班了。天大地大，赚钱最大，工作不能丢，这算是铁饭碗工作了。虽然工资不高，但福利不错，他很珍惜。砰！林夕在屋里耳朵一抖，也不知道这一早上是怎么了，都跟吃了枪药一样。算了，不影响自己吃东西，心情愉悦的去给自己煮了一锅饭，还把那几条鱼都去掉鳞片煎了煎，美滋滋的吃了个饱。刚把东西都收拾干净，正准备拿除尘器打扫房间，门突然开了。呀，小妹妹正打扫房间呢，真勤快懂事。林夕一看是白小云去而复返，不知怎么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小云姐，你怎么回来了？没去上班？白小云笑得很和蔼，她说：“好妹妹，姐姐很喜欢你的项链，知道你不愿意借，这不专门找了人来家里做。”林夕警惕地后退一步，冷声道：“我说了不行，你再这样我打电话告诉张萌姐了啊！”听到张萌，白小云神色变得烦躁，不过等她知道就什么都晚了。小妹妹，做人可不能这么小气哦。白小云给身后的男人使个眼色，男人会意地向林夕抓去。林夕不住地后退，眼里闪着凶光，最后一次说道：“白小云，你是要抢吗？你就不怕张扬哥知道吗？”白小云笑得更开心了，他怎么会知道呢？既然你是被拐来的，那就能再被卖一次，这样子长得真好看呢。我刚好认识一个人，跟了他，你还得感谢我呢。林夕算是对这个女人彻底失望了，更没想到白小云这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个男人已经靠了过来，林夕眼里闪着怒火，先一脚踹在男人的腿上，这一脚用了10成力，男人的小腿一下被踹成骨折，跪在地上不停地吸气。白小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不可思议的道：“怎么可能？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林夕冷笑一声：“该你了。”白小云拔腿就跑，但一个普通人怎么跑得出去呢？一下就被跳起来的林夕打晕。不管是死是活的白小云，林夕目含凶光地看向男人，那男人吓得不停地哆嗦：“不要过来，跟我没关系，都是那女人指使的。”结果还没走到跟前，那男人就吓晕了。林夕就这胆量还敢拐卖儿童？他最痛恨的就是人贩子了，第一次没有防备，现在看谁还敢拐他第二次。毫不费力的把俩人放在一起，之后就犯了难。把他们怎么处理呢？等张扬兄妹回来看见这一幕，又不知道会怎么想呢。烦恼的坐在椅子上，托着腮看着这俩人。白小云是真的心术不正，这次放过他，下次又不知道还会想什么招对付自己呢。算了，张萌姐对自己挺好的，就当帮她一个忙吧。夜晚，林夕收回自己的精神力，满意的拍拍双手，好戏已经安排上，就等观众了。时间掐得还挺准，不超5分钟，张萌竟跟张扬一同回来了。林夕轻咳了2声，该自己上场了。张扬哥，萌姐姐，你们下班回来了。张萌笑眯眯的掐掐小姑娘嫩嫩的小脸蛋，是啊，有没有想我啊？林夕乖乖的点头，有的。下一句直接说道：“今天小云姐没有去上班，带了一个朋友来玩，玩了一下午都还没有出来呢。”张扬惊讶：“什么？”放下买的东西就往自己房间走去。张萌撇撇嘴，一点也不感兴趣，反正那个女人来就没有好事。林夕奸笑着在内心数着秒，没1分钟就听到一声怒吼声：“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张萌吓了一跳，连忙跑过去看，一看屋里的情景，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天啊，两人都没有穿衣服，正在床上难舍难分，看那样子战况还很激烈。听到声音，两人才分开，两人迷茫的眼神才恢复清明，只不过都没有人注意到。张扬铁青着脸怒吼道：“你们都穿上衣服，给我滚出来！”林夕假装好奇的过来看看，被张萌捂着眼睛带离现场。不仅如此，他的嘴角怎么压也压不下去。他知道这次他哥算是认清了他的真面目，总算可以摆脱他了。
不过白小云还真是浪荡，随时随地的都敢干这种事，也是佩服人家的脸皮。张扬脸上一丝血色也无，他怎么都想不到，他怎么能今天趁自己去上班就带人来这里鬼混？那以前是不是有很多次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他一直不相信自己妹妹说的，今天却亲眼看到，他怎么敢骗自己？一拳捶向一边的墙壁，蹭破了手皮也顾不上。房间里的白小云看着这床上的一切，惊恐的尖叫一声。啊！那个男人被吼得还没回过神儿，又白小云的尖叫吓了一跳，心脏被吓得砰砰的。闭嘴！又不是第一次了，瞎叫什么？装什么清纯？这声音足以让外面的三人听得一清二楚。张扬眼睛通红，原来真的是这样。而白小云呆愣地坐在床上，他知道这次完了，张扬再也不会相信他了。可他怎么会在他的房间做这种事呢？他再怎么放荡，也不会在张扬的屋里。他的眼皮子底下，那个男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知道突然兴致很高，就做了，甚至还没意识到这是在一个陌生人的屋里。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从小腿处传来，啊，腿为什么这么痛？一起身就疼得撕心裂肺，一摸竟然骨头断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自己一点印象也没有？房里的俩人都陷入奇怪的自我怀疑中，屋外的人可等不及了。张扬直接又去敲了敲门，你们是要我给你们穿上衣服才出来的吗？白小云才如梦初醒，慌乱的套上衣服，不管还在屋里的强子踉踉跄跄的跑出去。杨哥，你听我解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生了这种事。张扬躲开他伸过来的手，铁青着脸道，你现在不要碰我，太脏。白小云一脸的惊慌失措，手脚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他不能失去他的。杨哥，我错了，是我为了借钱才想出来这种办法的，我真的错了。白小云跌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的流，看样子可怜极了。到现在他都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发现他想不起来他要回来干什么，甚至不明白自己带强子过来是要做什么。张扬看他哭得这么伤心，忍着心痛不去看他，突然想起来那个男人竟然还没有出来，顿时怒火有了发泄的地方，气势汹汹地回到屋里，拽住那人的衣领从床上扯下来，一顿暴打，男人毫无还手之力。不仅如此，那人叫声还凄惨无比。张萌在沙发上坐着，微微诧异，没想到他哥打架这么猛的，果然愤怒使人进步吗？白小云还在不停地抽泣，张萌嫌弃地说道，哭什么哭，烦人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但凡你洁身自爱一点，今天的事都发生不了。白小云被说得泪眼朦胧，恨恨地盯着张萌，许是知道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直接不客气地吼道，你懂什么？我没有你能干，我赚的钱又不多，我不依靠别人，我怎么做人鱼手术？张萌睁大了眼睛，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自己的无能当成理直气壮。之前他以为他只是个绿茶婊，没想到他整个人三观都是歪的。林夕在旁边听得也是无语，靠别人永远不如靠自己。不过他不会多说什么，因为他在孤儿院见的够多了。一些人面对自己的身世只会自怜自艾，而有些人则是自强自立，靠着自己的双手也可以过得很好。张萌嗤笑一声，你生来就是一个女人，是你自己贪慕荣华才造成的，怨不得别人。没想到这句话更是点燃了白小云心中的禁忌，那凭什么人鱼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他们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而我们却只能沦落到给他们服务，凭什么？林夕听完在心里默默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鱼都那么幸运，比如他自己，比如在黑市被卖来卖去的同类，比如死在实验台上的同族，谁又能想象到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张萌并没有被他的话引起共鸣，反而嘲弄地看着他，你只看到了人鱼人前的风光，你可知道在1000多年前，在我们联邦陷入绝望的时候，是人鱼给了联邦希望，你又怎么知道联邦逼迫原本该在水里生活的人鱼，现在竟都离开了大海？你只知道人鱼的用品多么昂贵，你却不知道我们种族不同，我们的生活环境会给人鱼造成多大的伤害。白小云听完还是一脸的不以为然，认为那都是历史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人鱼也早已适应了现在的生活，哪怕成为一条4级人鱼，那也是有很多年轻贵族抢着娶呢。林夕老老实实的坐在一旁并不说话，他在沉思，他发现张萌是一个挺通透的人。是啊，现在联邦的人追求人鱼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表面上人鱼的地位很高，可实际上却根本没有自由，他们的人生一出生就规划好了，那就是繁衍。林夕有点惆怅，自己一族都向往着深海无拘无束的生活，而现在他根本连海都不敢跳，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捕捞上来，就是在海里也没有真正的自由，联邦人太极端了。客厅的三人心思各异，楼上的惨叫声戛然而止，本就小腿骨折的强子经过一顿暴揍之后，差点被张扬给打死，现在躺在地上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要不是张萌进去阻止，张扬就直接把人打死了。可谁知在客厅的白小云竟偷偷的报了警，说有人打死人了。当刑警过来的时候，他趁乱跑了出去，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张扬了。张扬还是一脸懵的，突然自己的同事就来了，好巧不巧的那个吉安夫半死不活的躺在地上。马夫一看这情形，语重心长的对张扬说道，咱们做刑警的不能知法犯法，你这把人打成这样还在自己的家里，你这……不是，我没有马哥。张扬心里有苦难言啊，面色都憋得有些扭曲了。张萌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直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说完还去寻找当事人白小云，可每个屋子都翻遍了都没有人，才意识到这女人竟然偷跑了，黑着脸心想，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女人？虽然大家都很同情张扬的遭遇，但他已经把人打成这样，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跟白小云只是恋人关系，并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刑警们也不会对躺在地上的强子做什么判决。不仅如此，这人伤势太重，张扬已经造成故意伤人罪。不过看在大家都是同事的份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是这医药费是省不了，还得尽快送去医治，不然死了那就麻烦了，谁的情面都不好使。脸色难看的把同事们送走之后，又接着把吉安夫送进医院医治，花费了将近2万新币才治疗的七七八八。回到家中的张扬简直糟心透了，有谁像他这么倒霉的？下班回家就碰到恋人出轨，只是打了一顿吉安夫出气，自己还得垫付医药费。还有越想越不对劲，他的能力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把人打骨折过？该不会那小子一开始就骨折了，来这专门坑自己的吧？越想越倒霉，把自己关房间中，郁闷的连晚饭都没吃。客厅里张萌很开心的跟林夕分食葡萄，幸灾乐祸道：哎呀，这2串葡萄真是便宜了咱们呢，平时想吃一次，哥哥都还不给买呢。林夕有点心虚，毕竟腿是自己弄断的，还让张扬垫付了医药费。那个萌姐姐花了这么多医药费，你不心疼吗？张萌摇摇头，开心的说道：心疼什么？花2万就能摆脱那个女人，这太值了。林夕心想，张萌姐的思想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吃也吃完了，张萌哼着小曲去洗澡了。林夕犹豫了一下，还是敲响了张扬的房门。有什么事？张扬表现出一副生人勿近的面孔。林夕表示理解，说道：张扬哥，我跟你说一件事，你打的那个男人我好像见过，像是拐卖我的其中一人。今年我很害怕，一直躲在屋里没敢出来。你是刑警，我希望你可以查一查。说完就跑回自己房间了，毕竟这谎话漏洞太多，他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能干出今天这种事的，这种人也不是什么好人。还站在门口的张扬并没有不把林夕的话当回事，反而认真的思考起来。之前看到的画面冲击太大，大脑根本无法思考，有很多没有想到的地方。比如这个男人是什么身份？既然林夕说见过，那白小云把那个男人带过来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个男人腿是怎么断的？装着满肚子心事，关上了房门。战舰上，白修静静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动动，白修嘴唇动了一下。静。凯迪神情激动地汇报：大人，我们前面发现一架正在发出求救信号的战舰。白修的目光波澜不惊。哦，凯迪继续说道：那是带有 TYW 标志的战舰，就是我们寻找的其中一架。突然一阵风擦着凯迪身边而过，待凯迪看清时，房间内已经没有了白修的身影。凯迪嘴角不由抽抽，还真是。白修正在控制室操控着战舰向 TYW 战舰靠拢，3分钟的时间已经到达目标后方。白修给凯迪打个手势，包括白修在内的5人分别穿上太空1级防护服，打开战舰逃生门，偷摸地潜入敌方战舰内部。行动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阻碍。白修皱眉，这情况不对劲，直接来到控制室，看到一战舰的人全在里面，像是一个商业团队，根本没有一个愿望星道团的人，这是怎么回事？看到白修他们的突然出现，那伙人像是看到了希望，情绪都很激动。其中一个领头的人站出来，激动地说道：麻烦各位大人，快救救我们吧！这战舰还有10分钟就要爆炸了，我们只能发出紧急救援信号。白修皱眉问道：这是你们的战舰？那个人悲愤地回道：我们只是普通的商队，倒霉的遇上了星道，那群卑鄙的家伙，他们抢了我们的飞行器，还把我们都赶到这架战舰上，我们一上来他们就跑了。我们还纳闷呢，放着比我们那个优秀好几倍的战舰不要，偏偏要抢我们的干嘛？结果2个小时后，这个竟启动了自毁程序，我们一群人束手无策。那群星道简直比魔鬼更可怕。控制室内的众人神情都带着愤怒，仿佛只要星道一出现就扑上去把那些星道们给咬死。白修脸色直接黑了，没想到被库里特那家伙给阴了。这时电子音突然响起，自毁倒计时还剩8分钟。控制室内的众人都陷入了恐慌，杂七杂八的开口乱喊着：快救我们出去啊，求求你们救我走吧，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嘈杂的声音吵得白修头疼，没有过多思考，直接吩咐战舰内的留守成员放出救生梯子架在这个战舰上。白修交代了一句，率先返回战舰，留下的凯迪等人安排众人逃离。众人争先恐后往外跑，场面一度混乱。凯迪黑着脸沉声吼道：不要急，还来得及，在生死存亡的时刻，谁还顾得上秩序？你挤我，我挤你的，直到一声惨叫声，啊，救我！那人被挤得掉了下去，直接消失在外太空。其余人看到都吓出一身冷汗，心智不坚定的已经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凯迪阴沉着脸，都说了不要挤，否则后果自负。其余人才老实了不少。所有人都走完了之后，距离爆炸还剩1分钟，凯迪最后一个跳上战舰，迅速的关上舰门，火速逃离。还好白修战舰各方面性能都是顶配，才避免了这次爆炸。爆炸是避免了，但战舰上的嘈杂避免不了，大概有不到20人还在控制室待着，有哭天喊地的，有劫后余生的，还有老实待着的。其中领头的人叫罗米，已经被白修叫过去了解一些情况。剩下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普通人，有的人倒规规矩矩的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好，而有的人就看不懂人眼色，以为危机解除，就开始在战舰上来回走动。这摸摸那碰碰，被凯迪阴沉着脸制止。其中一人蛮横的说道：干嘛啊，这空间这么小，还不让来回动动啊？另一人接着说道：是啊，还需要你们帮忙把我们送回去呢，我看这上面还有好几个房间，能不能给我们匀几间？我们付钱。凯迪阴沉着脸吼道：不能，都给我回去站好，不要乱动。几个胆小的就缩在一边不再乱动，
知道这是人家的地盘上，还救了自己。不管怎么说，听人家安排就是了。但就有那么2个人不识好歹，我们又不是你的奴隶，太没人权了吧？人群里一个女孩悄悄地拉一下说话那人的衣袖，悄声说道：“靖哥，不要没礼貌，他们救了我们呢。”那个叫靖哥的对妹妹的话不以为然，他们是刑警，这是他们的职责，保护居民是他们的义务。这句话刚好被刚出来的白修听到，那个罗米吓得一头冷汗，怒喝道：“陆静，你瞎说什么呢？还不快向人家道歉！”陆静还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女孩就站出来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大人们，我跟她说话太冒犯了，我向你们道歉。”说完还深深地鞠了一躬，脸上都是真诚的歉意。凯迪这才心里好受了不少，看那女孩也顺眼了不少。白修冷笑一声：“谁告诉你们我们是刑警？哼，最好都给我老实的待在原地，谁敢乱动就别怪我直接把你们扔出去。”控制室的众人只感觉身体一冷，竟不敢直视那人的目光。人群中有几个有见识的人，一瞬就知道这绝对是个异能者，是个惹不起的人，头埋得更低了，生怕被揪出来当典型。那个叫陆静的也吓得缩了缩脖子，直觉告诉他们都是异能者，并不是普通的刑警，是自己惹不起的人。看终于没人再吵吵了，白修转身的时候对凯迪说道：“谁在找事，直接扔出去，别再让我听到声音。”说完神色冷漠地回自己房间。大概过了半小时，那个罗米才壮着胆子问守在一边的凯迪：“这位大人，一会儿我们到哪下去？”凯迪扫了一眼地图说道：“目前距离最近的只有一个明居星球，几小时的时间就到了。”那个领头人连忙说：“好好好，真是谢谢你们了，麻烦你们了。”凯迪点了一下头，算是接受了他的道谢。其他人也听到了这边的对话，有几个憋不住话的悄悄嘀咕道：“真倒霉啊，本以为这次可以赚上一笔呢，谁知道碰上这么个事。”“是啊是啊，这次可亏大喽。”另一个人说：“钱算什么，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还多亏了这些人呢。”陆静的妹妹陆敏低着头听着他们的谈论，她是这些人中唯二的女孩子，另一个年纪不小了，是罗米的妻子。她还在脑海中回想那位大人的声音，之前戴着面具看不到人脸，没想到摘掉面具后人长得竟然这么帅。她感觉他坠入爱河了，可是那个大人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虽然他知道那位大人是一位异能者，自己是配不上了，可心里还是忍不住的期盼，希望那位大人能再出来一次，仅仅再看一眼也好啊。不过他注定要失望了，因为直到目的地，那个大人都没有再出现过。凯迪问道：“大人，我们接下来去哪？”白修背着手，眼里尽是高深莫测。他说：“回拉诺维奇星，守株待兔。”凯迪是。夜晚，林夕做了一桌子的菜，在等着两人下班回家。他是会做饭的，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没有不会做饭的，这是一个人基本的生存技能。只是做的花样并不多，都是一些家常菜。金属门打开，张扬先回来了，看样子心情稍微好了那么一点。掏出一张卡：“林夕，你的身份卡出来了，我给你带回来了。”林夕接过白得非常干净的卡，上面只有3个字：张灵夕。背面是他所在的星球位置，跟地球上的身份证差不多，只不过没有那么多详细的信息，详细的信息只要往仪器里一放，就全部出来了，很方便。从此以后他要叫张灵夕了吗？接着张萌也下班回到家，看到他手中的卡，笑着说道：“这身份卡总算出来了，灵夕你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啊，上学？还要上学啊？”张萌换好鞋，理所当然的道：“当然了，你这个年纪怎么能不上学呢？之前没有身份卡上不了，现在就可以了，可不能再耽误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买个手机，方便咱们联系。”张扬默不作声，自从发生白小云的事后，他没有以前那么多话了。张萌问道：“灵夕，你身份卡上是多大？”9岁。他当时虚报了年龄，一个5岁多的孩子怎么也不可能长这么高啊。张萌摸着下巴：“那你上到几年级了？”他能说他才刚上幼儿园吗？“我不知道，萌姐姐，你看着安排吧，我都可以的。”张萌翻个白眼：“你这是怎么说话的？上学的事不能马虎，得跟着进度来吧。”这方面灵夕还是自信的：“没关系，萌姐姐，我学东西快，跟进度很快。”哟，这么自信啊？那我考考你。灵夕没什么怕的，她学会了爱丽丝所学会的全部知识。张萌提的问题就像是小学生的问题一样，非常简单。全部回答完之后，又刷新了张萌的认知度。他眼睛突然变得像 X 光，对着灵夕全身来回的扫射。不简单啊，哥，你这是捡回来一个天才啊！张扬也没想到灵夕的智商这么高，都学会了不符合他这个年龄阶段的东西。但是学还是要上的，他可不能让灵夕长大变得孤僻，还是要跟人多接触接触的。吃完饭后，他们就躲屋里网上看手机了。手机并不贵，普通的几百上千新币就可以，外观好一点的，品牌的要贵一些，质量更有保障。挑来拣去，买了个大众品牌，粉色的小手机，性能还可以，该有的都有，也不贵，就2000新币。顺便还上网找好了学校，距离这里并不远，坐飞的5分钟就到了。张萌报完名后，对灵夕说道：“好了，明天早上手机就会送到，还不耽误明天去上学。不要怕，我明天会送你去学校哦。”灵夕感激道：“谢谢你，萌姐姐。”张萌笑着摸摸她的脑袋：“不客气，今天早点睡哦。”张萌离开后，灵夕躺在了床上，心想这么多天过去了，自己又要去上学了。只是这次陪同的人不一样了，心情也不一样呢。也不知道小曼曼是不是还在照常上幼儿园呢？柯德大哥是不是还会躲门外面偷偷看呢？还有小微风，自己这几天没有在身边，白秀会照顾他吗？可惜了，他都还没有听到微风叫唤过呢。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了。爱丽丝姐姐是条感性的人鱼，自己离开了她，是不是经常偷偷哭呢？原来一声响，她在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牵挂，可惜时间太短了。听到浴室没有动静后，她知道张萌已经洗漱完毕了。这3天来，她都是趁着萌姐姐洗完后才放心的去泡澡。她的精神力在慢慢的变强，瞌睡的时间并不长。闲着又没事，只好玩水，可鱼缸还是太小了，刚好能施展开尾巴而已。她想念那个大泳池了，她好久没有游过泳了，这对于一条鱼来说太憋屈了。主星上某个实验室内，黛西正在努力地勾引着实验人员，可实验人员都是有专业素养的，没人理会她的搔首弄姿。对于他们来说，实验更重要，美色只能在闲暇时间才会考虑。今天的实验结束了，黛西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这还是脱了怀孕的光，最多只是抽血，提取一些表面的基因。就这样也把她折腾得不轻，这几天连续的抽血，她已经有点吃不消了，更别说肚子里的这个还在汲取着营养。他们已经检查过了，她怀的是一枚人鱼蛋，不出1个月就会生产，所以这是她最后能争取的时间了。黛西本来躺在床上思索着逃走的办法，忽然一阵困意袭来，迷迷糊糊的就睡了过去。在她睡着的时候，一个黑影偷摸的进来，动作非常迅速的往她身上扎了几下，然后立即撤退，并没有惊动任何人。第二天一早，黛西还在照常吃着营养餐，刚吃完就感觉腿上剧痛，紧接着摔倒在地上，被迫的变出尾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实验人员迅速的靠拢过来，把黛西抬到手术床上，各项仪器都对准着她检查。主要负责研究的西蒙看着不停打滚的人鱼，皱眉问道：“他怎么了？”其他人员也不知情。西蒙问黛西：“你怎么了？吃错东西了吗？”黛西不停地发着虚汗，蜷缩着自己的尾巴，她感觉到了剥皮抽筋的疼痛，她的尾巴火辣辣的疼，疼得她根本说不出话。西蒙疑惑地看着检测报告，身体并无异常啊，她怎么会突然这样痛苦？不对，有变化了，她要早产了。黛西从一开始的尾巴痛，到现在感觉全身都在痛，她已经顾不上隆起的腹部，不停地在床上打滚，她的下面流血了，她还感觉到一阵坠坠的疼，她太痛苦了，她想马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她除了痛什么都办不到。眼前的人已经模糊到看不清，脸上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糊了一整脸，最终昏死过去。西蒙傻着眼看着这一切，人鱼已经疼晕了过去，人鱼蛋不尽快取出来的话，会一尸两命。仪器都是现成的，只需要调一下灯光就可以进行手术。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给他做剖腹产。人鱼蛋刚被取出来，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黛西的尾巴不停地往外渗出鲜血，做什么紧急措施都没有用。就这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条人鱼的体内器官一个接一个的崩坏掉，直到不再存留一个完整的器官才停止。实验室里的众人都惊恐地看着这幕，昨天还健康无比的人鱼，今天就当着他们的面爆体而亡了。西蒙怀里抱着鲜血淋漓的人鱼蛋，僵硬地立在原地。他在这块有几十年的经验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令他都不想透的事情。这条人鱼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这样？还是说这是女人转化成一级人鱼的副作用？戴娜辞了职，她打算离开主星，因为她早上刚收到消息，她的姐姐死了，死在了实验台上，说是因为难产死的。戴娜心里有浓浓的恨意，以现在的医疗条件，怎么可能还有人会因为难产而死？一定是他们做了什么，才导致姐姐难产致死的。姐姐还生了一枚蛋，但联邦以她的收入无力承担人鱼的成长，夺走了她的抚养权。她恨啊，她恨拿姐姐做实验的那些人，她恨把姐姐送入地狱的白修、克斯顿，她恨所有主星上的人。她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都是魔鬼的地方。曾经有个男人对她说会带她走，可 TM 都是骗子，骗自己的身子，骗自己的感情。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她发誓，终有一天她会回来报仇的。戴娜的眼里已经看不到曾经的光亮，只有浓浓的仇恨。你们都给我等着！飞车一停，下来一大一小2个人，这俩人就是张萌和林夕。林夕早上刚收到手机，还没稀罕一会儿，就被打包送到学校。俩人一下车就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张萌感叹地叹口气：“哎，林夕你长得太招摇了，你说你怎么长得比人鱼还好看呢？”林夕撇撇嘴，心说他本来就是人鱼。萌姐姐，你再多磨蹭一会儿，咱们就进不去了。张萌心说也是，就这么几分钟的功夫，已经围了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也太没见识了吧？不就长得好看一点吗？不就长得特别好看一点吗？至于吗？像逃似的拉着林夕前往教务处办理入学手续。别看她一副女汉子的样子，其实也没有被这么多人关注过了，很害羞的啦。老师们还是挺矜持的，最多偷偷的多看几眼这名新入学的学生，并不会像校外那些家长学生们一样围着看。办理入学手续非常顺利，上课铃声一响，林夕就被带到一个班，是3年级一班。这星期的上学时间有点长，幼学员毕业了后就是长达9年的小学，后面还有长达5年的大学，最后还要上5年的专业课。上完学就到25岁了，虽然还不到成年，但也可以做很多事了。林夕只感觉到头痛，要上这么久的学啊！张萌已经去上班了，林夕低着头跟在班主任的身后。班主任是男的，叫班明，是一名小贵族，同时还是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有没有搞错哦？第一次听说体育老师也可以当班主任的吗？胡思乱想中来到教室，站在讲台上听班主任介绍。林夕往台上一站，老师还没有说话，班里的众多学生就集体哇一声，尤其男生们一个个都精神亢奋的不行，也不知道他们都兴奋个什么劲，都才是不到10岁的小屁孩好吗？林夕都不好意思看他们了，不要这样好不好？班明轻咳一声，严肃地说道：“
这是林夕，是我们班新来的转学生，你们都要和平共处，知道吗？班里的学生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道。知道。可，很好。那这位同学坐在哪？底下的学生们都沸腾了，都热情地希望新同学可以坐在自己身边，当自己的同桌。林夕满头黑线地看着这些小屁孩们，主动跟老师提出，老师，最后那一排有个位置，我坐那里就行了。班明一眼就看到那个位置，最末尾的单人桌，那一般都是班里最捣蛋学生的专属桌椅。你确定你要坐那里？林夕点头，老师，我视力挺好的，我坐那里看得见。班明无奈地摇头，这不是看见看不见的问题。那好吧，如果有什么不适应的，记得跟老师说啊。林夕乖巧地应道，好的，老师。班明看着小姑娘背着书包往自己的位置上走去，扫一眼其他失望的同学们，额角落下几道黑线。小小年纪就长得祸国殃民，那长大后还不得上天啊？心想自己也才刚30岁而已，现在玩养成应该还来得及，反正自己家有钱。好了，同学们不要再往后看了，脖子都要扭断了。班里的小同学们被抓包都有点不好意思，不过那位新同学真的好好看呀，从没有见过长这么好看的呢，电视明星都比不上。班明拉下了脸，严肃地说道，我们这一班都是优秀生，下次考试要是被2班超过，不要怪我单独给你们上节课了。小学生们都浑身一抖，他们太痛苦了，全年级的体育老师为什么偏偏就是他们的班主任呢？全年级都害怕的魔鬼老师却当上了他们的班主任，还给不给他们活路了啊？林夕并不清楚，只是觉得这个班主任真的挺有威严的，随便一句话小同学们都吓得瑟瑟发抖。在同学们的期盼下，班主任终于走了，数学老师不负众望的赶来。不过心酸的是，这一堂课是数学老师的独角戏，数学老师心中是无奈的，同学们都一直往后看，这课还怎么上？虽然他也一直偷偷的关注，但他还是很敬业的。终于下课铃声响起，这对于林夕来说是难挨的一节课。在幼儿园的时候，大家都是人鱼，长得谁也不差，自己也就没有那么显眼，谁知道平民学校竟然这么夸张。老师一走，同学们更肆无忌惮了，所有人都上前跟林夕打招呼，他的微笑要保持不住了，突然感觉自己多了很多脑残粉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不仅班里的同学，就连班外也围了很多人，他就那么像稀有动物吗？好在课间休息时间不长，林夕根本没心思听课，他得想个办法，可不能天天让人把自己当猴看啊。办法还没有想到，转眼间就到午饭时间，学校有食堂，他已经去看过了，很方便，用手机支付就可以了。他来的时候，张萌给他转了100新币当零花。仗着体力优势，一下课就往食堂冲，不如使命的成为第一个窜进食堂的学生，迎面就碰上正在食堂打饭的班主任。班明也有些诧异，这小姑娘跑得真快，是个体育好苗子。走过去对林夕说道，你想吃什么？今天老师请你。林夕还以为新同学老师都会请吃一顿饭呢，没有多想就同意了。班主任是很实在的一个人，给林夕买了足足3人份，心想着他要是吃不完，自己可以以不能浪费为借口帮他吃了。谁知道他竟然全部吃完了，一点都没有浪费。班明嘴角有点抽，他是力量系的异能者，平时吃的就多，今天因为小心思并没有打够自己平时吃的量。他还没吃饱，他上下看看，就这小身板需要吃这么多吗？食堂里的人越来越多了，林夕有点坐不住了，无时无刻的都有人关注着他一举一动。僵硬的扯扯嘴角，老师，我吃饱了，我先走了啊。班明也感觉到了，没办法，谁让自己的学生长得这么好看。等等，我跟你一起走，人多太乱了。林夕跟着班主任来到了小树林，班明找了个长石椅坐下，拍拍身边的位置，示意林夕也坐下来。林夕不做他想，坐在一边看着周围的环境发呆。这个学校很大，比地球上的大学还要大，里面的学生更多，有9个年级呢。不过没有都在一块，最高的那3个年级在另一边，这边小朋友居多，虽然不在地球上了，但现在真的跟地球上的学校一样呢。午饭时间，小树林里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从家里带饭的同学三三两两的坐在一起吃饭。班明看着新同学从坐下来就开始发呆，虽然侧颜很美，但作为班主任还是要关心一下的。林夕同学，今早上的课还适应吗？林夕点头，适应，老师不用担心。那你怎么情绪不高？班明有点没话找话了。林夕扭头看他一眼，笑了一下说道，老师我很好，您不用再陪着我了，耽误您的时间太不好意思了。我还没熟悉环境呢，我要一个人转转，老师您忙去吧。班明坐在原位，被新同学一口一个名字给打击到了，摸摸自己的脸，长相怎么也可以说得上小帅啊。高年级的小姑娘们上体育课的时候还调戏过自己呢，难道自己的魅力下降了？看着早已没影的新学生，叹口气，没关系，来日方长。林夕在学校漫无目的的瞎逛着，走在石子小路上，空气中的质量还可以，前面慢慢出现了一对小情侣。林夕转头离开，不好打扰到别人，没想到才10几岁的年纪就会谈恋爱喽，还挺浪漫的。吃完饭牵着手一起走走，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在上学的时候谈次恋爱呢？跟那个太乙一起牵手走走，脑海中突然出现长大后的自己跟白修哥一起牵手走的画面，苦笑着摇摇头，这个颜值起点太高了，见过白修那样的人之后，还会对其他不如他的男人动心吗？他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这太难了，家里有个神仙颜值哥哥也不太好，容易提高自己对审美的要求。瞎逛了半小时，不知不觉的走到小树林深处，这里一个人也没有，非常的安静，正是他想要的。这世界太浮躁，他需要静静。没安静几分钟，就被突然出现的一伙人给打搅。林夕皱眉看着这几个人高马大的女生，这怎么感觉是冲着自己来的？为首的那个女孩有1.7米了吧？这身体宽度，这体重也得上150斤了吧？
后面还跟着3个女生，个头都不低，虽然没有那个为首的女孩壮，但也不差哪。林夕率先微笑着问道：“你们要干什么？”为首的那个女孩叫肯莎，虽然很壮，但长相确实不怎么样。你叫张灵溪？林夕微笑：“你怎么知道的？”那肯莎一脸横笑：“现在全校都知道有个美女转学生叫张灵溪，我们几个过来看看到底有多好看。”林夕心里暗自发苦，这是上学第一天就遇上校园暴力了吗？不过也不惧，依然微笑着问：“现在看到了，好看吗？”那肯莎也没想到这美女竟是这种反应，不知道该说她是太单纯还是太自恋。肯莎也笑着对身后的同伴说道：“你们都觉得漂亮吧？”身后的3人都带着不知道是讽刺还是别的什么，都附和着：“是啊，真漂亮，我们都可羡慕了。”肯莎笑得更开心了，姐妹们准备好相机，这样的美女一会儿可要好好拍，衣领那么高，都把脖子挡住了，咱们得帮帮她。林夕闻言一脸天真的问：“你们想帮我脱衣服吗？”“可是我不热啊。”肯莎觉得这新学生脑子肯定有毛病，用哄傻子的语气说道：“不要怕，穿衣服不能拍艺术照的，这么漂亮怎么能不让人看见呢？”林夕一脸天真的点头：“好啊，那你们来吧。”肯莎他们还以为碰见了个傻子，就这还不是随便他们玩，都一脸不怀好意的围上去。周围已经悄悄围了几个流里流气的男生，看着也像是混混一类的，都围着看热闹。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不过也不可惜，肯莎他们得手了。他们这几人不仅可以过过眼瘾，没准还能……然后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那女学生竟然一脚把肯莎踹出去3米远，紧接着那3名女生一个也没放过，都被那名新同学吊着打。没几分钟，4人躺在地上动也动不了。林夕拍拍沾了灰尘的手，指着看热闹的几个男生，向他们勾勾手指。那几名男生咽了咽口水，那女同学依然美得像朵娇艳的花，可现在更像是食人花。他们想跑，但他们不敢，他们怕被报复，战战兢兢地站到那女同学面前，害怕地说道：“我们就只是看看，我们跟他们可没关系，美女不要打错人啊。”林夕微微一笑：“放心，我不打你们，但你们也不能白看，刚好你们也是4个人，现在你们去给我把他们扒了。”啊！那4名男生都惊呆了。这林夕正准备拍摄呢，看他们那么磨蹭，恐吓道：“你们再磨蹭，我让你们跟他们一样，到时候拍的可不止他们了。”那4名男生吓得一抖，这人惹不起，只好一人挑了一个下手。说真的，这几个女人都是巨人族的，家里人都有钱，还都特别护短，打架厉害，在学校是一霸，一般都不愿意招惹他们。再说都长这么壮，哪个男人对他们会感兴趣啊？别看这几个二流子，那对这种女人也是没兴趣的。不过碰见了比他们更厉害的，他们也算栽了一回。林夕开心的拿着相机这拍拍那拍拍，甚至还让当事人看看。本以为当事人会有很大的反应，谁知道只有被打败的难堪。林夕有点诧异，问：“你们不怕这些东西流传出去吗？”肯莎懒洋洋的扫一眼，有什么怕的？女人都是那样，谁没见过啊？呲，这下手还真狠，浑身就没有一个地方不痛的，看着瘦瘦巴巴的，竟这么有力气。林夕的3观被刷新了，难道星际的人都这么不要脸？那我这照片白拍了。算了，既然你们不在乎，那我就不发了。不过你们得给我个交代啊！肯莎翻个白眼：“你把我们打成这样，还要我们给你交代？”林夕认真的点头：“当然，如果今天不是我，换成别的同学怎么反抗你们？那不就被你们给得逞了？”看向那几个站在原地局促的几个男生，勾唇一笑，又哄道：“我这算不算为学校做贡献？”那几个男生忙不迭的点头：“算地算地，这几个人可坏了，你教训的对。”林夕一脸神秘的笑：“那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直接把他们给结果了怎么样？反正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谁也不泄密。”那几个男生像看魔鬼一样的看着这个女同学，她是魔鬼吗？说杀人就杀人。地上躺着的几个女生也慌了，虽然杀了他们，张灵溪也会坐牢，但那时候自己都不在了，还有什么意义？肯莎苍白着脸说道：“杀人可是犯法的啊。”林夕点头：“我知道啊，但是我警局里有人啊，最多关几天而已，我要为民除害，我相信同学们会帮我说好话的。”看向那几名男生：“你们说是不是？”那几名男生想哭，为什么要腿贱的跟过来看看，还随随便便就惹到了贵族子弟？是的，他们认为这位新同学长这么漂亮，又这么厉害，一定是贵族家的孩子，是平民惹不起的。地上的肯莎他们慌了：“林夕同学，你不要那么做，你以后就是我们老大，我们都听你的好不好？”那3个女生也都点头，生怕真招惹到一个后台硬的女魔鬼，那他们死的也太冤了啊！林夕心里偷笑，真是一群好骗的小屁孩，严肃的清清嗓子：“嗨嗨，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我就放你们一马，我也不当你们的老大，你们每周给我买命钱就行了，还要保证不能再无理的欺负别的同学，做得到吗？”肯莎他们没有犹豫：“做得到，做得到，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心里还很高兴，这个人还是很好说话的。那些男生看得更是目瞪口呆，这就完事了？这女生好正义啊！林夕看着发呆的男生喊道：“你们还傻愣着干什么？快把他们都扶起来啊！地上那么凉，别冻着人了。”男生们，肯莎他们内心还是很感动的，果然自己这些人被认可了吗？林夕在找收款码，看他们都整理的差不多了，对他们说道：“来来来，扫钱了，零花钱全部扫过来，以后大家就是朋友。”肯莎几个对视一眼，都拿出手机一个一个扫过去，实诚的把这周的零花钱都转过去。林夕并没有说让他们赚多少，全凭自觉。没想到这几个女孩子这么有钱，加起来竟收到了将近5万新币，弄得他心里都有罪恶感了。他是不是欺负小孩子了？
不过他看到了鲜嫩的水果在向他招手，吸溜了一下口水。算了，谁让他们倒霉。笑眯眯地看向那几名男生，和蔼地说道：今天见者有份哦，你们都得给封口费哦。那男生们都懵了，你说我们给你封口费？林夕笑眯眯地点头，对啊，你们不能白看啊，那他们就太吃亏了。你们不仅要拿封口费，还要封眼费哦。男生们被林夕的笑容给晃花了眼，脑袋突然不怎么灵光了，就这么实实在在挨个给赚了封口费过去。林夕惊讶的一挑眉，又收入2万，看着他们都不怎么洋气的样子，没想到还挺有钱。收到钱之后，跟他们挥挥手，毫不留念的走了。快要上课了，得快点呀！人都走了好半天，其中一个男生才反应过来，封口费不是该给我们吗？另一名男生说道：他为什么要给我们封口费？我们给他没毛病啊。其余2名男生也理不清其中的关系，还嘀咕道：想那么多干什么？咱们又打不过人家，乖乖掏钱就不挨打了。男生们一想，也是哦，反正这学校里又多了个不能惹的人。林夕一下午的心情都是美滋滋的，果然歪门邪道来钱最快。他现在非常期待再来找茬的坏同学，他这个正义的使者，那颗伸张正义的心已经蠢蠢欲动了。叮铃铃，放学铃声响了，林夕在位置上没动，现在人正多呢，他可不想被围观，还是最后走吧。在手机上给张萌发了一条信息，告诉他不用来接自己了，他知道怎么回去。很简单的，手机上就可以打车，在手机上输入目的地，匹对成功就会出现一个2维码一样的图片，只要对着飞车外面的框框一扫，门就可以打开。如果不是自己匹配的那辆，就不会开门，不会有上错车的情况发生。上到车上后，系好安全带，座位旁边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直接开了。不得不说，星际发展的很便捷，完全不用人力司机，也就不会发生黑心司机事件，就是有点做不惯。等了半小时，班里人都走的差不多了，才慢吞吞的起身。其实他的书包也是昨晚上网买的，黑色的背包，简单大方。虽然里面目前还是空的，明天他的新书才会到。他放学想先去超市一趟，给自己准备点明天吃的水果。他现在也是有钱的人了，只是还没出教室门就被人给堵了回去。林夕心里有点激动，又有送钱的来了。只是他们光夺书包是怎么回事？林夕吃惊地看着这群高高的男生，都将近1.7米的身高，应该是高年级的，但他们拿出很多零食往自己的书包里塞，是怎么回事？喂，你们干什么呢？其中一个长得有点小帅的男生笑眯眯地说道：我请你吃东西，不要客气。林夕自认还没好看到谁见谁送东西的地步，你干嘛平白无故的请我吃东西？我又不认识你，把书包还给我，你们拿回去。其中一名男生起哄道：这都看不出来吗？他是想追你。林夕满头黑线，不客气地说道：拜托你们看看年龄好不好，你们都那么大岁数了，也好意思。几名男生莫名的受到会心一击。那个想追林夕的男生叫林然，他虽然也被刺了一下，但他一点也不恼，他就喜欢这样有活力的女孩子。他说：我叫林然，是9年级一班的哦，看我们都在一班多有缘，你可以现在不答应，但是不要拒绝我。林夕一脸炯炯的，他这么强行的拉缘分，不感觉尴尬吗？他们还很有个性，把他的背包塞得满满的，勉强能拉住拉链才停手，就这样还剩了零星几包零食在外面。他怀疑这个叫林然的就是照着他书包容量买的，装完就走人，连个电话都没有留。虽然他并不会给。林夕沉默地背起书包往门外走，人不能跟吃的过不去。仔细算算，他已经有5年没跟外面的人接触过了，一直都在一个小圈子打转。难道是他与社会脱轨了？还是星际人就这么直接？从教室走到校门口的这一段路，依然有很多人在偷看他。他知道林然那伙人没有离开，一直在他的后面跟着，只要哪个同学上前搭讪，还没到身边就被拽走了。这种惹上霸道校草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好囧！看到自己的飞车已经停在门口，没有磨蹭，快跑着上车，直接回家。书包都满了，还去什么超市？林然，你真的要追那个小女生啊？林然点头，当然了，我早上上学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很喜欢，你们可不要跟我抢。那个说话的男生掩饰掉眼里的自卑，笑着说道：怎么会，就是我想追，人家也看不上我啊，再说我就一个平民，我也没那能力啊。另一个男生大笑着说道：虎头，你还真有自知之明啊，放心吧，哥以后给你介绍一个，虽然比不上林然看上的那个，但也不会差的。男生之间交汇一个都懂的眼神儿，莫名其妙的开始大笑。林然扫了他们一眼，不做理会，都只会说说而已。不过这个女同学长得真漂亮，如果跟自己同龄那就更好了，他们以后还能在一起上学，就怕他们现在好了，以后他毕业换学校了，还得找人看着他，愁。刚下车的林夕跟刚下班的张萌碰上，张萌笑着打招呼：林夕你才回来，然后扫到他的背包，惊讶道：你这包里都装了什么啊，怎么这么鼓？林夕一言难尽，只是说道：同学们送的，我带回来给你吃。张萌抿嘴偷笑：我们的林夕魅力就是大，上学第一天就收获满满的回来，我给你的钱花了吗？林夕沉默，不仅没花，他还多了好多。哇，我上学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买东西呢？长得好看就是待遇不一样。哼！林夕静静地看着他演戏，当他看不出来他在幸灾乐祸吗？吃完晚饭后，张萌坐在林夕的小床上，严肃地说道：林夕啊，咱是女孩子，咱不能随便收别人的东西，知道吗？林夕心如止水，微笑着说道：那萌姐姐，你能把零食先咽下去再说吗？嗨嗨！张萌从书包拿出一瓶酸奶，咕咚咕咚喝了半瓶下去，嘴里的东西也消失干净，随意的抽张纸巾擦擦嘴说道：你都拿回来了，不吃白不吃，再说了才见一面就给你买零食，这小子肯定是个情场老手，
你要保持警惕啊。林夕点头，我知道的，事发太突然，人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张萌心里流满了宽面条，他到现在连一个菜叶子都没有收到过，说的跟谁有经验似的。不过还是很认真的告诫道，咱们女孩子要自尊自爱，没钱了就跟我说，我养得起你，可千万不能因为想买什么而答应男人的条件啊。林夕知道张萌是真心的为自己好，我知道了，没钱了就找你啊，坚决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张萌这才满意的点头，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9岁的女孩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张萌吃零食吃到撑才离开，美名其曰小孩子零食吃多了身体不好，他帮他分担分担。其实这些零食还真不是膨化食品，都是味道好还有一点营养价值的东西，当然价格更不便宜，就这一书包也要好几百新币。林然家里不缺钱，怎么会给自己看中的女孩买垃圾食品呢？天刚擦黑，白修的飞行战舰就抵达了拉诺维奇星。卡洛斯还纳闷，大人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白修神色平静地回道，你帮我查几辆商用飞船，我怀疑愿望星盗团的人就藏在其中混进来了。卡洛斯神色凝重，是，我马上去。拉诺维奇是他名下的矿星，他倒要看看在自己的地盘上库里特还怎么逃。他肯定知道西西的下落，也相信他不敢对西西做什么，现在只看他想要什么条件了。沉着脸回到自己的私人别墅，别墅里打扫得很干净，虽然他一次也没来住过，但每个矿星都有这么一栋别墅。深夜，白修刚入眠就开始做梦，梦中林夕在跟他诉苦。林夕苦着脸，白修哥，学校里有人在追我，他还给我塞了那么多零食吃，他下次再送的话要怎么办？总不能扔了吧？白修铁青着脸，谁送的？统统给我扔掉。林夕一脸为难，那些都好贵的，味道还挺好，扔了是不是有点浪费啊？白修抱过林夕坐在自己的腿上，阴郁地问他，你想收别的男人的东西？这个姿势让林夕有点脸红，太亲密了吧？我不想的，我也是第一次被人追没经验。白修黑着脸，心想一定要把那个男生给教训一顿。现在先教训这个不乖的女孩，以后都不能给我收别的男人的东西，听见没有？否则你收一个我就杀一个。林夕吓了一跳，哥，你这样好吗？那我以后不就没男的敢靠近我了吗？白修眯起了眼睛，你只能靠近我，不要让我发现你跟别的男人有接触，否则……林夕睁大眼睛，否则什么？白修勾起冷笑，凑到他耳边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嘴唇侧一刚挨上，轰，梦境碎了。白修一脸铁青地坐起来，他不明白做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潜意识的害怕发生这种事吗？砰，床被一拳打坏，谁也不知道，其实他在懊恼，为什么这个梦不能长一点？才刚碰上，还没有尝尝味道。林夕也是满脸通红地坐在床上，拍拍自己热热的脸颊，什么情况？他还是被拐卖这么久，第一次梦到白修呢，怎么每一次都这么羞耻？他发誓他没有私唱啊！白修哥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你不纯洁了，我竟然把你想成那样，都离你这么远了，我还在肖想你，我有罪，我忏悔。往后一仰，重新躺回床上，望着房顶发呆，不知不觉又回想起那个梦，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好在还是见到白修哥哥了。他依然那么帅，自己不在的这些天，他有没有在找自己？有没有背着自己找女朋友？虽然这么想很奇怪，但他想哭了，眼泪还没酝酿出来，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林夕无精打采的下去开门，萌姐姐早啊！张萌吼道，都几点了还在睡？快洗干净脸吃早餐。好的。他没有爸妈，但他想有爸妈的孩子，估计每天早上都是这样被妈妈叫起床的吧。他难道今天太感性了？他竟然在张萌身上感受到了母爱，他又想哭了。眼泪刚要酝酿，门外就传来张萌震天响的歌声，感动立马就收了回去。作为一个专业歌手，他不允许有人唱歌可以跑调成这样，找了个东西把耳朵堵上，安静的洗脸刷牙。他发现他变成鱼之后，对于跑调的歌简直零容忍。在家吃个8分饱后就上学了，刚一下车就看到林然靠在学校大门的墙边，周围还围了几个害羞的女生。这种青春偶像剧男主角的既视感令林夕头疼，躲也躲不掉。林夕，你来了。林夕不想理他，装没看见，但那是不存在的。林然堵住了他的去路，并拿出了一个干净的大苹果，阳光的说道，送你的早餐水果。林夕用了很大的毅力才不去看那个红彤彤水灵灵的大苹果，冷淡的说道，我不喜欢你，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纠缠我，会影响我的学习。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谁也不能阻拦他的进步。林然嘴角抽抽，我没有影响你，吃苹果又不影响学习，不要害怕，在学校我罩你。仗着身高的优势，把苹果迅速地放进他的书包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看那背影是多么的青春洋溢。林夕待在原地，内心流满了宽面条。白修哥，我对不起你，这苹果太好了，我舍不得扔，毕竟苹果是无罪的啊。艾林夕坐在教室里，内心已经第28次的叹气了。像林然这种的最难缠了，人家好言好语，确实也不骚扰，只是抽空送个吃的而已。不管你说什么，人家只给送东西吃，不纠缠不骚扰。他想着要不约小树林打一架去，咔吱一口，他这样是不是不好啊？一边拒绝又一边吃着人家送来的水果，也不知道这水果哪买的，跟在主心上吃到的一样，哎，甜又多汁，个头还大。扯远了，真烦。算了，今天放学直接就说清楚好了。叮铃铃，午饭时间到，林夕又是第一个跑进食堂，不出意外的又看班主任以及林然那一班人，显然他们沾了上体育课的光，可以提前到食堂吃饭。
林然眼睛一亮，小林夕，你一到吃饭时间就跑这么快吗？林夕嘴角抽抽，班明惊讶，林然你认识我班里的新同学？林然微微一笑，认识啊。林夕摇头，老师，我们并不熟，见过一面而已。我要打饭了，你们让一下。班明自然的接话问道，你要吃什么？我帮你买。林然也说道，林夕你想吃什么？我帮你买。林夕面无表情的看着面前的2堵墙，班明眼睛一眯，看着林然说道，林然，你对我班的新同学有想法？林然微微一笑，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放心吧老师，我不会对小姑娘做什么的。班明额筋一跳，这小子动作真快，不行，小朋友太小了，不能早恋。林然你赶紧把你那心思收一收，不然我告诉你妈去。林然敛起笑意，冷哼道，随便你，反正我就喜欢他，我妈看到也保准会同意。然后看着林夕又问了一遍，你喜欢吃肉吗？这里有很多红烧肉哦。班明不准自己班的女学生被他糟蹋，也说道，林夕别吃他的东西，他对你不怀好意，我给你买。随着人越来越多，他们俩站在窗口就要给林夕买饭，谁也不让谁，理由都非常的充分。林夕快要哭了，咬牙切齿地对他们喊道，老师，林然学长，你们先停一下。俩人同时看着他，眼神询问怎么了。林夕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想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受灾户，我自己买得起饭，谢谢。哈哈哈哈！盛饭的食堂大妈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对着那2个脸色不太好看的小伙子们说，就是啊，人家又不是买不起饭，干嘛要吃你们买的？来小姑娘，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多打点，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有意思的事呢。林夕红着脸，看自己已经成了食堂的焦点人物，还怎么能吃得下饭呢？怎么说也是脸皮薄的小女生好吧，饭也没打，直接气得不吃饭了，找条没人的小道，越想越气得慌。什么时候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他当他们演言情剧呢。转身去小卖部随便买了点吃的，这里的学校其实可以不用雇人来卖东西了，不过他们说学校已经保持这么多年的传统了，如果突然不用人，怕学生们再也感受不到这样的氛围了。好吧，如果哪都是冷冰冰的机器的话，他也是不习惯的呢。他知道有人在找自己，还是林然他们，不过他不想跟他们碰见，那就绝对碰不见。不过下午还是免不了的，因为有节班主任的体育课跟在地球上的不同，他发现他们班的小学生们都不喜欢上体育课。很快他就明白原因了，绕着操场跑5圈，这个老师是魔鬼吗？这操场这么大，这是要跑死孩子们吗？小学生们的表情都带着视死如归，却没有一个人敢反抗。不过今天不同，其他小同学们看到他们的魔鬼班主任，竟和蔼可亲地对新同学说道，林夕同学，如果坚持不下来，可以告诉我，不用勉强，慢慢适应。林夕假笑地说道，老师，我没问题。班明一顿，这是在生自己的气吗？不过很开心，是怎么回事？他已经随时准备好，只要林夕一旦体力不支，就抢先抱住。很快又被打脸，他一个人匀速跑完了全程，并且是脸不红气不喘地跑完全程。班明木着脸，他想他这名学生是一个异能者，真是优秀到自己再也不想放手的地步呢。林夕不管老师怎么想，他想回家跟萌姐姐商量商量，他不想上学了，他想在家自学，学校太可怕了。林夕的生活回归平淡，但瘦子每天都在焦虑中。他昨天报名当上了实习刑警，今天跟着队长出任务，突袭了一个人贩子窝点，据说是那名叫张扬的刑警提供的线索，就出了很多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说来也奇怪，怎么人贩子只拐卖女人孩子呢？男人就这么不值钱？经过这次的出警，他仗着异能者的优势也立了一功，过几天就可以转正。不过立大功的还是那个提供线索的张扬。不过他很费解啊，这张扬是不是有病啊？一名长相颇有姿色的女人，虽说被拐卖来的无处可去，可她是成年人啊，刑警随便帮她找个工作生活不是问题。他有必要自己收留吗？是他脱离正常生活太久，已经不知道星际人都这么热情善良的了。如果是个孩子他还能理解，为了避免人家成为孤儿，可这是一个成年人了，只要好好工作，完全不需要接济。看张扬的眼神都带有鄙夷，是有多急色，才能连自己救出来的受害者都不放过。不过这不是他操心的，好几天了，小人鱼已经丢了好几天了，他得快点查到监控才行。如果还在这个星球上还好，就怕被人抓起来偷偷运出去。叮铃铃，放学了，林夕依然坐在位置上不动，直到林然进来。林然诧异，你是在等我吗？林夕点头，没错，跟你谈谈。谈什么？林夕背起书包，走，跟我去小树林。林然眼里带着兴味，有很多女同学邀请他去小树林，他知道是为什么，可他不太明白这个小姑娘要做什么。林然让人把人都拦在外面，不让别人靠近，这样正合林夕的心意。环境很安静，只有他们2个，天时地利人和，可以摊开说了。林夕直白地说道，我不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林然不知道，他问为什么。林夕傲然地一扬下巴，因为你太弱。林然一懵，我哪弱了？林夕不多说废话，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么说吧，我绝对不喜欢打不过我的男生，你打不过我。林然惊讶，他们都没有打过，他怎么知道他打不过？你知道我打不过你？林夕笃定地说道，当然，我知道你不信，这就是我让你来这里的目的，打一架不就解决了？林然错愕，你确定？林夕笑，当然。直接一个箭步冲过去。林夕微微惊讶，这林然确实也还可以，不过因为自己没学过格斗的原因，技巧上不占优势。好吧，不仅技巧不占优势，身高也不占优势。不过他有一身的蛮力，林然只挨了一拳头就龇牙咧嘴，一不小心就被按在地上打。这打的不是他的身，
是他的自尊心。林夕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停手，背着手，一副绝世高人的模样，淡然地说道：“你看到了，事实胜于雄辩。”林然很沮丧，他确实小看了他，没想到他还有异能，竟是力量系的。不过他不是这么轻易就放弃的，但不懂还是要问，事实什么便是什么意思。林夕一顿，好吧，心计不叫人这些，意思就是事实摆在你面前，你说什么都没用。林然失落的哦一声，林夕准备要走，林然喊住他说道：“你很优秀，但我会变得比你更优秀，那时候我还会追求你。”林夕转身回给对方一个微笑，好啊，但你比不过我的时候，不能再打扰我哦。林然看待了那个笑容，狡黠的微笑像一只羽毛，轻轻地在心的位置拂过。他暗自发誓，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他要跟上他的脚步。但他不知道，他所有的执着可能换来的只有苦涩。或许那时候他依然甘之如饴。林夕本来还想去超市一趟再回家的，突然张萌就打电话过来，说今晚有大餐，要早点回去。回到家中，萌姐姐穿着围裙正在忙活，这场景似曾相识啊，怎么那么像她第一天到这个家的场景呢？萌姐姐，今天有什么好事吗？张萌表情有点一言难尽，准备的不是很情愿。等哥回来你就知道了。两人刚把一大桌子菜做好，张扬就下班回来了，并且身后还跟了一个女人，长相还比较温婉的女人，披肩长发，一身不算干净的连衣裙，个头一般，猛一看竟跟白小云有些形似，细看下却又比白小云多了一丝务实。这是什么情况？张扬这么快又交女朋友了？张扬脸色微红的介绍道：“我们今天抄了一个人贩子的窝点，这位小姐叫姚玲，是受害人之一。可跟林夕的情况一样，也是从别的星球拐过来的，第一次来到矿星很不适应，打算让她先在咱们家住几天。”张萌对着姚玲小姐礼貌一笑，心里却想着，看来得跟张扬谈谈了，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家钱多的没地花了？什么人都往家里领。林夕也是礼貌的笑笑，心里却有点古怪，他要改变对张扬的一些看法。这男人有很大的缺点啊，善良是好事，但做法是否不太妥？姚玲像一个大家闺秀一样，大大方方的向大家打招呼：“你们好，杨哥的人很好，你们也都很好，我很感谢你们的收留，等我找到工作后，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你们的。”张萌跟林夕对视一样，都有一种感觉，这人就是白小云装出来的那个类型，大家闺秀范，一点也不娇柔做作。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作为女人的她们却喜欢不起来。张扬看大家都互相认识了，忙招呼道：“姚玲别坐着了，赶紧入座吧，不要客气，我们以后都是朋友。”姚玲不像白小云那样只顾自己，她非常照顾其他人的感受，饭桌上对每个人都礼遇有加，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她的贴心。话不贪多，知进退，连林夕都忍不住侧目，这人看起来修养很好啊。张萌则浑身难受，这一顿饭吃的，她说话声音都小了几个度。这女人像一团棉花，软绵绵的找不到棱角，说话温声细语，哪里都表现出她的高修养。可张萌就是浑身难受，有一种憋屈感，这是自己家不是吗？怎么现在感觉自己才是客人一样？他想快点结束这顿饭，但张扬硬要拉着他喝酒，说什么今天多了一个朋友，心里头高兴，得多喝几杯。张萌心想算了，这2天他哥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难得他开心，那就陪陪他吧。姚玲也表现得非常善解人意，也陪着喝了几杯。林夕就在桌上默默地看着，小孩子不可以喝酒，只是他没想到张萌一喝酒就毫不顾忌形象，跟他哥俩人喝嗨了。林夕不好意思朝姚玲笑笑，说道：“姚玲姐姐，哥姐他们喝多了，要不就别让他们喝了，该休息了。”姚玲也同意，他下意识地去劝张扬：“杨哥，酒喝多了不好，我扶你去休息好吗？”张扬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他回来的路上就安排好了，让姚玲睡自己的房间，他在客厅睡。张扬摇摇晃晃的把自己的枕头被子扔到客厅沙发上，姚玲的眼里满是感动：“杨哥真是太谢谢你了。”贴心的给张扬在沙发上铺好，这沙发是可以放平的，确实可以当床用。张萌是完全喝醉了，满嘴的胡话。林夕力气大硬给拽回他自己的卧室，当然并不消停，硬要搂着林夕亲几口。林夕满脸黑线的看着这个女人，这怎么喝醉了还要耍流氓呢？一点也不消停，帮着她把衣服换成睡衣。虽然都是女人，但换好衣服后脸也是红红的。张萌这个女人也太没有女人样了，还没穿上睡衣呢，就不停的扭来扭去，就这让人血脉奔张的动作，还好自己是女人。换个男人，今晚张萌就完了。好不容易看张萌老实的躺在床上了，从她衣柜里随便找了条睡衣，这是给姚玲的。她在张萌房间待了半个多小时，一出来就看到张扬的被褥已经在沙发上了，心下了然，看来房间让给姚玲了。姚玲姐姐，这是萌姐姐的睡衣，你先将就一晚。姚玲双手接过，一脸和善的笑意，关心的问道：“谢谢，萌萌还好吗？”林夕点头，很好，已经躺床上睡了。姚玲姐姐，你也早点休息吧。姚玲温柔的说道：“好，等杨哥躺下了，我就回房。你明天还要上课，快回去睡吧。”回到房间的林夕感觉忘了什么事，哎呦，他好像注意到吃饭桌子已经被收拾干净了。哇，这姚玲也太贤惠了吧。林夕走后，张萌只是躺在床上并没有睡着，但他也确实醉了，闲着没事干，又去上网购物了。逛着逛着，一不小心就下单了一台营养舱。半夜张扬酒喝多了，迷迷糊糊的起身去小解，自然而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姚玲并没有锁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他就醒了。自从被拐卖后，他的警惕性就非常的高，一点动静就会清醒。张扬迷迷瞪瞪的爬上了床，没想到床上还有个人。姚玲一声惊呼，打开了夜灯。张扬被灯光晃的用手遮住了眼睛，透着一条缝看人。杨哥，你怎么进来了？
此时张扬脑袋还不怎么清醒，一听杨哥，他还以为是小云，他现在好像忘记了白小云的背叛，他只知道他好想他。小云咕哝了一句，扑向床上的姚玲。姚玲并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但他懂他的意图，只是挣扎了一瞬便顺从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什么东西就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也早已不是完毕，辗转几个男人之间，现实教会了他怎么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样也好。第二天一早，张萌敲敲昏沉沉的脑袋，头好痛，看来今天上不成班了。叮！张萌拿起手机一看，惊恐的一叫啊！一边查看余额，一边碎碎念道：冲动消费，冲动消费啊！还有1个小时就到家了，我怎么跟张扬说啊？虽然有点突然，但并不后悔，本来就打算买的，只是还没有跟张扬说，就直接到家了。希望不要挨训太久就好。刚打开房门，就看到张扬的房间门开着，往里看，里面床上一片狼藉，人却没影了。张萌拍拍脑门，看向客厅，也是空空的，人呢？都去哪了？咚咚，林夕，你起床了没有？林夕打个哈欠，来了来了。半夜被张扬的动静吵醒，听了后半夜的那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耳朵灵敏了很多，明明不想听，还一直往耳朵里钻，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天一亮，2个人不好意思了，跑出去了一个，追出去了一个，也不知道他们干啥去了。张萌看着无精打采的林夕，问道：你干嘛了？一夜没睡？林夕点头，没睡好。那你知道张扬跟那个姚玲去哪了吗？林夕又点头，知道啊，他们早上从一个屋里出来，好像闹了矛盾，都出去了。话虽然说得很正常，但张萌几乎秒懂，眉头皱得很深。他哥要向滥交的方向发展，回来得给他好好上上课。作为男人一点原则都没有，可怎么行？林夕，你今天请1天假吧，我给你买了好东西。林夕乖乖的点头，反正他也不想去学校，糟心。俩人一起刚吃完早饭，门铃就响了，门口站着一个送货员，身后放着大箱子。林夕看见了，心里有个大胆的猜测。签收之后，张萌神情异常激动的把大箱子搬进林夕的卧室，神秘的说：我把营养舱给你买回来了。林夕心想，果然，看着张萌并没有异常的神色，心下很是复杂，这可是好几10万的呢，说买就买了。如果是有钱人的话还好，可这个家什么条件他很清楚。他问：萌姐姐，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张萌闻言绽放出灿烂的微笑，因为我喜欢你啊，我一直想要有个妹妹，现在这愿望也算实现了。林夕眼眶热热的，可我找到亲人就离开了，你不亏吗？张萌有点诧异，哭笑不得的说：傻姑娘，你怎么会那么想？我把你当妹妹，想对你好，想让你快点找到家人，只要你开心幸福就好，我又不是在做交换。林夕执着的问：可是为什么呢？我们明明才相处几天时间，你对我的脾性并不是很了解，万一我很自私的。张萌打断了他，摸着他的发顶说道：想对一个人好，要什么理由？你需要，刚好我也有能力，而且我也愿意。你这小脑袋瓜子想那么复杂干啥？林夕心里热热的，原来真的有人会无条件的对一个陌生人好，不图一点回报，甚至还会不遗余力的帮助。他没有去看那台营养舱，他掀开了他的床褥，露出床中间的一个小格子，拿出里面的5颗人鱼类，递给张萌说道：这些是珍珠，是真正的珍珠，我送给你。张萌惊讶了，这些珍珠真漂亮，这都是你的吗？林夕点头，是的，我打算卖了换钱买营养舱的，我确实很想快点找到家人，但我现在想把这些送给你，能认识萌姐姐，我很幸运。张萌接过珍珠，拿起来举高认真的看，他倒不是怀疑真假，只是没见过。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透明的珍珠，像眼泪一样晶莹剔透，这个应该很值钱吧？林夕摇头，我不清楚这个价值，但它有一个作用，磨成粉的话是美颜圣药哦。张萌眼睛一亮，有哪个女人会对容貌不在意呢？林夕是在传承里知道的，1颗就会让你的肌肤焕然一新，你可以试试5颗，值得期待哦。张萌听得很心动，不可思议地问道：真的吗？真的有这么大的功效？林夕神秘地笑道：那我们现在就试试。那用什么磨粉？林夕接过人鱼类，对他说道：你先去洗个澡，洗好了换上吊带睡裙，躺好等着我，然后去厨房找了个透明小碗，手里拿着5颗人鱼类，然后攥紧的拳头里慢慢撒下一些晶莹的粉末，漏在碗里，并不多，刚好遮住碗底。张萌洗完澡出来，看到碗里只有那么一点，有点怀疑，这点东西真的可以？林夕也不确定啊，试试就知道了。张萌已经躺好，并闭上了眼睛，林夕伸出手指在碗里沾一些，就往他的脸上抹去，细细的抹匀，没有漏掉一块，脸全部抹好之后，碗里还余下了一点，也没有浪费，全给他涂在了脖子上。张萌感觉脸上清清凉凉的，林夕抹完之后效果更明显，他感觉他脸上的细胞都在兴奋的跳舞。现在的他感觉非常放松，他的脸好舒服。正在观察的林夕也一脸惊奇，这变化好快啊！脸上已经流出了一些黑色的杂质，脸上的毛孔也都排出毒素，粗糙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慢慢变得细腻，粗大的毛孔正在慢慢收紧，直到消失，变得光滑无瑕疵。仅仅15分钟的时间，张萌的脸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样子还是那个样子，只是皮肤变得晶莹剔透，吹弹可破，就像林夕现在的皮肤一样。俗话说一白遮三丑，但张萌五官并不丑，只是皮肤太过于普通，衬的人也普通。用完人鱼类的粉末后，直接变成一个大美女。张萌照着镜子，惊艳地摸着自己的脸，喃喃道：林夕，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好看了。林夕在旁边微笑，她不需要用这些。张萌摸着自己的脸，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是在做梦吗？
皮肤真的一点瑕疵都没有了，而且这样显得我手好丑啊。林夕无奈，没办法，这个太少，只够脸上用。林夕啊，这个可以坚持多久啊？他想了一下说道，不清楚呢，这是重新改善了你的皮肤，如果你保养得好，就可以一直保持，如果经常饱经风霜，那皮肤也会随着状态变差。张萌惊讶了，这意思是说，这就是我现在的肌肤状态了，不是那种像护肤一样，当时状态好，过几天就消失的那种。林夕肯定地说道，当然了，所以这是圣药，这脸就是你自己的了，以后也是。张萌一激动，抱着林夕猛亲了好几口，林夕这东西太好了，价值连城啊。不行啊，你亏了。林夕用他的话回道，没有什么亏不亏的，这是我想送给你的，因为我也很喜欢你这个姐姐啊。张萌就知道没看错这个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不觉的又拿起了镜子，扭头对林夕说道，你回去上新网吧，有说明书，很简单的，直接躺上去，里面有一个插身份卡的地方，插好后戴上头盔，按一下开关就可以上去了。林夕也很激动了，这是不是代表着很快就可以跟白修哥团聚了？好的，你休息吧，不打扰你了。张萌突然想起来一件事，等一下，上新网发布消息不是要花钱吗？我给你转过去吧。林夕说，不用呢，我先上去看看情况，有需要的话会跟你说的。张萌点头，好吧，那你去吧，有什么不懂的自己查就好了，反正你也会。林夕按着说明书上的指示，总算把营养舱给弄好了，就摆在床的一边，跟床的长度差不多有1.8米长，如果是白修哥的话还真装不下，不过装他是绰绰有余了。他以为这个是需要充电的，没想到这是独立的电源板，一块可以用好几个月，用完了再去买电。用法更简单，直接躺进去就行。他试了一下，把身份卡插进去，戴上特定头盔，按开手边的按钮，他的意识就进入了一片黑暗。3秒钟的时间，眼前才出现画面，他站在一个空房间里，面前有一块面板，上面只可以调试外观、身高，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改，比如性别。林夕身高没有调，只是把脸调得没有那么出色，看上去只是稍微漂亮一点。调好之后，他面前的画面就消失了，变成了一条繁华的大街。按着说明书上说的，他在半空中点开了新手指南，看了半小时才大致有了一个解。这就相当于独立的一个世界，在现实社会中可以做的事，这里都可以；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做的事，这里也可以。林夕对一切都很好奇，他专门去了最热闹的广场上，里面的一切都让他大开眼界。摆的长长的小吃摊，各种香味充斥着这片区域，每个小摊面前都排着队。他也咽了咽口水，但没有去买，因为网上的东西虽然是完美的复制了味道，但不会有一点饱腹感，他怕他会越吃越饿。再往里走了一段，是一个大型游乐场，各种高危刺激的游乐设施应有尽有。难道是因为在里面玩不会有任何的风险吗？他看到了一个小指示牌，上面写着，请保持不要过度兴奋，否则精神受到创伤，在外面是治不好的哦。林夕嘴角抽抽，这里人都是精神意识体，平时上来就是休闲娱乐的，但也不能待太长时间，精神力差的会顶不住。在这里也可以摆摊赚钱，比如前面那个小摊子，有几个年轻人快要被打死了，上面一个牌子写着100新币随便打10分钟，现实中的不满请尽情的发泄吧。生意还不错，有不少人在排着队。林夕擦擦冷汗，原来星际人的生活压力也这么大，还好新网上受到的物理伤害不会带到现实中，不过这一天也可以赚不少钱了。远远的绕开这个摊子，实在是叫得太凄惨了，排着队的人竟都一脸的跃跃欲试和期待，这地方太可怕了。又走了一段，有一个乐队在台子上唱歌，底下围了很多人，台子侧面有一块显示屏，上面不停的滚动，是有人在给他们刷礼物打赏。林夕驻足听了一会儿，音色还可以，只是少了那么一种感觉，这应该不是专业的歌手。自从来到这里之后，他很久没有唱歌了。他很喜欢唱歌，人鱼族每条人鱼都有一副完美的歌喉，他也想唱了，没心思再逛下去了。他要去发寻人启事，他刚来就看过了，跟张扬说的差不多，小星球里寻人1万新币就可以发一条，10万新币就可以置顶。他不需要全星寄发，他只要去主星上发就可以了。输入维卡塞星，系统提示命令不成功，您没有权限。又点了好几次，都是没有权限。林夕有种不好的预感，他上新网百度查了查，原来像主星这样的星球是不允许随意发信息的。林夕现在就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从头浇到底，真是断绝了他最后的希望。这几天他也了解了一些，主星就像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一样，不，比首都更要重要。即便你是一个贵族，你没有过人之处，你也进不去主星。主星的门槛像天梯一样那么高。林夕冷笑，吹嘘的那么高，还不是让人贩子随随便便就进来了？算了，这条路行不通，他就换个方法。他就不信了，家就在面前，却怎么也不回去。主星上的人也是看电视上网的，那么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公众视线下，白修哥他们看到的话，肯定会来找自己的。本来就决定要当一名歌星，只不过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而已。以前他唱歌为了梦想，为了生活，现在他唱歌因为喜欢，因为他有了寻找的方向。新网就是他的起点，他也可以在这里租个台子，先积攒人气再说。拉诺维奇某别墅，费斯担忧地看着日渐消瘦的库里特，老大，没有一点办法了吗？可，星际能修复精神力的没有几人，更何况还是白修出手。库里特苍白着脸，像一个卧床已久的病人，即使这样，嘴里还吐着烟雾。放心吧，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不过是受点折磨而已。你查的怎么样了？费斯闻言艰难地说道。老大，我查看过了，咱们是不是不该来这里？这里是克斯顿家族的产业。库里特烟头掉在了腿上，把裤腿烫了个洞，连忙用手拍掉。
什么？就这要求？费斯看老大脸色不好，他也心底发沉，可事实偏偏就这要求。老大，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熟人。库里特问，谁？咱们团的瘦子，他穿着刑警制服，正在办案，听说抓获了一批人贩子。库里特闻言，神色隐晦不明，冷笑道，没想到咱们团的新道还有这种本事呢。费斯，你说他在这个矿星当刑警做什么？难道矿星刑警工资特别高？费斯心里嗤笑一声，再高也没有新道抢劫一票来得快。至于他这么做的目的，老大，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他是不是想要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库里特又点燃了一根烟，烟雾里传来声音，一个当新道的男人突然想过安定的生活，有很多原因，但最大可能的还是他有家室了。费斯接过话头，所有人的光脑都联系不上，只说明一个可能，有个人杀了所有的人，毁灭一切证据，隐姓埋名霸占人鱼。库里特深吸一口，吐出一大团烟雾，朦胧中说道，费斯，你去把瘦子带过来，能不能安全出去就看这条人鱼了。费斯领命，是。夜晚，张萌刚洗好饭碗，张扬跟姚灵手牵手回来了。张萌见状冷笑一声，哟，发展挺快啊。张扬看见他妹妹的脸大吃一惊，也没顾上他说的话，问道，张萌，你脸怎么了？姚灵也很震惊，怎么一天没见这就这么漂亮了？距离这么远都能看清脸上皮肤嫩白嫩白的，就跟屋里那个灵犀小女孩一样。张萌摸着脸，心情很好，怎么样？我今天去做了护肤，效果不错吧？张扬围着他妹看了好几圈，不可思议地说道，你这是去整容了吧？护肤怎么可能？姚灵心里也不信，哪个女人没做过护肤啊？但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张萌神秘的嘿嘿一笑，有人送的护肤产品，我也只是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你们慢聊，我回屋了。张扬连忙叫住，等等，我还有事没说呢。张萌变漂亮是好事，当哥哥的并不会一直揪着不放，说的是另一件事。你哥我昨天犯错误了，我得对人负责，以后姚灵跟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张萌上下打量着全身焕然一新的姚灵，果然换身衣服，这气质更像一位名媛淑女了，脸色淡了下去。哥，我不会干涉你的私事，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应该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我的房间聊聊。说完就回自己房间了。姚灵尴尬又难堪地站在原地，局促不安地问道，杨哥，萌萌她是不是不喜欢我啊？那我还是……张扬打断了他，安慰道，不是的，张萌跟我一起相依为命的长大，她只是不习惯我交女朋友罢了，对我的上一任女友态度可恶劣多了。姚灵心想，这是恋兄情节吗？叹了口气说道，慢慢来吧。张扬很欣慰，姚灵比白小云可懂事多了，今天俩人出去逛街，要是白小云的话，总是要这个要那个，姚灵就什么都不要，但她不能什么都不买，虽说花了不少钱，但她心里高兴。姚灵看客厅这么冷清，问道，那小女孩怎么不在？张扬说道，估计在她自己房间呢，小姑娘很注重自己的隐私，不用管她，咱们回房。姚灵微微一笑，她的直觉告诉她，这小姑娘身份不简单，没有哪个普通女孩能长得像她一样，身上自带着贵气。回到房间，姚灵贤惠地说道，你去看看你妹妹吧，有什么事还是要好好沟通。突然不好意思起来，像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张扬问，你还想说什么？咱们又不是外人。姚灵不好意思地说道，杨哥，你能不能帮我问问萌萌用的什么产品，我也想试试。张扬满口答应，没问题，不管多贵我也给你买。说着还调戏地摸了一把新女友的脸。姚灵一脸害羞地往后躲，娇笑道，别闹了，快去吧。张扬出去后，姚灵关上了房间门，她是真的很心动，她的五官要比张萌好一点，如果她皮肤也能变成那样，没有哪个女人能抵住诱惑的。林夕对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因为她吃完晚饭就上新网捣鼓了。她在计算着，她还有将近7万新币。她在地球上的经纪人说过，排场一定要摆开，宣传必须到位，虽然唱功很重要，但如果没人看见，一样会被埋没。所以她要大出血一把，在拉诺维奇这片星域网上最热闹的广场上租一个大摊位，设施不用操心，这些有钱都可以租到。她弄了一个舞台，只租了一架钢琴，说实话她是不会弹的，在地球上没有条件，但是爱丽丝会，她自然而然的就会了。观众席前面有3排座位，她设置了打赏，依次是300、500、1000，钱打赏到位才可以坐下听。站着的位置也很大，光这个场地他的租金一天就要1万新币，他还设置了广告宣传，全广场的置顶广告他发不起，那个一条要10万新币。不过他宣传费用也不少，花了2万新币，不管有没有人来，时间到了他就会开始弹唱。现在他正在舞台上，手抚着琴键，正在调试音色。每条人鱼在音域领域都是自信的，哪怕今天赚不到钱也没关系，他的资金还能再坚持1天。闲着没事的库里特在新王广场上漫无目的的徘徊，他不知道他受创的精神力还能让他坚持多久。他喜欢在新网上消遣，这里谁也不认识他，他也不是新到头子，他只是个普通人，像普通的星际人一样去吃吃喝喝，也不用顾忌这样的自己有没有威严。半空中突然出现几条彩色的宣传广告，库里特有些好奇，他好久没听音乐了。你没有听过的声音，晚上8点整，我们不见不散。广告大字下是一个地理位置，距离自己并不远。彩色广告只停留了10秒时间，随后放出一段烟花，又切换成其他广告。有些看到并好奇的人会前往看看，其中也包括库里特。也有的人只是咧嘴一笑。每天五花八门的广告词太多了，言辞一个比一个华丽，实际上也就那样，没什么独特。距离开场只剩5分钟了，零星有几个人进来过，
一看舞台上只有一个才10岁左右的小女孩，都失望的摇头离开。也有比较闲的几个人，也许是没事做，留下来看看又不花钱，有什么关系？林夕在台上一点也不淡定，虽说不是第一次演唱，但也总共没有几次演唱的经验。虽然表面很平静，其实他的内心很紧张。尤其看到他们都失望的离开后，心里更紧张了，也不知道自己今晚挑的歌曲和不合新纪人的口味。突然台上的光屏亮了一下，侧目看去，有人打赏了1000新币。往台下一看，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大叔，坐在了第一排位置，友好的朝对方一笑。不管因为什么，有人看自己演出就好。库里特还真是闲的，抱着好奇的态度坐了下来。他跟其他人的想法不同，这个小姑娘弄的这次演出肯定花费不少，这么做肯定有她的目的，不是对自己的唱功太过自信，就是别有目的。时间一到，台上前奏响起，库里特仔细聆听，心里还算满意，音色很准，是专业的。前奏响了10几秒，女孩张开了口，就顾里就盏真心茶，茶烟轻轻描，远眸似画。曾把青梅嗅，曾骑过竹马，彼时年少芳菲满枝桠。岁月如诗，谁读懂蒹葭？轻转瞬韶华问，无尽繁华。库里特闭上眼睛，细细地感受着空灵的嗓音，宛若天籁。从未听过的歌曲，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听过之后，恍若一阵清风吹过，流淌着全身，头都没有那么痛了。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他真的头不痛了，又不可置信地闭上眼睛，他感觉受过重创的精神力竟然恢复了一些。再重新睁开眼睛，看着台上恬静演出的女孩，心里猜测着，她竟然可以用歌声修复精神力，这个能力太重要了。为了不打扰她，重新的闭上眼睛，仔细的感受，可还没听够，音乐已经停止。林夕一曲唱完，状态前所未有的好，前排的座位竟已经坐满了人，台上的光屏也不停地滚动着，他开心地笑了。但要说些什么，光屏突然闪烁着七彩光芒，有人打赏了100万新币。林夕惊讶地看向那个满脸胡子的大叔，这人好大方啊。林夕站起身，对着台下的观众鞠了一躬，感谢你们的聆听，今天的演出结束，明晚8点我还会准时开始。场内围满了星际人，他们都是循着声音找过来的，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虽然歌词都没有听清是什么，但这独特的嗓音让他们久久回味。虽然很失望，只唱了一首歌，但一听这小姑娘竟然明天还唱，也不觉得遗憾，都暗暗决定明天一定要早点来，争取坐到前排。挤不进去的人在外面不停地懊恼，如果能早点来就好了。林夕走向坐在位置上不动的那位大叔，感谢地说道，大叔，您打赏的太多了。库里特微笑，不多，一点都不多。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租台子唱歌，是因为缺钱吗？林夕望着面前的大叔，他的眼神平和，像一个睿智的长者一样，他还大方地打赏了自己100万新币，认真地回答道，缺钱是其中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是我想成为歌星。库里特挑眉，为什么？林夕说道，让全星际的人都能听到我的歌声，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不是吗？库里特以为小姑娘是喜欢这种备受瞩目的感觉，但她这能力太特殊了，如果被更多人发现，她就再也唱不了歌了，很有可能会被联邦给利用起来。但她为什么要便宜联邦呢？林夕看到面前的大叔，眼里闪过一丝金光，是错觉吗？又听他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林夕有了一丝警惕，网上社交有风险啊，借口说道，我该下线了，明天见。库里特直到站在空地上才反应过来，这小姑娘警惕心真高，说下线就下线，租的小舞台也随之消失。他还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万一他明天有事不能来唱了怎么办？那他还上哪找这个唱歌能修复精神力的人？懊恼地嘀咕道，下次还是直接说重点好了，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好骗。心情不太好的下线了，啦啦啦。林夕心情很好，除了那100万之外，他还收入了将近7万新币左右，这一天是赚的。很开森，拿手机点了3份水果沙拉，都是超大份的那种，犒劳自己。等外卖的功夫还去冲了个澡，需要冷静冷静，他以后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呢。这个营养舱的钱也可以还给萌姐姐了，生活真是越来越美好了。玩了一会儿水，外卖就送到了，随意的套了一件睡裙就跑去客厅。门口姚玲正提着自己的外卖，送外卖的已经走了。林夕刹住脚步笑着说，姚玲姐，那是我点的外卖，你要吃一点吗？姚玲还纳闷呢，不过一个小姑娘自己点这么多水果，她的钱哪来的？不了，林夕你买这么多能吃完吗？眼神不着痕迹地打量起她脖子上的项链。昨天见她的时候，她穿着高领的衣服，脖子护得严严实实，原来是要挡住脖子上的项链吗？林夕笑笑，我可以吃完，姚玲姐你要是不吃的话，我就拿我屋里了哦。姚玲说道，晚上吃太多水果可不好，我帮你分担一点。说着就把外卖放到客厅桌子上，准备要吃，其实她是有些事想要了解清楚。林夕没想到她会吃，不过也没关系，在外面吃完了再回屋也一样。接下来就是沉默的吃水果。姚玲闲聊道，林夕妹妹，你家在哪个星球啊？林夕吃火龙果的动作一顿，回道，离这里很远呢，姐姐，你老家在哪个星球啊？姚玲捂嘴一笑，我家在斯特劳布星，距离这里倒不远。你呢？还没说星球名字呢。正巧这时张萌张扬他们也谈话结束，出来碰上他们吃水果。张扬问道，玲玲你买的水果？姚玲温柔一笑，我可没有这么大方，是林夕小妹妹买的。张扬倒惊讶了，林夕你哪来的钱？张萌接口道，是我给的林夕的零花钱，怕她在学校吃不饱。哦，虽面上不显，但心里还是有些责备的，干嘛要给一个孩子这么多钱，买这么多水果，不是浪费吗？姚玲心里也是有些奇怪，张萌人这么大方吗？对一个非亲非故的孩子这么好，
关键花这么多钱光买水果，确实太奢侈，不懂事了。林夕偷偷的看众人一眼，其实张萌并没有给他这么多，萌姐姐在帮他撒谎。姚玲一看话题被岔开了可不行，又问了一遍，林夕你还没说你家是哪个星球呢？一听这话，张扬他们才想起来，他们都还没问过林夕是哪个星球的呢。是啊，林夕你是哪个星球的？林夕知道不说不行了，不过也没什么，最多维卡塞星。张萌下意识的说道，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好像在哪听过。众人都在思索，这名字有点熟啊。还是姚玲先反应过来，一下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脱口喊出来，你是主星上来的？张扬俩人才反应过来，一脸震惊的看着林夕，说话嘴都要抖了。什么？你是从主星上来的？林夕只是听爱丽丝说，出去不要跟别人说自己的家在主星，容易被人利用。虽然不知道利用这个要做什么，但听爱丽丝的不会错。不过看他们这么震惊的样子，还是有些不解。你们这么惊讶做什么？从主星上来的怎么了？张萌说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能在主星上住着的，最起码都是贵族，几乎人人都是大人物。林夕，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哪个贵族家的孩子？林夕无奈的点头，算是吧，家里是挺有钱的，但具体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原谅他不能说出全部事实，他不想克斯顿家族因为他受到什么影响，就算说了又能怎样？他们都是平民而已，他们连别的星球都去不了，又怎么去主星呢？张萌翻个白眼，主星上人人都富得流油好吗？怪不得你智商那么高，还有异能，原来是从主星上来的。姚玲问道，灵犀的异能是什么？张扬接口说道，是力量系的，劲特别大，不过也特别能吃，哈哈。张扬后知后觉地盯着他脖子上的项链，说道，所以你这条项链是真的对不对？林夕心里有些发苦，轻笑着说，是真的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我妈的遗物。张萌点头，对啊，真的也好，假的也罢，都是林夕的，咱们又不要问那么多干什么？张扬一噎，话是这么说，但他为什么要说谎呢？是怕他们抢了他的吗？说实话，他有点心寒，自己好心收留他，他却对他们兄妹这么防备，这是个养不熟的。张扬脸色淡了不少，林夕注意到了，他知道他在介意着什么，他很抱歉，这条项链他必须要保护好。张萌也注意到了，他就知道他哥是个小心眼的，看看这么快，这脸色就拉下来了。还是姚玲打个圆场，开玩笑道，这个可不能露出来，容易被人盯上。不过，你既然家在主星，又怎么被拐卖的呢？主星可是治安最好的星球。林夕心说，我倒霉呗，我要是知道，我人就不会在这里了。张萌一脸的心疼，林夕是个富家小姐，被拐卖吃了不少的苦吧，哪怕到了自己家也没吃上多好。林夕，新网上能向主星发寻人启事吗？林夕失望的摇头，不能。什么？张萌你买了营养舱？张扬急了。张萌无所谓道，对啊，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给林夕买营养舱的，那可是几十万啊。张扬的脸色更不好了，已经开始后悔收留林夕了。林夕只是沉默的低下头，他知道这个家他待不长了，只是舍不得张萌这么好的姐姐。张萌冷笑道，张扬你咋咋呼呼干什么？我用我自己的钱又没花你的。再说了，一个营养舱算什么？我占了人家林夕大便宜呢。摸着自己的脸说道，看到没，花多少钱都弄不出来的效果。说起来，人家林夕吃了大亏呢。张扬气得有些上头，直接铁青着脸回自己房间了。我去看看他，你们先吃着。姚玲心里叹息一声，这个张扬是个蠢的，明显跟林夕搞好关系，可比那几十万重要的多。这下那个小姑娘跟张扬是离心了，如果他还能回去的话，大人物的一句话比什么都有用，就算回不去，那个小姑娘也不是一般人物。张扬一点眼界也没有，这辈子也没什么大出息了。客厅里，林夕早已没了吃东西的心情，拉起张萌往自己的卧室走去。关上门，张萌忍不住说，对不起。林夕摇摇头说道，萌姐姐，你没有做错什么，是我隐瞒了你们。张萌心里有点难受，眼眶红了起来。林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秘密，我不会怪你。其实到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抵不上你送我的那个礼物珍贵。林夕知道张萌人很好，可不是所有人都会跟他一样想。他说，萌姐姐，我今天赚到了钱，已经足够还给你了，我想搬出去住。张萌本能的一慌，眼泪就这么掉下来了，他是真的难受，带点哽咽的说道，那营养舱是我送你的，我不要你钱，我知道你很聪明，可你一个人要怎么过？林夕安慰他道，你不要哭，我已经会自己赚钱了，我总要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张扬哥他，我不想他看见我太糟心。怎么会呢？张扬他就是小气，没什么坏心的。张萌无力的解释，他知道这种情况下的林夕心里很难受，可伤害他的却是他哥。林夕一脸微笑，我搬出去这是早晚的事，以后张扬哥总要结婚生子，我既然已经有能力养活自己，不如早点搬出去。张萌问，你真的决定了吗？林夕肯定的点头，还要麻烦萌姐姐帮我找个房子，环境差不多就行。张萌擦掉眼泪，应道，好，我帮你找。你能告诉我你怎么赚钱的吗？那还要感谢你送我的营养舱，我在上面街头卖艺，表演唱歌，有人打赏了很多钱。张萌心里一紧，你用的是你本来的样子吗？林夕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说道，不是，我把容貌调低了，只是唱歌而已，可以赚钱的。张萌放心了不少，林夕有时候表现的就跟一个成年人一样，优秀的基因果然不一样。低声说道，林夕，帮你找家人的事，我们帮不上忙，我能预感到，你未来的成就也是我们比不上的，我们还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吗？林夕微微一笑，当然了，
我在这个星球孤苦无依的时候，是你跟张扬哥收留了我，还让我吃饱饭。你们人真的很好，认识你们是我的幸运。张萌张口又闭上，只留下满心的苦涩。明明一开始都很好，不是吗？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那你早点休息吧，我回房了，我会多给你留意的。林夕把张萌送出房门，在门口道谢，谢谢你萌姐姐，你现在这么漂亮，一定要多笑笑才更好看。张萌笑着点头，转身回去自己的卧室。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除了感叹缘分不够，还能怎么样呢？躺在床上的林夕也轻轻地叹了口气，伤心倒没有，遗憾是有的。人跟人之间是需要缘分的，张扬人也是善良的，不然不会收留自己。但他不会像张萌一样，他有自己的私心和计划，这也是人之常情。总归自己一直待下去的话，那就真的成仇人了。不如自己果断的离开，这样回想起来也是结了一段善缘。虽然在地球上短短18年，却也看透了世间百态和世态炎凉，人心复杂，人更复杂。第二天早饭结束后，林夕就早早的去学校了。饭桌上没有人说话，很压抑，待不住就先走了。把小姑娘送到门口后，回到桌上，张萌说了一句：我这几天在帮林夕找房子住，所以哥你这几天不要给他脸色看了好吗？张扬继续吃着饭，不做表示，心里却不以为然。一个小姑娘自己租房子住，那钱还不是张萌出的？姚林没有想到怎么这么快，问道：搬出去干什么？小姑娘一个人怎么过？张萌神色如常地解释道：她跟平民不一样，她很能干，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赚钱了，一个人生活没有问题。姚林闻言心里是相信了，但小姑娘她看着也不是池中之物，可是轻咬了下嘴唇，一辈子打工能有什么出息？好不容易才碰上这么个人，就这么白白放走了，真是可惜。张萌实在没胃口吃饭，哥，我们进去谈谈。张扬沉默地跟在他后面，留下的姚林根本没兴趣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得为自己谋划一番。哥，对于林夕你是怎么想的？张扬面对妹妹不会撒谎，直接地说道：萌萌，林夕这小姑娘是养不熟的，我希望你不要再给她投资了，那台营养舱就算了。张萌心里苦笑，哥，你知道吗？林夕送给我的东西可比那营养舱贵重多了，是我占了人家林夕便宜，咱能不能不只顾眼前利益？张扬皱眉，他只知道林夕来了之后，他们的存款在一天一天的减少，相比于收益，他更怕他们家要断顿了。我们跟他本来就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他花钱毫无顾忌，大手大脚，就算他以后成就不可限量，但我们家能撑到那个时候吗？张萌木着脸说道，人家林夕已经可以自己赚钱了。张扬不觉得一个小学生的兼职可以赚多少，再说赚的再多跟他们又没有关系。对妹妹劝道，那正好，人家林夕想搬出去就让人家搬出去，没准一个人可以过得更好，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次任务我也升职加薪了，月薪已经有8000了，存个几年我就跟姚玲结婚，再有个孩子，过我们的普通生活。张萌心里难受，他知道他哥一直都想过这种稳定的生活，所以他从不在矿场工作，怕哪一天发生意外，他的孩子会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明白了哥，我希望你幸福。张扬抱着妹妹的肩头宽慰道，你的薪水比我高，你也该给自己存点本了，你现在这么漂亮，肯定能找到一个好人家，嫁人之后就不要再去矿场工作了，不安全。张萌说，好，那我去上班了。张扬点头，去吧。他没有目标，他不想嫁人，如果他哥结婚的话，这个房子就留给他们住，既然这是他哥想要的生活，那就这样吧。老大，您怎么在这儿？瘦子心里很慌，他今天照常上班，本来跟同事说好了，今天他帮他值班，好不容易等来了机会，却被带到了这里，看到了他的老大。库里特神色好了不少，此刻正抽着烟，看也不看地上的瘦子。在瘦子忐忑的快要自杀时，他开口说了，人鱼在哪？瘦子跪在地上，老实的说道，丢了。费斯揪起地上的瘦子，狠狠的给他一拳，你最好给我说实话，不然后果你知道。瘦子当然知道，他惶恐的说道，我没有说谎，人鱼真的丢了，我混进警局就是去查监控了，看谁给我偷了。老大，我真的没有说谎，我刚一下战舰，人鱼就丢了，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找。库里特没有说信或不信，只是问道，那其他人呢？是你杀的？瘦子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慌忙的解释道，没有老大，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们全部呢？是道格那个家伙，他突然发狂了，杀了2个弟兄，还把我们打伤，是我一时鬼迷心窍，想要霸占小人鱼，才做了对不起凯利哥的事。老大，人鱼还没有找到，我知道线索，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费斯气愤的一脚把瘦子踹翻在地，你还有脸说，就凭你也敢肖想人鱼？瘦子趴在地上不住的抽自己嘴巴子，忏悔道，我有罪，我对不起凯利哥，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费斯问，老大，解决了吗？库里特抬手制止了他，冷静的说道，给你1天时间告诉我人鱼的行踪。瘦子激动的爬起来，感激的说道，是老大，我一定会带回来的。库里特一摆手，就让他下去了。瘦子出来后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既然已经被老大找到了，那他更不敢耍什么花样了。老大的手段，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寒战，他宁愿自杀也不想去试试。白修手里把玩着小人鱼的空间钮，冷声问道，有查到愿望星道团的踪迹吗？卡洛斯弯腰回道，大人，已经锁定了5架商用飞行器，我们会一一盘查，明天就能有结果。白修嫌太慢了，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明天我要知道库里特确切的行踪。是。卡洛斯准备亲自去搜查。放学后，林夕拒绝班主任的邀约，独自去吃餐厅吃饱了才回去的。回到家中，除了姚林以外都没有下班。姚林有心想要聊些什么，但是他没有心情，找个借口回自己屋里待着了。
他今天只想到新网上随便逛逛，可是昨天说过今天还要准时再演一场，叹了口气，调节心情，开始准备起来。刚来到昨天的地方，就看到已经有人在那里等着了，是那个满脸胡子的大叔。林夕冲对方友好一笑，大叔，你是在等我吗？库里特看到人出现后才松了一口气，没有人比他更害怕这个小姑娘不能准时。是啊，我今天想跟你谈谈。林夕问，谈什么？库里特直接的说道，我今晚想要包场200万新币。好多钱啊，但原则更重要。不行，我昨天说过的，今天还会准时演出，还会有其他人来的。库里特300万新币。林夕继续摇头，做人要言而有信。库里特400万新币。林夕，大叔，要不演出结束，我单独再给您唱2首好吗？库里特500万新币。林夕深吸了一口气，他按耐住心动，为什么呢？花这么多钱只为听首歌多亏啊。库里特1000万新币。我同意。林夕没有任何的犹豫。库里特脸上浮现微笑，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如果不行，那就是钱还不够。刚说同意，他的账户就提示进账1000万新币。林夕很诧异，大叔我还没唱呢，你就付钱，不怕我后悔吗？库里特肯定的说道，不会，你不会，再说跑了也没事，我不差这点钱。林夕心里吐槽，有钱就是了不起哦，你跟我来。林夕收到钱了，反而不怎么踏实了，这人不会要卖了自己吧？算了，幸好是在新网上，只要一发现不对劲，自己就下线好了。眼前一阵晃悠，就来到一栋私人住宅区，见怪不怪了，这么有钱，在新网上买栋房子也很正常。坐。林夕在他的对面坐下，开口问道，为什么？库里特微微一笑，因为你的歌声特殊，可以治疗精神创伤。啊？林夕还真不知道他的歌声还有这种作用吗？又听他说你会感谢我的，因为你的能力一旦被别人发现，你就会被别人控制起来，到时候会对你做些什么，那就不知道了。林夕吓得脖子一缩，他不要被人抓走做实验啊？那真是谢谢大叔了。库里特和善地笑着说，不客气，我需要你帮我治好精神力。林夕问道，光唱歌就可以吗？是的，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库里特已经在沙发上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林夕，看来这是真的，难道唱歌这条路也不行了吗？也没有使用乐器，直接就选了2首歌曲，清唱起来。他昨天唱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完全不需要再借助外来乐器，这就是人鱼的天赋。2首唱罢，发现库里特已经睡着了，不好再打扰，留下了新网联系方式就离开了。从营养舱里出来，先用精神力探了探，发现他们都在各自的房间内。自从对他们说了自己生活的星球后，气氛就一直很压抑。他也没有再泡澡的心情，就这样吧，他快要搬出去了。梦里主星上，林夕正泡在自己的大泳池里，畅快地游了一番，心里的郁气散了不少。随着精神力的增长，他可以控制得很好了。他现在就在他制造的幻境当中，原来这个不仅可以迷惑敌人，时不时的还能用来骗自己。虽然这一切都是假的，但他的思念却是真的。他想他那个家了，还想家里的白修哥哥。或许是思念太重，白修竟像在家的时候一样，向泳池走过来。白修哥！林夕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太想他了。白修一脸心疼地抱住扑过来的林夕，心疼地问，你在哪啊？林夕没有听清，他只顾着哭了，眼泪在幻境里并不会变成珍珠，不停地抽泣着。白修一脸心疼地拍着他的背，轻声问，你是不是受了很大的委屈？林夕抽噎着摇头，哽咽道，我没有受委屈，我只是太想你了。白修心里更难受，温柔地擦掉他的眼泪，在他的眉心轻轻地印上一吻，保证道，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不要难过，等我找到你，我们就永远不分开，好吗？林夕泪眼朦胧地点头，抽噎地说道，哪怕你找了女朋友，我也要跟你一起住。白修苦笑着叹息一声，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你还小，以后你就会知道了。林夕知道自己对白修的感情已经不纯洁了，不然不会在幻境中还允许他这样做，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希望白修哥可以等着他长大，等着他回去。咚咚咚咚咚咚，林夕，你起床了吗？头好痛，在幻境中待的时间太长了，精神力告泄了。可是怎么会这样呢？按理说他只是制造个普通幻境而已，怎么会消耗这么大？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林夕，你在里面吗？连忙应声，在的，来了。穿着睡衣去开门，张萌一看他苍白的脸色，担忧道，脸色怎么这么差？你怎么了？林夕说道，我没事，昨晚没有睡好吧？张萌心疼地说道，那今天请1天假吧，这脸色也太差了。不用了，我只是没睡好，没有事。林夕觉得在学校待着也比在家待着自在。张萌知道他主意很正，没再多劝他，只是说，那你快去洗洗，准备吃饭了。林夕打个哈欠说道，我不吃了，到学校再吃，不用担心我。那好吧。张萌只好自己去吃早饭，这个家真是越来越没意思了。白修醒来后心情有点沉闷，梦中的小人鱼让他心疼坏了，一直抱着自己哭，不停地说想他。捂着自己有些痛的心脏，呼了一口气，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太过思念幻想出来的，还是真的感应到小人鱼的精神力。不过他现在可以肯定，西西一定就在这个星球上，或许正被库里特控制着。咚咚，卡洛斯开门进来，大人已经锁定目标了。白修勾起嘴角，走。库里特知道白修会找到这里，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有些遗憾，昨晚在新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精神力竟恢复了80%，还好留下了那个小姑娘的联系方式，现在带走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有机会再拉拢到自己这边。费斯，都准备好了吗？费斯说，都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就走。
啊，对了，瘦子拿着东西在外面等着呢。库里特不在意的说道，那东西已经不重要了，把瘦子直接做掉，不要留下痕迹。是的，明白。费斯一路小跑去杀人了。等白修他们到的时候，这栋别墅已经人去楼空。卡洛斯懊恼地捶了下墙，这群孙子跑得太快了。那林夕小姐又被他们带走了吗？白修在空别墅里转了一圈，神色有些凝重，他好像一直以来都误会了什么。林夕根本不在他们手上。啊，卡洛斯这次真的猛了。愿望星道团不是绑架林夕小姐的主谋吗？可现在人根本不在他们手上，那人去哪了？白修下了一个命令，给我搜查战舰爆炸的那天，所有外来人口，男人女人都要搜查。卡洛斯领命。是。一个星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哪怕是矿星，那一天的进出量也是不小的工作，尤其过了这么些天。可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白修感应到他的小人鱼就在这个星球上，或许并没有被囚禁起来，而是藏了起来。别怕，快了。林夕在班里睡了一个早上，然后就被班主任请到了办公室，所有同学都以为他要倒霉了。事实上，老师，我真的没有生病，只是昨晚没睡好，太困了而已。语气充满了无奈。林夕发现这个学校的老师是不是太关心学生的健康状态了？从进办公室到现在1个小时，桌上的水果摆得满满的，林夕光吃水果就吃饱了。就这样，老师还不放心，还拿出来2瓶 C 级营养液，他也喝了。就这样还不放人？可你脸色也太差了，下午就别上课了，老师带你去休息休息。班明好不容易有个关心小朋友的机会，怎么会放过？林夕面无表情地说道，老师，你这么关心我，让我有点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班明心虚地别过眼说道，怎么会呢？你是我的学生，我关心你不正常吗？老师，我说了，我只是没睡好，我现在已经精神了好多。班明还想找个借口，可是你脸色还是很差。林夕平淡地说道，我只是太白了，我想去上课了，下午的课很重要，我不想耽误。那行吧。班明也没办法强行留下，毕竟还在学校呢，得注意一下影响。下午的时间一晃而过，照常放学回到家中，今天却有些不一样。张扬兄妹俩竟提前回来了。萌姐姐，你们今天下班挺早啊？张萌也是莫名其妙。是啊，我哥说今天家庭聚会，早点回来。话音刚落，姚玲就端着盘子放到桌子上，看到林夕，亲切地说道，林夕回来了呀，今晚可要好好尝尝我的手艺。林夕礼貌地道谢，并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高兴？姚玲笑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让杨哥他们都早早的回来，算是给我庆祝了。林夕说，祝姚玲姐生日快乐哟。姚玲笑得合不拢嘴，不停地往外端盘子，摆了满满一桌，肉食也有不少。等开饭的时候，张扬也没有绷着脸，喜笑开颜的跟众人碰了一杯。今天玲玲生日，是个高兴的日子，我希望大家都吃得开心。众人也都站起来一起碰杯，仿佛之前的不愉快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他们还是和和气气的一家人。张萌心想，这个姚玲跟那个矫饰金白小云就是不一样，至少还会想办法维护家人的团结。众人饭桌上有说有笑的，张扬正跟姚玲说着什么时候结婚的事。张扬35岁了，没想到姚玲竟然快50岁了，那确实不宜太耽搁了。两个人都是这种想过安定日子的人，简直一拍即合，商量着明年就安排结婚。张扬心里是又激动又高兴，忍不住又喝高了。往常这时候张萌一定会陪着他哥一起的，但今天他有另一个人陪了，他总希望哥哥能找个安生过日子的女人，如今这也算达成目标了。祝哥哥幸福吧。林夕还是一样的沉默，他们的喜悦并没有传染给他，他始终都是一个局外人。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今天还挺愉快。热热闹闹的吃了将近2个小时才结束。回到房间的林夕本想上会心网再睡觉，没想到困意来得如此突然，几乎沾到枕头就睡着了，心里闪过一丝不对劲，但终抵抗不住困意，沉沉的睡去了。漆黑的夜里，静谧的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在沉沉的睡着。一道黑影悄悄地从床上下来，小心地开门出去，轻手轻脚地来到林夕房间，不出所料，果然反锁着门。不过他早有准备，他白天向张扬要来了钥匙。咔嗒，门开了，床上的小姑娘在安静地躺着，睡容是那么的安详，跟白天一样是个乖巧的孩子。这人正是戴着夜视眼镜的姚玲，他要趁着她还没搬走的时候找机会下手。他知道这个小姑娘有异能，不好对付，但今晚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他在所有的饭菜里都放了安眠药，小姑娘的那碗他放了3倍剂量的迷药，足够她睡到明天中午了。姚玲贪婪地望着夜里放着幽光的宝石项链，这就是她的目标。张扬那个傻子，小姑娘身上带着这么贵重的东西，竟然还要把人给放走，简直愚蠢。不管她是从哪来的，她现在都只是个孤女而已，怎么能白吃白喝的收养她？既然她那么有钱，就该收点东西才行。不过很快这条项链就是自己的了，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摸到项链，入手滑滑的，竟然这么有分量，眼里闪过惊喜，这次赚大了。刚要解开，眼前突然闪过金色光芒，晃了一下眼，待反应过来的时候，小姑娘已经醒了，并打开了房间灯，像黑宝石一样的瞳孔就这么的看着她。林夕冷冷地盯着这个不速之客，你在偷我东西。声音像玉石落地般清脆又直击心灵。姚玲自知计划失败了，不过面上仍温婉地笑着说，怎么会呢，我来看看你晚上睡得好吗。林夕心里没有多少的愤怒，只有对人性的失望。你要偷我项链？如果我告诉他们，这个家你别想待下去了。姚玲自信地笑道，
这项链不是还在你身上好好的吗？他们不会信的。好了，既然你睡得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回去了。林夕并没有对他做什么，而是就让他这么大摇大摆的离开，因为他也想知道他说的话有没有人信。他确实中药了，但他醒得更快，几乎就是他开门的那刻，他就清醒了。他以为这个人会跟白小云不一样，莫想到只是比白小云手段更高罢了。林夕勾起冷笑，这张扬也是个人才，专门就招惹这些女人。可怜了萌姐姐，要不是今天的事情，以后萌姐姐肯定会被姚玲坑得更惨。无声的打了个哈欠，精神还有些疲惫，昨晚耗费的太大，他总觉得昨晚的幻境不正常。爱丽丝也不在身边了，也没个人问问。早上饭桌上，姚玲依然准备了精美的早餐，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跟张扬亲亲密密的聊着天吃着饭。林夕没有动筷，他侧头对张萌说道，萌姐姐，昨晚上姚玲来到我的房间，想偷我的项链。啊！张萌冷不丁的听到这句，一时反应不过来。林夕又重复了一遍，姚玲她想偷我的项链，但她打不过我，没偷成。姚玲只是一顿，便依然面色如常的吃着东西，还笑着说道，林夕，你做梦了吧？我昨晚可是都没出过房间门呢，是吧，杨哥？张扬点头，没错，我们一直在一起。林夕，你不要随便污蔑人。林夕继续说道，你们都睡得太沉了，而且他昨晚还在菜里下药了。张扬嗤笑一声，我们昨晚都喝得不少，还用得着下药吗？给谁下？给你吗？就算给你下了药，你这不也清醒得很吗？项链还在你脖子上戴得好好的。林夕根本不是说给他听的，他是说给张萌听的。张萌确实相信林夕没有说谎，可他哥不会相信的，看着姚玲的目光也冷了不少。我相信林夕说的，没想姚玲竟会是这样的人。他就说吧，随便跟一个男人回家的能是什么好女人？姚玲这才露出了委屈，杨哥，萌萌他怎么联合外人来污蔑我？他项链还在他脖子上呢，他就说我偷他的，凭什么？张扬脸色非常的难看，更气妹妹的愚蠢，他只说了一句，林夕，不是谁都稀罕你的破项链，不要太自以为是了。张萌不乐意了，林夕是个好孩子，他不会说谎的，你不要被这个姚玲给骗了，他就是对你有所图谋。张扬恨铁不成钢的看着这个蠢妹妹，吼道，我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的穷小子，你说他还能图谋我什么？张萌一时也哑口无言，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姚玲有什么目的。林夕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会相信的就是相信，不相信的怎么都不会相信。面上带着一丝微笑，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们，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回来了。张萌心里一紧，喊道，林夕。林夕微微一笑，萌姐姐，你要保持警惕，可以的话跟你哥分开住吧，这是我最后能给你的忠告。说完毫不留念的背起自己的书包去上学了。林夕一走，张扬就控制不住的发了脾气，他以为他是谁啊？他在我家白吃白喝这么长时间，最后还敢这个态度，还敢撺掇萌萌跟我分开，这就是个白眼狼。不行，我今天就去给他退学，没道理用着我们的钱让这个白眼狼上学。张萌神情痛苦的喊道，哥，你怎么就那么傻？白小云也是，姚玲也是，为什么你总是看不清你身边的女人？如果姚玲没有做过，那林夕为什么要污蔑她？她都要搬走了，她这么做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张扬失望的看着张萌，他以为他的妹妹已经被林夕给洗脑了，他才是他的亲人，他怎么一直向着外人说话？张萌，我对你太失望了，你不要忘了，我才是你哥，那个林夕只不过是一个外人，你给他花的还不够多吗？张萌已经没有期待，平静的说道，既然你始终这样认为，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从今天开始我也搬出去住，不打扰你的生活了。张扬不可置信，你说什么？你真的要听一个外人的话跟我分开？张萌摇摇头，跟他没有关系，我是早就想好了，等你一结婚我就会搬出去住，不过是提早了而已。姚玲这时插口道，萌萌不要意气用事，那个小姑娘看我不顺眼才这么说的，你不要被她给迷惑了，她就是不想让我们安宁。张扬赞同的说道，对，她就是个白眼狼，张萌你什么时候能清醒啊？张萌厌恶的看向姚玲，你给我闭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张扬看张萌丝毫不知悔改，已经失望透顶，打断了张萌要辱骂姚玲的话，疲惫的开口说道，那你就搬出去吧，等你什么时候念起我这个哥哥的好来，你再回来看我。张萌再也控制不住的流出眼泪，头也不回的走了。他知道他哥还要再吃一次大亏，他得努力的工作，才能在将来拉他哥哥一把。不管他做了什么错事，但他都是他的亲哥哥，所有人都能利用他，抛弃他，但妹妹永远不会放弃他。张萌想着，他会一个人再建起一个家，等着他哥哥回来。叮！白修接起视频，是爷爷拨过来的。爷爷，克斯顿老将军开门见山的问道，你还没找到人？白修低沉着嗓音回道，很抱歉，还没有。克斯顿老将军皱眉，难道小林夕身上就没有带任何有定位的东西？白修摇头，没有，他的空间钮在我这里，他被绑架的那天什么都没带，除了饰品。卡顿了一下，突然捶了桌子一拳，懊恼道，我忘了他还带着母亲的项链，那条项链是有定位的，我怎么早点没想到呢？爷爷回见。克斯顿老将军看着慌慌张张挂断视频的孙子，没表情的摇摇头，算了，还没结婚的男人都是不成熟的。白修开启了项链上的定位，定位显示小人鱼果然就在这个星球上。他开着飞行器朝着定位飞过去，不到半小时时间，飞行器停在一所小学门口。
少有情绪的脸上有些诧异。西西在上学，他并没有贸然的进去找人，而是把这所学校发给卡洛斯，他要这所学校的全部资料。在等待的同时，他下了飞行器，独自一人坐在学校大门外10米处的一个长椅上，就这么坐着，感受着在主星上不曾出现过的嘈杂。即使他一个人就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仔细想想，毕业以后几乎很少出过主星，听着学校里的欢声笑语，不禁有种自己已经老了的错觉。白小云找来了2个人，鬼鬼祟祟的埋伏在校门口附近。他不甘心啊，项链还没有得到，他却失去了一个经济来源。这几天他的生活拮据了不少，不过他这次准备得很充分，花了大价钱才找到这2个人。他们给自己打了包票，只要自己把目标指给他们，他们就一定让自己满意。他对这次的绑架行动有了不少的信心。咦，那里什么时候坐了个人呢？金属长椅上竟坐着一个像城堡里走出来的王子一样，一身通白的制服配上迷人的银发，仅仅只是一个侧影就让他不停地吞咽口水。他敢肯定这一定是一个贵族，即使坐在这样人来人往嘈杂的街道上，那与生俱来的贵气也让人望而生畏。周围5米竟无人敢踏入一步。白小云眼里充斥着火热，他从没有见过这么有魅力的男人，如果他肯多看自己一眼的话，他一定什么都愿意为他做。现在的他已经忘记了来这里的初衷，他的眼里心里都只有一个身影。他就这么痴痴地看着那个贵族青年，时不时地翻看手中的光帽，动作优雅，神情认真，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他从上午10点就守在学校了，现在已经下午2点了，那个青年依然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好像不知道饿一样。还有3个小时学校就要放学了，难道是在接学校里的某个人？那等的时间是不是太早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林夕那丫头就快要放学了，他不能让这个贵族青年看到那丫头的样子。他从小就听说一些贵族会专门从平民女人中挑选一些长相好看漂亮的女孩养在身边长大，长大后会给他们做人鱼手术，这样的人鱼除了体质不能改变以外，其他都会合自己的心意。万一这个贵族看上了那丫头可不行。磨蹭了一下午，终于鼓足勇气向那个仿佛真空地带的圈子迈出一步。校门口的林夕不知道，他现在正在烦着呢，拿手机找了一天的房子也没看到啥中心意的。虽然不差钱，但他一个人也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又不是在主星有机器人打扫，这里还得自己打扫，哪怕只是拿出尘气就可以清理，但那也要自己动手满屋子的清理啊。他必须得承认，他来到星际以后整个人懒了很多。房子小的也不合适，位置太偏，距离学校还远，坐飞车要10分钟左右，那简直太痛苦了。正愁着呢，班主任又把他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林夕同学，我听代课老师反映你今天都没有认真听课，你怎么了？林夕心里撇撇嘴，这个班主任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抓住自己的事一直不放了呢？老师，我有认真听课。班明一脸你说谎的表情，语重心长地教育道。其他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上课时间都还在看手机，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早恋了？林夕敢发誓，班里有很多小朋友也会偷偷的玩手机，被他发现好几回。神奇的是，只有他因为这种事被叫到了办公室谈话。我没有早恋老师，我是因为有事。班主任一脸你要变成坏学生了的惋惜，说道，你作为学生，认真学习才是你的正事，你还能有什么其他的事？林夕的表情一言难尽，没想到体育老师也抢政治老师的工作了。考虑了一下说道，老师，我是一个孤儿，我已经没地方住了，我正在找房子，反正现在不说以后也会知道自己是一个孤儿的，无所谓了。班明十分错愕，他真的没想到这个天真恬静的女孩竟然是一个孤儿。那天不是有一个人来送你上学的吗？那不是你的监护人？林夕摇头说道，不是的，那个姐姐很好的，她一直在帮助我，但我们不是一家人。是的，不是一家人，她的家人在遥远的主星。班明一脸的怜惜，问道，那你这几天一直住在哪？你已经没地方住了吗？他已经想象到一个孤苦无依的少女，迷茫地站在街角，看着人来人往的行人在隐秘的角落里独自的默默哭泣，迷茫着现在，彷徨着未来。林夕说道，老师不用担心，我正在找房子，我这几天可以先在酒店住着，我身上还有钱。班明舍不得了，他说，你一个女孩子容易被人骗，让老师帮你找吧，这几天你就先住在老师家怎么样？林夕下意识的就拒绝道，那怎么行，太打扰您了，我去住酒店也一样的。班明直接否定了，不行，你是我的学生，我得为你的安全负责，就这样决定了，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帮你找到房子。林夕觉得这样不妥，可是叮铃铃，放学铃声响了，班明直接开始收拾东西。好了，你背上书包跟我回家吧，难道你还不放心老师吗？林夕确实不怎么放心。班明前脚刚出去，林夕耸拉着脑袋在后面跟着，突然听见一声男音，舅舅，我妈让你今晚去我们家吃饭。林夕也刚好出来，看到背着书包站在班主任办公室外的林然，这俩人是旧生关系。林然看到林夕的一瞬眼神发亮，你怎么在这儿呢？是不是挨训了？还责备的看他舅舅一眼，眼神控诉着班明，你就是一个魔鬼。班明不屑的笑笑说道，我今晚不去了，改天再去，我还有事。林然撇嘴不以为然道，你能有什么事？无非就是泡酒吧而已。班明下意识的看林夕一眼，脸色发黑，这小子怎么当着学生面抖搂自己老底？林然，别给我胡说，我什么时候去过？
林夕对他们之间的事情不感兴趣，打断他们说道：“老师你去忙吧，我也该走了，再见。”班明听了一着急，就喊道：“林夕你站住，今晚你就去我家住着，不然你出事了怎么办？”林然在一旁听得睁大了眼睛：“班明，你这个禽兽，你要对林夕做什么？”班明气急地往林然头上拍了一下，瞎喊什么？我什么都不干，我学生没地方住了，我这个当老师的还不能帮学生提供个住处了？林然问道：“那他为什么没地方住了？”班明，林夕看这俩人一旦争吵起来就不分场合地点，没看那么多人都围着看吗？老师，有什么事回家再说行不行？注意一下影响啊。班明也扫视了一圈，轻咳了一声，那我们回家再说。然后一本正经地领着俩未成年离开。林然一路上心都要飘起来了，他在考虑今晚上要不要去舅舅家借住，难得有这一次机会。班明心情也非常的好，一路上跟谁都微笑着打招呼，把同学们都吓得不轻，心想体育老师今天一定吃错了药。林夕沉默地跟在身后，他没心思注意那俩人的心情好坏与否，他觉得他现在就像一个漂亮的洋娃娃一样，每个人都想捡回家养几天，过几天发现这个洋娃娃跟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后，就会毫不留念地丢掉，这样还不如当一个没人搭理的孤儿来得自在。快到校门口的时候，发现今天跟往常不同，往常的时候大家都会匆匆地坐车回家，今天却围了很多的人，有点疑惑，发生了什么事？